试图逃婚的沈星洛刚翻出窗户就被人抓了回来。1年前妹妹病了，你们用我的鲜血做药引，给妹妹治病也就算了，如今却又让我去送死。我不嫁，我不要去冲洗陪葬。父王殿下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性情暴戾，我才不要去送死。陛下赐婚，这可由不得你。你这天煞孤星，早点和肃王双双入皇陵，省得再给沈家带来霉运。你们如此待我，会遭报应的。手拿木棍的沈微微又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对着倒在地上的沈星洛打了无数棍。哼，就知道你这个贱人要逃婚，这可是圣上赐婚，若让你给逃了，整个沈家可是在劫难逃，被诛九族都有可能。沈星洛，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死，所以你快去给肃王做冲洗王妃，然后殉葬吧。我的宝贝女儿，真的手麻了吧？你对一个将死之人白费什么力气？快让下人给他换上喜服，塞进花轿，送往肃王府。这才星多在家里待一会儿，母亲就浑身不舒服。疼，太疼了！快看见太奶的全身疼。她卷起了袖子，发现这整个手臂都布满了淤青。我靠，原主啥家庭啊？这是被人毒打成这样！哎呀我去，脑袋怎么沉的跟顶了个锅一样？这是给我干到哪儿去了？与此同时，一股陌生的记忆铺天盖地地涌入沈星洛的大脑。原主也叫沈星洛，龙腾敌国沈家嫡女。由于原主的生母在生她时难产而死，所以沈家所有人都将她视为天煞孤星。这里边疆不稳，时常狼烟四起，当朝肃王几次挂帅出征平定动乱，这么多年从未打过败仗，是龙腾帝国的定海神针。半年前突然身中剧毒，御医门和坊间的名医皆束手无策，如今是命不久矣，所以皇帝就生出了冲洗的念头。肃王文韬武略，为龙腾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即使是冲洗，皇帝也只要嫡不要庶。而原主的父亲沈毅为了权力和财富，借此机会向皇帝毛遂自荐，让沈星洛做冲洗的王妃。消化了记忆后，沈星洛桃花眼里狠戾一片，虽然开局是地狱模式，是古代版的绝地求生，但是没关系，他会逆风翻盘并创飞全家。因为沈星洛是医毒双绝特种军医，还有一个精拙的万能空间，而他的金镯也跟着他一起穿过来了。沈星洛默念着空间开启。哼，万能空间里的一切物品果然都在。好，你们既然敢如此折磨虐待原主，等我回门后就好好陪你们玩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小母牛踩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牛逼狠人。哼，我若发起癫，能他妈直接干翻这个世界。思绪纷飞中，喜轿到了肃王府。刚穿越过来的沈星洛决定先到肃王府里看看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再与之对抗。所以沈星洛自己下了花轿。哎，喜乐为什么停了？给本妃接着奏乐，接着舞。接亲的礼乐师们闻言，立即开始欢天喜地的吹拉弹奏起来。于是在围观百姓的窃窃私语中，沈星洛抬头对着老天竖了个中指，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了萧王府。喜伯牵着沈星洛走进正厅，厅内倒是用红绸装饰了一下，有点娶亲的意思了，但不多。一声鸡叫响起，沈星洛回眸一看，发现下人抱着一只公鸡来到了喜堂前。王妃，肃王殿下缠绵病榻，您就抱着这只公鸡拜堂成亲吧。言落就将公鸡塞到了他的手中。好，这么玩是吧？哼，带万能空间穿越的我，现在就是古娜拉黑暗之神来了，在我面前都得自称一声老奴。你一个下人竟然在我面前如此傲慢，行，那我就发疯发癫，先来一个鸡飞狗跳。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怕啥？不知死活的东西，以后跪着跟本妃说话。语毕，他转身抱着拜堂鸡去了厨房。刘云，随我去厨房，我给你整个黑暗鸡汤。一路上，沈星洛发现这肃王府是真气派啊。刘云啊，你家小姐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姐了，以后跟着我发疯又发癫，有我一碗汤喝，就有你一个碗刷。小姐为母，人生自古谁无死，反正肃王死了，大家都得陪葬。小姐这辈子过得太苦了，殉葬前不能再让肃王
府的下人欺负了去。思及此，刘云抱过了拜堂姬，然后用力地摔在了地上。肃王府一众下人震惊啊！而此时几个府兵刚想冲上去对刘云兵刃相向，谁敢动本妃的人？肃王殿下若是驾鹤西去，肃王府不少人都得陪葬。而本妃出身于医药世家，藏拙10余年，实力可不是盖的。本妃能从阎王手里抢人，所以莫说这拜堂姬本妃能炖了喝鸡汤，就算是来接肃王殿下的仙鹤来了，本妃也直接给他炖了。哼，所以信本妃得永生。沈星洛话音刚落，一把夺过了府兵手中的刀，并一刀刺穿了拜堂姬。拜堂姬卒，享年也不知多少岁。哼！上岸第一剑，先斩拜堂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惹我不快，谁都别活！我他妈干翻这个世界！我疯疯有点点，好比浪涛，噔噔，有一点的委屈，直接拔刀，噔噔，我一下电一下风，摇摇晃晃不肯走。众人无语啊！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疯癫的女子？而这女子竟然还是王妃，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这厢斜躺在王府主院屋顶上，已经做好随时坦然赴死的肃王，亲眼目睹了沈星洛那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操作以后，一个飞身落地，并对着心腹侍卫说了几句以后回了房。很快，一个下人六神无主的跑了过来：“肃王殿下情况不太好，大家快去主院跪着！”众人立刻奔向主院，沈星洛也扔下了手中的刀，跟着下人们去了主院。主院内，奴仆府兵在殿外跪了一地，一身大红喜袍的沈星洛准备直接推门而入，立即救人。毕竟他死了，自己也得殉葬。王妃不会是想要冲进去洞房吧？肃王殿下是俊美无愁，但他根本不近女色，况且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可经不起您的凌辱啊！你这不锈钢直男，呸！接我一招！没错呀，本妃要才华有美貌，要城府有医术，要身高有脾气的，与你口中一表人才的肃王殿下绝非良配，而是绝配天仙配呀！正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如此才子配佳人，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洞房更待何时啊！若是本妃和肃王殿下洞房有了子嗣，就算肃王殿下驾鹤西去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一门心思伺候小主子，不用全府上下跟着殉葬了。这个冲喜王妃竟然又疯又癫又好色，王妃是没明白属下的意思吗？属下再次声明一下，肃王殿下他不近女色，他这辈子都不会和您有肌肤之亲的，所以还请王妃自重，就算是走，属下也要让肃王殿下清清白白的走。沈星洛已读乱回。哎呀，明白，怎么会不明白呢？你放心啊，本妃明白你明白的意思，因为本妃也是个明白人呢。身为明白人，就应该明白所有该明白的、不该明白的，心里都得非常明白，不是吗？本妃不仅明白你明白的意思，本妃还明白大家都明白的意思。本妃明白大家全都是明白人，所以本妃明白人们所明白的一切。本妃说的这么明白，大家应该明白本妃的意思了吧？所以肃王府的明白人们现在都给本妃通通退下。什么玩意儿？绕口令吗？若隐被他颠的太阳穴直突突。王妃请自重，属下绝不会让肃王殿下临终前被王妃凌辱一番。这救人如救火呀，沈星洛也不想再与他浪费时间了。一边去！我是王妃，谁敢拦本妃？本妃现在就地处决了他，然后再杀他全家。来了，他刚刚杀拜堂姬时那股疯癫劲儿又来了。让他进来，你们都退出院子。沈星洛被这声音硬控了5秒，然后一边向里走去，一边看向了深渊。本王凶名在外，你竟然不怕本王？是肃王殿下怕我才对。肃王殿下这时日无多的身体可是架不住我的辣手摧花的。我出身医药世家，快速有孕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你若是惹我不快，我这几天就天天和肃王殿下颠鸾倒凤，等升天为仙够了，再把肃王殿下伺候走。谁喜欢做那种事？哎呀，到时候我不仅可以凭借腹中胎儿不用殉葬，连整个肃王府都是我的了。继承肃王殿下遗产的我，腰缠万贯，无拘无束，朝廷还会按月给我发月俸。哎呀，到时候我肚子里怀着皇家血脉呢，月俸高低得发双倍呀。虽然没拼上高质量羊水，自己这样白手起家走上人生巅峰也不错。嗨，
人呐，果然还得靠自己。已经计划好用我的命白手起家了。在素王打量分析他之时，沈星洛反手就抓了一个锦凳坐了下来。素王殿下，既然我穿着喜服进了素王府的门，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咱俩就是一辈子的夫妻了。既是夫妻，谁乐意一直戴着面具生活呢？所以我就直说了，既是婚姻大事，想必殿下对我的家世也是了解一二的。我爹不疼，继母不爱，妹妹还贼坏，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脑子有点不好使，这精神状态也不大稳定。哼，我一激动就会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发疯发癫。你是真不把我当外人啊？传闻中素王殿下不近女色，那就好了。既然是包办婚姻，而素王殿下又不近女色，加上我脑子又有点问题，那等我治好了你我之间以后就做生活在同一个府上的陌生人，可好？你能治好本王？沈星洛点点头。我既是冲喜王妃，那我与殿下的生死是绑在一起的，只有你活下来，我才能活着。我出生于医药世家，因悲惨的命运，所以我打小饱读诗书，钻研医学，只为了能多得父亲几分疼爱。所以我有着活死人肉白骨的医术，只是从来无人重视我，无人发现我的医术罢了。沈星洛几句话下来，素王心中对他有了初步的判断。虽然他表面不着四六，疯疯癫癫，但是内里却是胆识过人，条理清晰。他的直觉告诉他，沈星洛十有八九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还在素王打量分析他时，沈星洛的小手一挥，瞬间就将他给迷晕了。哇，这身材，盘量条顺，8块腹肌，充满了野性感和力量感。他的身材实在是太顶了。很快，沈星洛便对素王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虽然独入五脏六腑，但是对于来自25世纪的他来说，小菜一碟。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解百毒的万能解毒药丸，喂他吃下，然后又取出一剂针剂扎入了他的体内。这能救是能救，就是吧，他有点副作用。做完这一切，被继母见妹打得遍体鳞伤的沈星洛疲惫得很。去你的！哼，竟然给我安排个公鸡拜堂！我沈星洛什么都吃，但就是不吃亏。将素王踹下床以后，他把喜服一脱，原地就寝。至于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屋子睡，那是因为他怕明天一早素王提着40米的大砍刀毫不犹豫地砍向他，因为这个副作用实在是一言难尽啊。晨光微熹，悠悠准醒的素王刚睁开眼，就看到自己睡在地上，而那沈星洛却四仰八叉的睡在他的豪华舒适大床上。他瞬间戾气横生，可是还没等他发作，他又看到自己原本白皙的双手变成了祖母绿，于是他又赶紧将浑身上下看了个遍，全他娘的是祖母绿。太阳穴发麻的素王又手忙脚乱地跑到铜镜前，他那张祖母绿的脸，即使是在黄色的铜镜里都格外的刺眼。沈星洛，睡得正甜的沈星洛被这怒不可遏的声音给惊醒，目测素王身高至少1.9米，宽肩窄腰，黄金比例。他视线下移，哎呀，这大长腿比我的命都长啊！当睡眼朦胧的他看到从头绿到尾的素王以后，他把生而为人所有的伤心事都想了个遍，也没能压住那喷薄而出的笑意。但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捧腹大笑啊，这不是在活阎王面前洗脸输出吗？沈星洛，你最好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沈星洛开始装乖装无辜，他眨着他那双碱水美眸，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沈星洛，你怎么不解释啊？我在等素王殿下的要不然啊，要不然会怎么样？殿下怎么没有下文了呢？他是第一个让他无语的人。沈星洛，你是觉得本王不会杀你？哎，素王殿下息怒，在你昨晚昏迷之后，我用医术解了你体内的毒，如此一来，我就是素王殿下的救命恩人了。若是没有我，你不出几日可就进棺材躺板板了。这遇到我，你可是直接从寿比昙花变成了寿比南山呢。嘿，我知道像殿下这般天皇贵胄，自幼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那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肯定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还请素王殿下同意我昨天说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建议，就当是抵了这救命之恩吧。素王提气运功，快速地感受了一下，果然四肢有力，一身轻松。
贺云亭打量着沈星洛，胆识过人，逻辑清晰，深藏不露，却爱装乖藏拙，有点意思。想起沈星洛昨天穿着喜服振臂高呼我他妈干翻这个世界的模样，他的俊眸里兴趣盎然。有一点你说的很对，本王从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你救了本王一命，所以作为答谢，本王赐你2000两黄金。哎呀，这王爷能处啊，出手这么阔绰。贺云亭再次询问肤色的事情。本王这一身绿皮是怎么回事？是药3分毒，何况还是有着能立竿见影、药效飞快的神药。因这解药药效过猛，肃王殿下这是用药过后的正常药理反应，天下无需担心。这浑身的绿色只需1天半的时间就可以新陈代谢掉。这一点沈星洛倒是没有胡编乱造，这一款是能解百毒的万能解毒丸是他研发的，安全肯定是安全，只是有点瑕疵，还没有消除副作用，将此药完善一下就穿越过来了。1天半的时间，本王若是顶着这祖母绿的绿皮出门，颜面何在？既然你自诩妙手回春，可有什么办法在2个时辰内让本王的肤色恢复正常？我知道王爷很急，但王爷先别急，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于沈星洛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不知真假，因为凭着他对人和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他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肤色的事情暂且接过，本王在地上睡了1夜，是不是你的杰作啊？不清楚，不知道，没做过。本王的房内就你我2人，不是你的杰作，还能是谁？我都说了不是我，可肃王殿下非说是我，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到此，沈星洛宽袖之下的小手狠狠地拧了自己一把。我在娘家爹不疼继母坏，能嫁给肃王殿下这般权势滔天的大人物，我简直是喜不自胜啊！我还指望肃王殿下护我无虞呢，怎么会如此对待肃王殿下呢？既然肃王殿下就是不惜，那就全当是我做的吧，只要肃王殿下开心就好。若不是亲眼目睹他说出那干翻这个世界的豪言壮语的模样，还真就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给迷惑了呢。不仅不怕凶名在外的我，还能在我面前游刃有余，是个妙人。既然肃王殿下已无性命之忧，为了自证清白和不打扰殿下休养，我这就搬到离殿下主院最远的别院去住，以后我与殿下之间互不打扰，相敬为宾。语罢，沈星洛下榻就准备走人。将本王搞成这个鬼样子，还想一走了之，你倒是会图清静。慢着，既然本王的肤色是你一手造就的，那你就和本王同处一室，照顾本王的衣食起居。本王绝不会允许第3个人看见自己如今这副模样。肃王殿下这话说的不妥，这是正常的药理反应，怎么能说是我造成的呢？殿下中的那毒那么烈，你肯定心知肚明的，那么烈的毒若不用猛药，怎么能解得了呢？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还想让我这个救命恩人如下人一般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一个人若是既不讲武德又不讲道德，那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王爷可不能无忧无虑啊！又开始颠言颠语了。他知道他如此这般做派必有目的，直接说出你的条件。其一，人都是捧高踩低的，我加入肃王府前受尽屈辱，往后余生我不愿再受一点委屈，所以肃王殿下以后得让府里的所有下人都敬着我。其二，你这连接亲都不肯出面去接，所以我盲猜肃王殿下是断然也不会陪我进宫敬茶的。但是呢，我进宫敬茶之时，若有了肃王殿下的陪伴，肯定会顺利很多。所以你陪我一同进宫敬茶，若殿下同意我方才所言，我也同意殿下方才所言。走一步看10步，面面俱到，步步为营，为自己谋划好一切。贺云亭眼中的兴致更加的浓烈。成交啊！肃王殿下可真是个好人呐！嘿嘿，既然肃王殿下俊美心善，那我就多2句嘴哈。一个人缠绵病榻，时日无多之时，政敌才不会挖空心思去对付他。可他一旦生龙活虎了，就算自己不想卷入斗争的漩涡，也会被迫参与到尔虞我诈当中的。这皇室之中，生命不止，斗争不休。所以肃王殿下若是想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就得装病。等其他人斗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后，你垂死病中惊坐起，然后大喊一声：“嘿，没想到吧，老子的病早就好了！”嘿，然后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收他们个渔翁之利，岂不美哉乐哉？他是个好人。第一次被发好人卡的贺云亭很不适应，倒是个蕙质兰心的，这一点和本王不谋而合。
这你我之间是陛下赐婚，我已经在肃王府待了10几个时辰了，所以我和您在外人眼里已经是夫妻关系了，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肃王殿下都答应，进宫敬茶之事罩着我了，我这里有可以帮你装病的药品，只要给你服上几粒，无论哪个太医会诊了你，都要摇头叹气，无能为力。我这药可是其他医者比不了的，因为我的药安全无害，没有一点副作用。你若需要，我这就去给你拿药。贺云婷目光如炬地盯着沈星洛，经过言语接触和分析判断以后，他基本断定他并不是政敌派过来的。本王需要。行，知道自己是冲喜王妃，若是救不活你就要殉葬，所以我将自己最近在闺阁中自我研制的许多药品都带来了，都放在装贴身衣物的箱子里，我这就去拿。好。沈星洛闻言转身向殿门走去。女子发癫还怪有意思的，留你这么个奇葩在死气沉沉的肃王府上，一定会有不少乐子吧。沈星洛刚欢欣雀跃地推门而出，便看到贺云婷的心腹若隐抱着草席迎面而来。不是，他把王爷气成那样，怎么现在还喘着气儿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刚刚明明是听到寝殿内传出王爷那愤怒无比、杀意满满的一句沈星洛，耳力极佳的他特别上道，立刻开始准备沈星洛的后事。他娘的，这就准备席一卷布一盖，全府上下等上菜了。所以你拿着草席是用来裹我的尸体的？看破不说破的道理你不懂吗？呀，就这么想吃席啊？我看你是蚂蚱蹦到油锅里不想活了。哼，肃王殿下他不仅对我上瘾，还一晚亲7次，所以这草席你大概率得用在自己身上了。虽然我看起来言语粗鄙，言行无状，素质不详，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们都别主动招惹我。你何止是言语粗鄙，谁家好王妃这个样子啊？还有，我信你个鬼！王爷因人生经历的原因根本不近女色，对你一晚亲个屁的7次！哼哼！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刘云正恶狠狠地瞪着他，而屋内的贺云婷则是满脸震惊，对他上瘾，一晚亲7次。若隐哪里信他这个敌人的话，他上前几步停在了寝殿门外。主子有什么要吩咐属下的吗？你去宫里送趟消息，说虽然冲洗成功，但本王身体仍然甚是虚弱不堪，需要王妃无时无刻的悉心照料，所以今日无法带着王妃进宫敬茶。本王过2日再带王妃进宫敬茶。吩咐下去，以后全府上下谁敢对王妃不敬，就是对本王不敬。还有，这2日除了王妃，本王谁都不见，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本王。你们集体听王妃的调遣。啥？完了！竟然真的对他上瘾！主子不仅认可他了，还一口一个王妃。接下来的2天还只见他这草席真的用在我身上啊！让府厨以最的速度做一桌大鱼大肉送过来。言落，他装模作样的翻了翻陪嫁箱子，走了个过场。若隐在风中凌乱呢，谁家好人大早上的就吃大鱼大肉的？此事很快便在肃王府传开了。大婚当天才刚以杀掉拜堂姬出了名的沈星洛，今天就以一句王爷对他上瘾，一晚亲7次，再次刷新了王府上下对他的认知。这种又疯又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冲洗成功了。原来啊，王爷这么多年不近女色的原因，竟然是没遇到颠的。殿内大快朵颐享用完大鱼大肉的沈星洛一脸的满足，他连步轻移至铜镜前，想要看看原主的相貌。眉如元黛，眸若秋水，腮凝心丽，鼻如琼玉，特别的绝色难求的一张脸啊！理了理鬓边的碎发后，沈星洛看向贺云婷：王爷，我困了，准备睡上1天。王爷若没什么事儿，也要多休息休息，毕竟被烈毒折磨了那么久，身体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如初的。贺云婷无语，他不是才刚睡醒吗？本王休明在外，而且坊间都传本王专克女人，肃王府也因本王杀孽太多而阴气重的比阴曹地府都不遑多让，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怕？哎，我娘因生我难产而死，他们还传我天煞孤星呢，所以负负得正。王爷放心，有我在，咱俩以后肯定会长命百岁的。况且肃王殿下不近女色，我盲猜殿下是也许大概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那我怕什么呀？语罢，他还若无其意地瞥向了他的裤裆。沈星洛，本王不近女色不是不行，本王很行，本王只是定力强大，能坐怀不乱罢了。是吗？那我得来试试王爷到底能多么的坐怀不乱。语罢，他直接坐到贺云婷的怀中，一股幽香直往他的心口里钻。沈星洛的樱桃唇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额头，然后游移到了眼睛、鼻梁、脸颊、鼻头、
喉结如羽毛扫过，若有似无，却带来无限的痒意。最后他将樱桃唇凑到了他血红的耳边，朝他吹了一口香气。佳人在怀，王爷感觉如何？玉璧，沈星洛葱白的玉指灵活地从他指缝间暧昧地摩挲而过，又扣紧交握，十指连心，你我十指相扣，王爷是否心跳加速？铺天盖地的麻意直冲贺云婷的天灵盖，差点把他的天灵盖给掀飞。沈星洛见他除了耳朵血红反应强烈之外岿然不动，当即给他贴上了正人君子的标签。鉴定完毕，此人可以放心的同床异梦。在贺云婷情绪波动间，沈星洛已经脱鞋上榻，再次原地就寝起来。贺云婷无语，一步至宽大的书桌前，硬生生的压下了身体的反应和内心的躁动后，然后拿起了一本书，专心致志的翻看了起来。一直到未时末刻，饿了的贺云婷看向榻上的沈星洛，但他没有要睡醒的迹象。早膳一顿饭，一睡一整天。见他睡得这么香甜，终究还是没喊他起来去传膳。贺云婷喝了一盏茶充饥之后，也脱鞋上榻。大病初愈，坐久了身子骨还是容易乏，是得多休息休息。小憩一会儿后，贺云婷再次坐到了书桌前，暮色四合之时，沈星洛被饿醒了。醒了？见贺云婷手持书卷，沈星洛心中慨然。哎呀，不愧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的战神王爷。多么自律且文武双全的靠山呢！沈星洛下榻出门，一嗓子喊来下人们，开始吩咐他们备膳。晚膳过后，沈星洛满心欢喜地穿过幽深的过道，到右侧的室内温泉泡澡去了。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以后，沈星洛思虑再三，决定找他了解一下当朝的皇室关系，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后最大化地保全自己。王爷，我想与你敞开心扉地聊聊。你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帝后少年夫妻情投意合，当朝太子贺伯远是两人感情最浓时所生，也是帝后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陛下封为太子。太子虽是帝后嫡出，但是自幼体弱多病，根本无法习武，而能文能武的肃王殿下因多年挂帅出征，到边疆平叛战乱，而越来越被陛下重视。咱们肃王府如今金碧辉煌，可见陛下对殿下的重视程度。生在帝王家，陛下的疼爱多一分少一分都是灾难，陛下越发重视王爷，必然会招来很多嫉妒，而太子自幼又身患恶疾，所以脱颖而出的王爷肯定会被其他皇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猜王爷此番中毒肯定也是因此而起吧。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我是这么合计的，你是高高在上的天皇贵胄，又不近女色，还出手阔绰，所以我想在你这棵大树下乘个凉。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想了解清楚局势，看看能不能帮到王爷一二。只有肃王殿下胜券不衰，屹立不倒，我才能一直在肃王府中好好的乘凉啊。真的会有人愿意一直待在我这个连亲生母亲都嫌弃的人身边吗？贺云婷压下心中的异样，与他说了当朝皇室组织架构。沈星洛从他口中知道了当朝太子、景王和燕王是最野心勃勃的三位政敌。太子就不必多说了，景王贺怀安是龙腾帝国第一宠妃熹贵妃的儿子，燕王贺思成是龙腾帝国第一关系户妍妃的儿子，妍妃是当朝太后的侄女。快速地消化完他说的信息之后，随着王爷的军功越积越多，在军队和百姓心中的威望越来越高，这些年太子殿下、景王和燕王是不是没少使手段算计和对付王爷？生在帝王家，王子之间不管是不是真的想做那个位置，都要明争暗斗，互相算计。斗赢了，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能活命；斗输了，就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王爷过2日可否带我去给太子会诊一下？我想给他诊治一下，但又不完全治好他，主打一个假途灭国，让他代替咱们成为活靶子，吸引其他政敌的火力。而我们2个接下来就一个装病，一个发癫，作弊上官，看他们斗得你死我活。好。对了，王爷，若是不仅装病，还装作是个为爱痴狂的恋爱脑，那就更好了。你想想啊，你若装作对我这个出身低微又疯又癫的女子欲罢不能，可以迷惑阵地啊，能让他们放松警惕，简直天衣无缝啊。贺云婷无语呀，他哪里分析不出他让自己装作为爱痴狂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自己在肃王府不被下人们搓磨，自己活得更有滋有味罢了。可不是吧，这都同意？
王爷，既然各皇子之间明争暗斗的那么厉害，咱们肃王府里里外外这么多下人，肯定有一些是政敌渗透进来的吧？本王知道府上哪些人都分别是谁安插进来的，彼此。本王同样也在他们的府上安插有眼线。既然府上有政敌眼线，那我们以后少不了要上演间谍情深的戏码。王爷可以随时随地的陪我演戏吗？可。达成共识之后，沈星洛转身上了榻，开始梦周公了。贺云婷再次震惊，一个人竟然真的是可以吃了睡，睡了吃，就他这么个睡法，没有男人他也能自己下蛋。2刻钟后，贺云婷熄了烛火，脱鞋上榻。他刚躺下不久，睡相不怎么好的沈星洛一条腿就搭上了他的腰，还无意识的往他身上蹭了蹭。他轻柔的提着沈星洛的裤腿放回了原位，然后合上了俊眸。贺云婷刚生出几分困意，沈星洛的手臂又搭上了他的胸膛。贺云婷怕弄疼了他的手背，遂用手抓住他的皓腕放回了原处。睡着不甚安稳的沈星洛很快又将手臂给搭了过来。为了不吵醒他，贺云婷轻轻的转身看向他，如此近的距离，能清晰的看着他根根分明的长睫，琼鼻朱唇，娇花玉宇，脸衬朝霞，眉如春山浅淡。他目光灼灼的望着近在咫尺的沈星洛，胸膛起伏的厉害，呼吸却诡异的有一丝停滞。世人皆爱美，他也无法免俗。他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人真的喜欢他，会有人会真的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他是一个连亲生母亲都厌弃的人。美色当前，他可以坐怀不乱，但是无法心如止水。况且他和他之间已经成了亲，他是他的妻，他也认真严肃地和自己说过，他和他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在他的心里是把自己当作夫君的呢？咀嚼着这几个字，贺云婷心中竟然不由得升起了丝丝甜意，于是他也不再去拿开他的玉臂，任由他去了。翌日清晨，睡醒了的贺云婷，她望着搭在自己腰上的腿，一向阴沉冰冷的眉目染上了淡淡的柔情。想到她在娘家那般的待遇必定是没有吃过好的，于是她想让她顿顿都吃，而不是再过着多睡少吃的日子。沈星洛，该用早膳了。闭嘴呀！老娘现在可是肃王妃，再也不用过闹钟一响，你我皆是牛马的生活了。玉璧，她翻了个身，原地接着睡。后知后觉的沈星洛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不好意思啊，刚才做噩梦了，说梦话。王爷饿了吧？我这就吩咐下人尽快将早膳送来。本王从未见过像你这般一吃吃2碗，一睡睡1天的女子。沈星洛下了榻。那你今天就见到了。哎呀，王爷这就不懂了吧？真正的理想生活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想，所有的成功都是后天的努力，所以今天和明天他就得好好歇着。做人嘛，怎么舒服怎么来啊，若无性命之忧，根本就没必要努力的呀。反正所有人活到最后都是死，况且我肠胃不好，最适合吃软饭了。哎呀，我可太喜欢肃王府了，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跟着肃王殿下吃一辈子的软饭。明明10几岁的年纪，却有着80岁的心态。沈星洛的这番话狠狠地冲击了他的人生观。你若真的不离开，本王管你一辈子的饭又有何难？对于一个刚从饥饿碌碌中醒来的干饭人而言，大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绝对的诱惑力，所以沈星洛直接大口干饭。忽然，沈星洛的小脸皱成了一团，他赶紧手扶心口，试图将噎在嗓子里的肉往下顺一顺。贺云婷俊眉微蹙，将自己那骨节分明的手伸在他嘴前，吐出来。沈星洛瞥了一眼眼前这修长的大手，咯喽一声，全吐在了他的手中。好一会儿，沈星洛的脸色才恢复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贺云婷，其脸黑如锅底，也是谁敢往亲王的手里吐食物啊？你就不能慢点吃？知不知道刚刚多？危险2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贺云婷突然就顿住了，她竟然害怕起来，只是因为她吃饭噎着了。什么慢点吃？慢点是什么？是什么慢点？懂不懂什么叫今天吃喝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吃喝？我在娘家可被继母虐待惨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经常被饿得去啃家里的药材充饥。算了，你不懂，你是天皇贵胄，就算皇帝再怎么偏心其他的皇子，你迎着赫赫军功也会锦衣玉食的。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口水，不如省点口水努力干饭。这一点沈星洛没有撒谎，原主长这么大，的确是没少啃一些药材充饥。从25世纪穿越而来的沈星洛，虽然不像原主那般没有的吃，但是他吃的不健康啊，所以穿越到原生态古代的他，觉得这里绝对绿色安全的食物嘎嘎香。你刚刚若是噎死了，本王就只能找个下人来照顾本王的饮食起居，本王这张绿脸就要被第3个人看见了。说完，装作自然的拿起了白瓷茶盏喝了一口，然后反应过来这好像是他喝过的。用完早膳，沈星洛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陛下为肃王殿下赐过婚，但那侧妃在大婚当天就暴毙了，她是怎么死的呀？那些坊间传言让你害怕了啊？肃王殿下又给我钱，又让我睡的，我怕什么？我就是单纯的好奇，那侧妃究竟是死于108种死法的哪种死法？若是殿下不想说，就当我没问。那女子是礼部尚书的女儿，在蒙着红盖头跨过肃王府的门槛时被绊了一跤，直接就倒地不起，猝死当场了。说起来，本王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坊间有传她吓死新娘的，也有传她克死新娘的，真相竟然是这样。你太难了，因为终究是你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天下不必理会那些个流言蜚语。正所谓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为自己而活，别在意他人，才能活得自在。好了，我要睡了。王爷没事也要多睡，这样身体才能恢复得快。贺云亭省略号，他也没在意他人呢。沈星洛入睡以后，贺云亭如平常一般坐在书桌后翻看起了书卷。1个时辰以后，他也上榻小憩。阳光正浓之时，肤色已经彻底恢复正常的贺云亭推门而出，对着心腹若隐吩咐道：给宫里递个消息，本王明日与王妃进宫敬茶。若隐看着贺云亭那白到极致的脸，瞬间就红了眼眶。本王又没死，你哭什么？王爷丰神俊美，事无其二，王妃她把持不住也很正常。但是王爷，您脸色极差，不能再任由王妃压榨您。滚！是。吩咐过心腹，贺云亭回房喊着熟睡中的沈星洛起床用午膳。听到贺云亭喊他干饭，沈星洛快速的穿戴整齐去了膳厅。午膳过后，沈星洛思虑再三，还是开了口：王爷待我不薄，若王爷对女人无感，是因为有龙阳之好，我也可以没什么意见。石阳每天让我吃软饭就行。嘿，王爷放心飞，出事自己背。语罢，他又上榻开睡，看着沈星洛像老僧入定一般，对着他是没有一点想法的贺云亭有些生气了。他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想让他尝尝自己的厉害，把他给弄哭的想法。沈星洛睡着以后，贺云亭推门而出，并瞥了一眼若隐和幻影。若隐和幻影立即会意，跟着贺云亭到了书房，秘密通知肃王党的人，让他们随时听从本王的调遣，做好复仇反杀的准备。是。暮色四合，贺云亭再次喊沈星洛起床吃饭。晚膳过后，肃王简单的向沈星洛说了一些明日进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共处一室的2人再无话可说。明天还要早起进宫敬茶呢。再次闭上眼睛，开始进入睡眠状态，养好原主这副身体，以后好发癫。夜半闲静，贺云亭推门而出，打了个手势：影一，明日一早将这个送到霓裳阁，让他们用最好的料子快马加鞭地赶制出50套服饰。啊！不近女色的王爷竟然主动给王妃做华服，还一次性做50套！哇！不爱则已，一爱惊人呐！他好爱她。交代完之后，贺云亭起身回房，脱衣上榻。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这沈星洛的四肢就再次缠了过来。这次他不再是任由他搭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手臂轻柔地穿过他纤细的腰肢，拥他入怀，垂眸望着他精致的小脸，心猿意马良久。他性感的薄唇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上一吻。翌日清晨，沈星洛一睁开眼，便撞进了贺云亭的巨眸，用手肘撑着身体，自上而下的看着贺云亭。王爷，我有件事需要请您帮个忙。说。这王爷手下一定有很多心腹吧？我需要一点点人血，不多，10滴就够了。咱们今天不是要进宫敬茶吗？反正都进宫了，那敬完茶之后，就顺便开始给太子治病。一会儿不管太子得的什么病，我都会跟他说，他这病只能用我的心头血才得以好转，怕王爷待会儿笑场，所以先和王爷通个气。其实我一开始打算用鸡血给他治病的，后来转念一想，稳妥起见，还是用人血。你准备让太子喝血？太子自幼患病，这么多年都治不好，却依旧稳坐太子宝座。
这足以证明帝后对他的喜爱。况且太子党那么多人都把宝压在太子身上，他本人一定是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但凡有希望，他和皇后都是会去尝试的。咱们肃王府若想拿捏他，必须整出御医们整不出的才行啊！肃王府有珍稀药材，东宫肯定也有，所以我思来想去，只有这个办法最稳妥。贺云婷不可自控地勾了勾唇，第一次遇见胆子这么大的女子。你治疗太子，一来他会成为活靶子，二来他会不留余力的护肃王府。王妃还真是手段高明。既然我想背靠肃王府这棵大树乘凉，就必须出一份力，为肃王府扫清障碍。身居高位者也不会容养闲人的道理我都懂，况且咱俩彼此合作的事情也是昨晚约定好的。听着他几次说出想背倚肃王府，听着他一口一个咱们肃王府，虽然他已经谋划好一切，不需要他去找外人来庇护肃王府，但是贺云婷多年来那一滩死水一般的心再次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依你方才所言，贺云婷穿戴整齐，推门而出，他打了一个手势，霎时间现身50个统一着装之人。王爷，这些都是本王的心腹隐卫，若隐和幻影是人前心腹侍卫，而这50个暗卫是隐于人后，不轻易露面的。政敌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本王都将他们安排在外院做事，他们是靠近不了内院的。你且看看想用谁的血。沈星洛扫视了一圈，就他吧，他体格健硕，放点他的血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被指到的彪形大汉满脸问号，什么放血？放什么血？为什么要放血？贺云婷将手中的小巧白瓷瓶扔过去，尹十一滴10滴血到瓷瓶里。尹十一接过瓷瓶，二话不说咬破手指开始往瓷瓶里滴血。滴完以后，尹十一恭敬上前将装满血的白瓷瓶盛上。贺云婷接过瓷瓶递给沈星洛，若隐，让管家给尹十一10两银子作为赏钱。谢王爷赏赐。沈星洛拿着瓷瓶转身回了房，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两人入了宫。宫殿很大，走了一会儿才到了后座跟前。孙儿请皇祖母安康，儿臣请母后万福。孙喜请皇祖母安康，儿媳请母后万福。宫里在一旁的宫女递茶上来，贺云婷接过奉上，太皇太后爽快地接下。轮到沈星洛这边，太后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并不言语，也不接茶。沈星洛瞬间明白，太后这是想要刁难自己。孙喜请皇祖母安康。太后目光凌厉地看着沈星洛，更是故意地晾着他，让他难堪。孙喜请皇祖母喝茶。既然冲洗成功了，那第2天便要按规矩进宫敬茶。你倒是会几招狐媚手段，竟勾得不近女色的肃王贪恋床地之事，到第3天才进宫来请安。呸！脸色也甩了，下马威也给了，言语也骂，差不多得了啊！赶紧接过茶盏消停掉吧。是孙媳不对，惹皇祖母不开心了。孙媳回去一定好好的学习规矩，皇祖母消消气，还请皇祖母用茶。你一个6品小官家的嫡女，给堂堂亲王当侧妃都不配。如今皇恩浩荡，让你当了正妃，你却使出狐媚手段，勾得肃王乱了规矩，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哼，到底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纵使顶着王妃的头衔，却依旧是一副上不了台面的风尘女子的狐媚做派，简直是丢尽了皇家的脸。言落，太后又看向贺云婷，肃王，你早已成年，却一直清心寡欲，无意成婚。去年皇帝给你赐了婚，那女子摔了一跤暴毙之后，你竟说自己征战多年，杀敌无数，杀孽太重，专克女子，今生不再娶妻这样的话来。肃王，男子到了年纪总会肖想女色，年轻人知好色而慕少爱是一定的，所以你现在才会贪恋鱼水之欢。但一个出身低微的冲喜丫头都能令你色令智昏，乱了规矩，实属于理不合。皇祖母，星洛是孙儿的妻，孙儿喜欢她，所以不允许任何人说她不好。够义气啊，好兄弟！老娘还以为全程要自己头铁硬刚呢，没想到有事你是真上啊！而且你竟然真的要在人前扮演恋爱脑。见太后是铁了心让他难堪到底，沈星洛决定挑衅一下他，于是一直举着白瓷茶盏的小手一松，大胆殿前失仪，可是大不敬。
不大，对不起啊，皇祖母。苏王殿下他这几天的确瘫痪过头，要得太狠，昨晚一整晚更是没让孙媳睡，所以身心俱疲的孙媳才会殿前失仪的。众人惊了，这太后在后宫横行霸道多年，敢和太后叫板，而且还是在这种场合下说这个，牛啊！贺云婷更惊了，瘫痪过头，一整晚没有让她睡，她这谎话说起来真的是张口就来呀！你一个女子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起闺房之事？如此不知检点，粗鄙草莽，只是丢皇家的脸。如此言行举止，怎么配当肃王妃？真是上不了台面。好，这么恶心我是吧？救人的时候你束手无策，训人的时候你妙语连珠。臣女救了亲王，功德无量，不仅是肃王妃的不二人选，还配享太庙。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也配当哀家的孙媳妇儿？沈星洛刚想闪身躲开，却被拉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怀抱。皇祖母别太过分了，孙儿与星洛这般良缘是父皇赐婚，而星洛又救了孙儿的命，所以孙儿的妻只会是星洛。现在是，未来也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这普天之下也只有沈星洛配当孙儿的妻。沈星洛瞬间绿茶附体。王爷，皇祖母说，他说妾身配不上你。虽然妾身出身不够高，但是妾身真的不想被卸磨杀驴，因为妾身好喜欢你。妾身想和王爷永远在一起，王爷可不能不要妾身了。你真厚颜无耻啊你！不，真牛！太后刚用狐媚手段不知廉耻这样的字眼恶心完你就当场对着肃王用这一套手段来恶心太后？一个不要脸面不要名声，你拿什么恶心他？他就偏偏这么做的人，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无敌了。他们一边心中感叹，一边瞥向了太后，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太后果然是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太爽了！被太后打压和训斥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有人让太后难堪了。贺云婷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出，虽然知道沈星洛的这几句话全部都是逢场作戏，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悄无声息地渗出了一丝丝悸动不已的甜蜜感。星洛，你是本王的妻，谁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你是与本王过日子，而不是与别人，所以你无需在意任何外人对你的看法。往后余生，本王会替你出头，护你周全。你放心，本王绝不会不要你。既然皇祖母她年纪大了，不爱喝茶，你直接跳过她，来给母后敬茶。兄弟，你这演技真牛啊，冷着脸说情话，一套一套的。这奥斯卡没你，我可不看。沈星洛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对着他弯唇一笑，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遍了全身，几乎眩晕。沈星洛从宫人的手中接过茶盏，向皇后敬了茶。皇后倒是没有刁难他，和气地喝了他敬的香茶。婷儿是咱们龙庭帝国的定海神针，星洛又是婷儿的救命恩人，所以功不可没。来人，肃王妃妙手回春，绘制兰心，赏玉如意1对，黄金100两，锦绣绸缎30匹。沈星洛心中感慨皇后是太子党，太后是燕妃的姑姑，是燕王党，两个党派明争暗斗这几十年，婆媳不睦，受益者竟是自己。儿媳谢母后赏赐，以后星洛要是得了空就多进宫陪陪本宫说说话。沈星洛宽袖之下的小手捏了捏贺云婷的指尖，示意她懒得与这些鬼鬼妹妹客套。贺云婷会意，母后，儿臣带星洛去御书房给父亲敬茶。语毕，他牵着沈星洛的手转身离去。皇帝因政务繁忙而一直在御书房忙碌着。进入御书房，皇帝喝了沈星洛敬的茶后开了口：肃王是朕众多儿子中能力最强的，肃王妃冲洗成功，把肃王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也算是立了功了。来人，赏黄金1000两，玉如意1对，绫罗50匹。哎呀，一下子赏这么多，这皇帝能处啊！沈星洛喜逐颜开的谢了皇恩。皇帝淡淡的嗯了一声后，看向贺云婷：冲洗成功，朕倍感欣慰。肃王这身子多久能恢复如初？朕年纪大了，身子骨也愈发不爽利，在处理政事方面逐渐有点力不从心了。而太子又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朕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帮朕处理些事务，为朕分忧，也为太子多分担些。父皇，经此一遭，儿臣
气血两虚，四肢也疲惫乏力，需要长期静养恢复，所以也是无法受累。况且儿臣如今有了妻，有了牵挂，这几日他衣不解带的在身边照料儿臣这亏空的身体，儿臣也心疼他，也不想让他一直受累，所以等儿臣身体养好了，再替父皇分忧。皇帝当即让人宣太医，太医一番望闻问切之后，苏王殿下的脉象虚弱无力，如同一缕青烟飘忽不定，轻按脉来细软，似有若无，仿佛稍一用力便会消散；重按依旧感觉空虚，没有坚实之感。他这身体至少需要静养2年才能恢复如初。苏王殿下若是受累太多，定会落下病根。上苏王100年人参，上等灵芝，鹿茸、何首乌、铁皮石斛、冬虫夏草、葱茸、花甲之茯苓若干。既然苏王需要静养，那便暂时不用上朝，朕会派人将委派给你的政务送到苏王府，让你在自己府中批阅。儿臣谢过父皇。不是，他身体都这样了，还要被迫当牛马，而且凭什么让他替太子分担政务？这心都偏到太平洋去了。贺云亭孤冷自封，性格乖戾，果然是有原因的，得赶紧让太子病情好一些，好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父皇，儿媳不才，略通医术，所以儿媳想会诊一下太子殿下。哦，苏王妃，说来听听。儿媳出身医药世家，家里别的没有，就是医书多。儿媳可谓是在医术的浸染中长大，加上儿媳自幼丧母，亲爹不疼，继母又时常虐待儿媳，所以自幼食不果腹的儿媳时常会吃各种药材来充饥。久而久之，儿媳的体质在无形之中就变得格外的好。虽然儿媳打小吃的差，住的差，但儿媳却不怎么生病。哪有人会愿意殉葬的？儿媳自然也不愿意死，所以嫁到肃王府的那天，儿媳决定用自己的心头血去试着救肃王殿下。没想到还真的治好了肃王殿下。儿媳自知出身低微，能嫁入皇家做肃王妃也是运气爆棚。儿媳喜欢肃王殿下，想和肃王殿下永远在一起。儿媳既不想被皇家踢出局，也想做些什么贡献站稳脚跟，所以儿媳决定用自己的心头血去试着治疗太子殿下。说真的有用，儿媳不敢求任何赏赐，只求父王不废了儿媳这肃王妃的身份，让儿媳可以一直侍奉肃王殿下。演技爆表的沈星洛说到此处，竟开始呜呜咽咽了起来。儿媳方才给皇祖母敬茶之时，皇祖母说了些儿媳身份卑微，配不上肃王殿下之类的话，儿媳听了甚是害怕，怕一冲喜成功就被踢出局。父皇您是知道的，儿媳的娘家容不下儿媳，若是再被皇家踢出局，儿媳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这往后余生会有多艰难。这个女人的这番说辞简直天衣无缝，陈述事实的同时，并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自己处心积虑地为自己谋划后路，这就很符合人之常情。他猜想到了父皇疑心重，所以在御前竟然实事求是的道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自己谋划后路，合情合理的同时，还把得罪他的人全都告了一状。在太后还是王后时，他没少被先皇母后敲打，所以这么多些年来，太后对他的每个儿媳孙媳都是冷嘲热讽的敲打。你不必往心里去，天子一言九鼎，你和肃王的婚事是朕亲自下旨赐的婚，加上向来不近女色的肃王都接纳了你，所以谁都剥夺不了你肃王妃的身份。你若能让太子的病情有所好转，朕也会重重有赏。岂料皇帝话音刚落，沈星洛竟然哭得更大声了。儿媳不敢欺瞒父皇，方才儿媳在给皇祖母敬茶时讲了几句嘴，儿媳知道错了，现在是又害怕又后悔。皇帝愣住，不是，他这出身是怎么敢的？罢了，朕方才已经说过，谁都剥夺不了你肃王妃的身份。达到目的的沈星洛表面上哭得更大声了。儿媳谢过父皇，父皇真是个好人呢，比儿媳的亲爹都好。贺云亭无语呀，他这一招硬刚了太后之后，又跑到御前直言不讳的认错求庇护的金蝉脱壳的手段，优秀的贺云亭头皮发麻。本就是因为头疼心烦气躁的皇帝，被他这既没有眼力见又心里没数的呜咽声哭得头更疼了，干脆大手一挥让他们退下。走出了御书房好一段距离，沈星洛忽然驻足，并一个转身勾住了贺云亭的脖子。王爷莫怕，我并非不分场合的随地大小便，方才在我向父皇
开口说那些话之前，是先仔细观察了一番的。父皇的御桌上放着2瓶丹药，说明他很信道家方术，加之他下旨冲洗，是能判断出父皇是有些迷信的，所以我才在他面前引出心头血治病这事儿。耳边幽香的热气给贺云婷带来了无限的养意。本王知道你绝不会无的放矢，根本不怕你会乱说话，即使你言行举止真的有不妥之处，本王也会给你兜底，所以你也无需如此小心谨慎。龙腾帝国虽然是这片大陆上国土面积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周边还有几个规模不大不小的藩邦国，他们每隔上3年2年便会联手骚扰我国边境。2年前狼烟四起，燕王毛遂自荐挂帅出征，结果不仅损兵折将，还弄丢了一座边关的城池，最后还是本王率军上战场，将那些个藩邦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在带兵打仗、排兵布阵上，无人能与本王相提并论。只要天下一天没有大一统，父皇就要倚仗本王一天。走吧，咱们先去东宫。进入东宫，贺云婷说明了来意之后，太子博远那死气沉沉的双眸重新燃起了希冀。沈星洛望闻问谢一番后，太子殿下这病的症状体现为失眠、食欲不振、气短、心慌、胸闷，还有左肩压榨式的疼痛等等。你这病属于心脏病。通过方才的望闻问切之后，我十分确定用我的心头血做药引，可以有效改善太子殿下的病症。所以肃王妃此番前来是愿意用心头血治疗姑吗？你一出生就被封为太子，龙腾国人人都知道你深受陛下偏爱。我是冲喜王妃，在今早去给皇祖母敬茶时，皇祖母说我的出身给肃王殿下当侧妃都不配，还说我不配喊他皇祖母。我很害怕呀，我因不想冲喜成功后被皇家踢出局，而主动提出了要为皇家做些贡献，从而保住肃王妃之位，所以我愿意用心头血来做药引医治太子殿下。肃王妃能让姑痊愈吗？你罹患心疾多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我只能明显改善，无法根治。贺博远虽然有点失望，但是更多的是激动万分。那就有劳肃王妃了。各取所需罢了。我可以用心头血做药引，改善太子殿下的病症，也希望太子殿下以后对肃王府多多关照一分。肃王殿下被人下毒暗害，差点命丧黄泉，其实喝了我的心头血挺了过来，也落下了气血两虚的病根，需要静养好久才能恢复。而我出身低微，给不了王爷任何助力，我们肃王府对任何人都够不上威胁的。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对肃王府再次下手了，希望太子殿下能够出手相助。那是自然，皇祖母的嘴向来恶毒，她其实也不是针对你，她只是平等的攻击每一个儿媳妇儿、孙媳妇儿罢了。你和皇帝是父皇赐婚，按理说你若没犯什么错误，这肃王妃之位是不会有变动的。理是这么个理，但我方才给皇祖母敬茶时，一个没忍住就犟了2句嘴，所以现在才特别害怕。你牛逼啊！姑那身为当朝丞相嫡女的太子妃去敬茶之时，被皇祖母说几句，都只能默默忍受。你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女，都敢和太后犟嘴？哎呀，你礼貌吗？谁家好人一开口就说别人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女的？我也不想啊，可是皇祖母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得到肃王一点宠爱都恃宠而骄，敢和太后犟嘴，由此可见这肃王妃也不是个聪明人。这肃王娶了这么一个既无家世又无脑子的女人做王妃，以后拿什么和我斗？我随便一个妾室的出身都比沈星洛好。太后说我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听听他骂的多难听啊，这搁谁不急眼啊。贺博远突然就想起肃王当婚的大晚，他安插在肃王府，那线人来报说那肃王妃有点疯病，本来他还是半信半疑的，觉得他是在演戏给肃王府里的线人看的，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个沈星洛他是真有点疯癫啊。虽然你犟嘴是不对，但是你情有可原。看吧，你高兴。皇祖母她的确太强势霸道了，她除了对她自己阵营的妍妃和燕王妃和颜悦色外，看谁都想讽刺几句。行了，事已至此，弟妹也无需太担心。你若真能明显改善姑的身体，若是皇祖母那边父皇闹起来，姑会和母后及旧家人为弟妹说话的。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那就多谢了。你让下人熬一碗参汤过来，我这就去偏殿放血。语毕，沈星洛晃了晃贺云婷的衣袖。那个，我怕疼，王爷陪我到偏殿取心头血好不好？只有王爷陪在我身边，我才不会怕。贺云婷非常自然地牵起沈星洛的手，向偏殿走去。肃王妃的身子只有本王能看，所有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偏殿，否则杀无赦。
老二，你是真没接触过女人啊！一个出身低微还有点疯病的冲喜王妃，竟然让你护成这样！凶名在外的肃王一开口，东宫的所有下人避之不及。偏殿内，沈星洛走到屏风的后面，他从空间里取出了一种有效改善心脏病的药剂，注入到白瓷瓶内。贺云婷瞥了一眼屏风，虽然他有些好奇他是怎么做到能治百病的，但是他若是不想主动说，他也不会问那么多。在偏殿待了1刻钟后，两人回到大殿，沈星洛将手中瓷瓶的血倒入下人已经备好的参汤里。这参汤搭配我的心头血的治疗方法，并非多多益善，每个月使用喝1次就行。有劳肃王妃了。贺伯远话音刚落，只见贺云婷将沈星洛横抱了起来。星洛方才放血遭罪了，本王抱你出宫，王兄不必起身相送了。言落，贺云婷大步离开。我也没打算起身送你们，真是没见过女人，第一个就当作是宝贝。贺云婷抱着他在公道上，引得无数的宫人纷纷侧目。沈星洛侧脸贴在他的胸膛上，感受到了贺云婷这明显快得不正常的频率。沈星洛突然就想逗逗他，他舌头欲出不出的舔了舔他的薄唇，并轻轻的咬了一口。王爷的心跳得真快，春晚不请王爷去表演开场敲鼓，我都不同意。一股灭顶的热意瞬间就窜遍了贺云婷全身，而逗弄完他的沈星洛却在他的怀中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贺云婷望着怀中浅浅而眠的美人，唇角微不可察地扬起了弧度。他是笑了，可是公道上来来往往的宫人们惊呆了，这鬼了！冷面杀神，他竟然会对着一个女人柔和的笑。经过贺云婷今天在宫里这一系列的言行举止，彻底被所有人打上了极度宠妻的标签，而这个效果正是贺云婷和沈星洛想要的。音乐高悬，沐浴完毕准备就寝的沈星洛看向贺云婷，陛下的身体不大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而且有不少时间不短的顽疾。照他这么个劳累法，加上他长年累月的服用丹药，顶破天也就能再活个3、4年。贺云婷怔愣一瞬，心中百转千回，连脉都没把，仅仅通过观察就得出此结论。王妃真是深藏不露，父皇常年暗毒劳神，他的嫡长子又自幼身体不好，太后的母族扶持他侄女的儿子燕王，当朝第一宠妃熹妃的娘家是开国功臣唐国公扶持景王，三方势力明争暗斗，不死不休。身为皇帝，不能让一家独大，所以父皇单单是平衡制约这三方势力，让他们不分伯仲就够头疼的了。更遑论还有那么多国事要理。王爷，你要做那个位置吗？生在帝王家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太子自幼身体羸弱，本王的旧家无法给本王带来助力。这些年不过是军功多了些，就有人害怕本王活着。我懂。那王爷查到对你下毒之人了吗？本王这么多年也暗中发展了不少势力，查起这个还是易如反掌的。既如此，那王爷大抵是准备复仇反击了。沈星洛并没有直接问下毒的幕后黑手是谁。我能感觉到王爷实力不凡，但王爷此番报仇雪恨，能不能不要摆在明面上？咱们肃王府反其道而行之，祸水东引，作弊上官，好不好？陛下没几年可活了，所以太子、景王、燕王这3巨头，这几年肯定会卯足劲儿，和所有可能阻碍他们大业的人明争暗斗的。我不想过着每天被多方势力算计，并随时被明枪暗箭的生活，又累又危险呀。所以王爷，咱明面上暂且就当作是查不到对你下毒之人，好不好？太子的身体一有所好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大展身手，以向陛下和他的旧家证明自己。你现在的人设是宠妻恋爱脑，而我是出身低微上不了台面的王妃，所以太子党、景王党和燕王党都会觉得咱们不足为患。贺云婷眼中尽是毫不遮掩的赞赏。好，因为本王的想法和你如出一辙，本王与他们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的确累了。本就打算趁这次装病退居幕后，祸水东引，毕竟钝刀子割肉才最疼。其实本王无心地位，就想在天下太平之时做个富贵闲散王爷，在狼烟四起之时带兵打仗，保家卫国。只是本王披着皇子的身份，就会被人容不下。我懂，既然咱俩都喜欢享受生活，那你说我若在他们三方斗得如火如荼，元气大伤，快分胜负的时候出手，为陛下延年益寿，让陛下轻轻松松再活个15、20年的，并让陛下自己继续治理国家。而3巨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的火拼了2、3年，损耗巨大，到头来皇位还是要由陛下继续坐上个15、20年。你说他们会不会气得吐血？那样岂不是很好玩？在贺云婷惊艳于他的腹黑时，沈星洛继续道：和王爷合作蛮愉快的，如此一来就不用每天过着睁眼怕被人惦记，闭眼怕被人祭奠的日子了，真好呀。嘿。
哎，对了，王爷，我明日要回趟娘家。那样的娘家无需回门。继母和妹妹虐待我多年，自然是回去报仇的。明日本王与你一同回，好让你在沈家横着走。唉，王爷大病初愈，身子本就虚弱，还需要多多休养，所以这种小事儿就不必麻烦王爷了。别的女子都是巴不得不管干什么都有夫君陪同撑腰，她是第一次见不想让夫君陪同的，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哦，我知道了，王爷之所以想陪我回娘家，其目的是不是想要继续在人前围着恋爱脑人设？没想到王爷入戏挺深的。那这样吧，明天早上我们当众吻别，堵住悠悠之口，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先睡为敬，王爷也早点睡，晚安，玛卡巴卡。吻别这两个字在贺云婷的心中仿佛是一片平静的湖面落入了一颗石子，激起了千层涟漪。好。贺云婷醒得极早，推门而出，两人执手相于步于府中。行至前厅，沈星洛在下人面前演了一会儿伉俪情深之后，便直奔主题。哎呀，王爷大病初愈，今日真的不必陪我一起回娘家了。我知道王爷娇宠我，但我也心疼王爷啊，毕竟王爷现在的身子还是需要好好静养的。言落，他附上了他性感的薄唇，打算蜻蜓点水一下演给所有人看。然而当他软糯的唇瓣附上来时，贺云婷身子猛地一抖，手臂圈住他的腰肢，将他紧紧禁锢在怀中。贺云婷撬开了他的樱桃唇，不断地掠夺他口中的呼吸。沈星洛愣了一下，谁能想到这冷面阎王这么会亲？而肃王府的所有下人神色震惊，天哪，这是他们能看的吗？直到两个人口中的氧气尽无，贺云婷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他的唇。王妃早点回来。晚上关上门再和王爷亲亲。贺云婷闻言眸光微颤，眼里闪过了一丝期待。而肃王府全体下人心里想着，原来肃王殿下是喜欢这种又癫又梦浪的。出了肃王府，沈星洛让车夫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沈家，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替原主讨回公道。到了沈家大门口，沈星洛直接开大：母亲，我回来看您了，您快到家门口迎接我一下呀。过了一会儿，沈星洛继续大喊：母亲怎么不到门口迎一下我呀？是又在为妹妹沈微微与男人私通鬼混打掩护吗？沈微微与那么多男人鬼混过，您就不怕她染上花柳病吗？母亲，您不能这么惯着她呀。哎呀，母亲，我今儿专程回来看看您，您倒是出来接一下我呀。此言一出，沈家大门口立即围满了百姓。真的假的？你那妹妹真的和很多男人私通鬼混过吗？景福伯府的嫡长子啊，昨天刚来沈家下过聘礼，沈微微不久之后可就要嫁到伯府当主母了。比珍珠还真。对于我那妹妹来说，与男人无谋苟合那是常规操作。每次妹妹要与男人翻云覆雨，母亲都会先把我锁到房间里，然后守在妹妹的屋外，不让任何人靠近。我没嫁人前不敢抖落这事儿，但我如今是肃王妃了，有什么不敢说的？劲爆，太劲爆了！这几天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了。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依旧是没有人出来相迎。在门府前小打小闹完的沈星洛，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了沈家。沈星洛进门之后，这消息很快就人传人的在坊间传开了。一进沈家，早已经等在门后的继母张婉之扯着他的衣袖就往里急走几步。你个贱人，在家门口胡说八道什么？你知不知道微微的名声被你三言两语搞臭了？微微可是马上就要嫁入伯府当主母的，你快出去澄清一下。只见沈星洛突然就抡圆了胳膊。哎呦，我现在可是肃王妃，你见到王妃为何不跪？不仅不跪，还敢大言不惭地骂王妃贱人，你这是不把肃王殿下放在眼里吗？沈星洛，你这个天煞孤星，别以为你顶着肃王妃的身份我就不敢打骂你。我可听说肃王身体亏空，谁知道那短命鬼的肃王能活几日？他死了，你肯定要殉葬。王妃回门你动手动脚，王妃说话你顶心顶肺，没尊没卑没大没小，不知死活。就你方才大不敬的话，若是传到肃王殿下耳中，那是要诛九族的。沈星洛，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天煞孤星，也只配给人冲洗陪葬。所以即使你嫁给了肃王，我今天也要像以往一样，打得你边磕头边求饶。只见沈星洛一个走位灵活的闪开，便一脚踹在了沈微微的后腰上。猝不及防的沈微微摔了个狗吃屎。院里的下人见状，刚要上前去拦住沈星洛，我看谁敢拦我！宫中人多口杂，心中更是藏不住任何稀罕事儿。想必昨日肃王殿下亲自抱我出宫的事儿，你们都略有耳闻吧？肃王他杀
杀人如麻，也并非空穴来风。我如今正得王爷娇宠，你们若是不想死九族，现在全部抱头到西南角跪着，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回头，否则……一众下人闻言皆被吓破了胆，他们整齐划一地跑向了西南角跪下。沈星洛借着宽袖取出了一枚淬了毒的衣针，并出手极快地将衣针扎入了张婉之的穴位中。你算个什么东西？不仅敢妄议当朝肃王殿下，还敢说保家卫国的当朝亲王是短命鬼？我看你是兽性吃砒霜，嫌自己命长啊！张婉之，你给我记住！穴位处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让张婉之抽搐不止。记住什么？你别管记住什么，反正你就是记住。正在张婉之风中凌乱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行了，你也别记住了，就你那脑黄，草履虫都能给你当班长。哼，你能记住个啥呀？那沈微微不仅早已与伯府的嫡子私相授受，无谋苟合，还与兵部侍郎的庶子不清不楚。之前他们卿卿我被我撞见，你们母女二人不仅不觉得羞耻，还有针扎我的嘴，威胁我不准说出去。你们这么多年如此苛待搓磨我，那么今日新仇旧账，咱们就一起算。说到这个，沈星洛心中轻叹一声，人家沈微微在待字闺中之时都脚踏2只船上高速了，而已婚的我还天天和肃王哥那儿晚安玛卡巴卡呢。张婉之和沈微微惊恐万分地望着沈星洛，你要做什么？唉，好吵。说罢，沈星洛眼疾手快地卸了他们的下巴，并将2粒药丸塞入了他们的口中。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开始呼救，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哼，涅槃重生的我今天就是来勾魂索命的，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还都只是开胃小菜。张婉之和沈微微看着如同索命判官的沈星洛，遍体发寒。此时此刻的他跟以前那个胆小懦弱任由他们母女2人欺负的沈星洛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不相干。小姐，夫人和2小姐是暂时说不了话了吗？这样也挺好，他们2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小姐听他们狂吠了10余年，今天小姐不听他们乱吠也挺好。丫头，大胆一点，不出意外的话，他们这辈子都说不了话了。而且他们的这辈子不出意外的话，就止步于今天了。直接毒哑了，这也太解气了。等等，小姐还想杀了他们，太解恨了吧？等一下我勾地也得砍他们几刀，以解这么多年的心头之恨。沈星洛揉揉刘云的脑袋，哎呀，今天早上出门前让你带的瓜子呢？刘云立刻将装着瓜子的锦带递给了沈星洛。丫头，他们2人这么些年没少打骂咱们，今天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暴打他们就现在。语罢，他便悠哉悠哉地嗑起了瓜子。小姐好霸气！刘云虽然不知道他家的小姐为什么就突然判若两人，但是他很喜欢他家小姐现在的样子。刘云二话不说，开始对已经被毒得动弹不得的母女2人拳打脚踢。1刻钟之后，哎呀，丫头，你从小到大跟着我一点福都没享过，天天不是跟着我挨打，就是跟着我挨骂，连顿饱饭都没吃过。不过咱们现在苦尽甘来了，肃王殿下有多宠我，你也看见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再被人欺辱了。小姐莫要这么想，奴婢跟着小姐不觉得苦。夫人在怀着小姐的时候，将奴婢从衙市里买来。奴婢5岁的时候，家里不到1岁的弟弟病得很重。夫人在得知奴婢家里的情况后，又额外给了奴婢20两银子，让奴婢送到家中给弟弟治病。夫人待奴婢很好，从未打骂过奴婢，还对奴婢家有救命之恩。而小姐即使再委屈，也从未打骂过奴婢，所以奴婢跟着小姐一点都不觉得苦。傻丫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以前他们母女是怎么对待咱们主仆2人的，今日咱们就怎么讨回来。说罢，沈星洛让刘云将张婉之和沈微微拖到后院的池塘。沈星洛一手一个将张婉之和沈微微的头按在了池塘里，等他们濒临死亡之时，又把他们给拉出来，反反复复，一如他们之前对原主和丫鬟刘云那般。许久之后，他将沈微微交给了刘云。多年的非打即骂和粗磨虐待，让刘云毫不含糊地将沈微微的头按在了水中。在张婉之和沈微微只剩下小半条命之时，沈星洛让刘云也停了手，并让刘云找来了一根棍子。沈星洛打算像他们不久前打死原主那样送他们上西天。就在这时，原主的生父沈毅匆匆赶来。
父亲这副要吃人的模样，是要兴师问罪吗？从我出生到现在，咱们父女俩还从来没有好好的坐在一起唠唠呢。因目前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不行，自古以来女子生孩子都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我母亲因生我难产而死，我也很难过。从小到大我也很自责，所以父亲对我心生怨怼，我也能理解。但你续弦的速度之快，可真令我瞠目结舌啊！我母亲前脚刚下葬，你后脚就娶了续弦夫人，你倒是难过几天再娶呀？怎么，父亲没了女人就真的没法活了吗？我娘死了，您都尚且如此，而我几次也险些死了，你却漠不关心。你本来对我还有几分父女情，直到后来继母请了个高僧，说我是天煞孤星，生来就带着浓烈煞气，谁亲近我都会厄运缠身。自此以后，你就对我避如瘟神。父亲可知，那所谓的高僧其实是继母花银子买通的。除此之外，继母和沈微微在你进宫当值不在家的时候，都会对我恶语相向，骂得极为难听。不仅如此，他们还让我趴在地上学狗叫，我若不叫，他们母女二人就动手狠狠打我；我若敢还嘴和反抗，他们二人就会打得更狠。从小到大，沈微微无数次把我的头摁进后院的池塘里，有几次恍惚间，我都感觉自己看见黑白无常了。他们母女二人简直把我当畜生看待。你身为一家之主，多多少少都会知晓一二的吧？但你置若罔闻，因为你真的把我当作瘟神看待。每每逢年过节，你和张婉之、沈微微合家欢乐，可有想过我和刘云在破败的小院里是多么难受？生病了是刘云照顾我，逢年过节是刘云陪着我，心灰意冷时是刘云宽慰我。你这个父亲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是只管自己爽了，其他重在参与吗？我听下人们说，当初是父亲对我娘那貌若天仙的容貌一见钟情，继而展开热烈追求。我外祖家是商贾出身，你虽然官品不高，但我外祖也很乐意将女儿嫁给你，毕竟商贾之女能嫁给朝廷官员是高攀。但你的朝三暮四真是让我开了眼了。你当初再爱我母亲，也抵不过新欢夫人的几句枕边风，继母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你对发妻的亲生女儿不管不顾。我在你这里可算是彻底看明白了，什么叫做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啊，为父会对你好一些的。一句过去就直接翻篇了，父亲还真是薄情寡义到令人发指。我话还没说完，你且给我继续听着。我长这么大，继母一件衣服都没给我做过，我从小到大穿的也都是沈微微的旧衣服，穿旧衣服都不算什么，吃剩饭剩菜在我这里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是来了结恩怨的。即使为父再怎么对不住你，也是给了你生命的，如今你也长大了，也该拿出孝心孝敬父亲了，怎么能对父亲说这般话呢？你怎能把你的继母和妹妹毒哑，还准备棒打他们？你快拿出解药给他们吃。孝心？你没事儿吧？真是下冰雹吃拉面，你怎么张得开嘴啊？父慈子孝，父不慈还想要子孝，你做梦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都没挑你的理，你却还挑我的理。沈毅，你还真是屋里挂葫芦，把自己当爷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按照规矩，你见我得行大礼。徒儿，父亲从小到大对你不闻不问，是为父对不住你，你要怪就怪为父吧，不要这样对待你妹妹。咱们家收了伯父的聘礼，她马上就要嫁入伯府当家主主母了，你快给她解药。沈星洛答非所问，主打一个各说各的。嗨，别看我活得这么惨，其实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张婉之可没少给你戴绿帽子，你这做御医的时不时就要被各宫小主喊去当值，所以张婉之的时间是很多的。在沈毅一脸复杂的望向张婉之之时，沈星洛再度开口，修正一点，我拿棍子不是要棒打他们，而是要送他们去地府。沈星洛，你敢？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竟要回娘家杀人！沈毅，你是怎么敢对王妃如此说话的？在沈毅看到突然出现的贺云亭时，孝王殿下饶命！你的夫人不仅说本王短命，还骂王妃是贱人。方才你那未出阁的女儿更是举着棍子，口不择言的辱骂王妃。你妻女今天大不敬的言行举止，可是要满门抄斩的。沈夫人，沈姑娘，本王没有冤枉你们吧？被毒哑了的张婉之和沈微微立即仆跪于地，开始磕头。沈夫人和沈姑娘好大的胆子，竟敢不回本王的话！哎呀，
王爷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故意不回王爷的话的，实在是他们二人说话比同龄人晚。王爷若真气不过，张家满门可以灭，沈家满门就不要灭了吧。你瞧瞧沈家那些抱头蹲在墙角的死气下人们，他们也怪无辜的。既如此，那他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更好，重新来过。说罢，贺云亭将沈星落护在身后，下刀迅且急。张婉之和沈微微身首异处。贺云亭一边用着锦帕擦拭着刀上的血迹，嗜血阴鸷地笑了一声：你们真是好福气，能死在本王的刀下。伏跪于地的沈毅被贺云亭的残暴吓得抖成了筛糠，跪在墙角的一众沈家下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王爷饶命！王爷饶命！王妃受过的虐待不能就这么接过了，来都来了，本王今天就血洗沈家。哼，你凶名在外，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啊。王爷饶命！王爷饶命！下官知错。王爷刀下留人，我有话要对沈毅说。言落，他面无表情地看向沈毅。你也看到了，我刚才为你的妻女说话了，现在也为你求情了。尽管结果差强人意，但你往后余生也得感恩戴德一辈子。你那是求情吗你？虽然你死了妻女，不过问题不大，只要你续弦够快，悲伤就追不上你。况且你在娶妻续弦这方面从来没慢过，我从不会怀疑你这方面的速度。当年母亲嫁入沈家，外祖父给了母亲丰厚的嫁妆和京都2间位置极佳的铺子，母亲就我一个孩子，东西自然全是留给我的，那些东西就该物归原主。我知道这些年你养你的妻女花掉了母亲的嫁妆，那么今日就用沈家全部家当偿还吧。虽然亏了点，但我也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不是，你亏啥了？既然你从小到大对我不闻不问，没有尽到一点做父亲的责任，那么从现在起，你我形同陌路，生而不养，罪大恶极。从你不顾儿女的意愿，拿儿女的婚事当做攀附权贵的筹码，以及用发妻的嫁妆养继室的行为上就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沈毅，你以后最好中午出门，因为你早晚死路上。语罢，沈星落看向贺云亭：王爷怎么来了？不是让王爷多多休息吗？来接王妃回家，王妃和本王回家。劳烦王爷安排人将沈家的库房全部搬空。哦，对了，连伯父给沈微微的聘礼都一个子儿不留，因为沈毅花掉我母亲的巨额嫁妆养他的妻女是要收利息的。贺云亭淡淡的说了个不是，直接搬空我的库房，你这跟抄家有什么区别呀？于贺云亭说完，沈星落转头看向刘云：丫头，敢杀人吗？拿着杀猪刀，把沈家这些年欺负过我们的那些下人通通送他们去见他们的太奶，然后让剩下那些没欺负过我们的下人到官府说明情况，让他们将张婉之和沈微微今日是如何诅咒王爷死，骂王妃贱，还大言不惭要打死王妃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官府，并让他们见到百姓就声情并茂的到处说，让大家都知道张婉之母女二人是多么的死有余辜，最后将他们母女二人的尸身丢到乱葬岗喂野狗。他们这样的人不配入土。奴婢敢！那些曾经欺负过小姐的恶奴死无足惜。贺云亭瞥了一眼若隐和幻影，安排影卫们协助刘云处理王妃方才交代的那些。若隐和幻影恭敬应道：是。曾经欺负过沈星落和刘云的几个下人，当即就吓尿了裤子。出了沈家，沈星落驻足闭眸：原主，作为我占用你身子的答谢，我替你报了仇。他们对你非打即骂多年，我让他们臭名远扬，死无葬身之地了。至于你那渣爹，以后每到你娘的忌日，我就让人剁他2根指头烧给你娘，直到把他折磨成人质，你且安息吧。马车内，贺云亭神色不明，他突然后怕了起来，他怕他会怕自己。本王方才杀人的样子，是否会让你心生惧意？我若说，即使王爷今日不来，我也会让他们母女死无葬身之地，王爷会不会因此觉得我是蛇蝎毒妇？彼此都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但彼此都从对方的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息。车内无人言语，一向话少的贺云亭却破天荒地找了个话题：沈毅真的被戴了绿帽子？这个天就非聊不可吗？沈微微脚踏2只船是真的，至于张婉之有没有野男人，那我不知道。虚无缥缈的事情，你说的跟真的似的。话题戛然而止，车厢内一时间又寂寥无声。马车行至半道，王爷将我放在街边就行。我身为王妃，嫁妆箱里都是些沈微微穿过后给我的旧衣服，没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和首饰，以后出门有损肃王府颜面。昨天陛下和皇后赏了我不少金银，今天我又搬空了沈家，所以我想四处逛逛，给自己添置点东西。本王同你一起去。还有，本王知道你的情况，早在前2天就已命人为你量身定制了50套华服。
没想到王爷入戏挺深啊，时时刻刻扮演着恋爱脑。贺云婷的面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要么不演，要么就演到极致。把车停在了京都最繁华的一条街上。沈星洛下车以后，进了一个叫做玲珑楼的金玉首饰店。当掌柜看到与他并肩而行的贺云婷时，哟，不知王爷突然大驾光临，有何吩咐？哦，所以这是王爷的铺子。是本王疏忽了，忘记派人来铺子里，让掌柜的将最好的头面给王妃送到府上。他这句疏忽了是发自内心的，他只想送她华服，怎么就没想过要送她头面呢？贺云婷随即话锋一转，赵掌柜，将铺子里最贵的几套头面撤柜，打包送到肃王府上。掌柜的立即脚下生风的去执行。谢谢王爷的礼物。语罢，他转身出了玲珑楼，去了街对面的醉桃花胭脂铺。当贺云婷踏入铺子里时，瞬间就吸引了屋内所有女子的目光。沈星洛扯了扯他衣袖，哎，这家铺子不是王爷的吧？不是。挑选了许多的胭脂水粉之后，沈星洛摸出了一张大面值的银票，贺云婷却一把抓住了他的小手。你是本王的妻，哪有让王妃付钱的道理？若影，以后王妃出门，你安排2个机灵的，保护王妃安全的同时，跟在身后随时结账。以后王妃在外的一切花销都由本王来出。胭脂铺内的所有人都流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就这样，挑了很多胭脂水粉的沈星洛，在无数道羡慕嫉妒的眼神中，准备转身离开。可是刚走到门口，一个窈窕少女就直奔贺云婷身旁。皇兄，真的是你呀！方才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哎，你怎么在胭脂铺子里呀？陪王妃逛逛。贺婉婉目瞪口呆，瞥了一眼沈星洛，你这宠喜王妃都是惯会勾人，姓勾的本公主这从来不近女色的皇兄，为了你冲撞皇祖母。婉婉不得无礼。皇兄，他到底有什么魔力呀？不仅让你当众下了皇祖母的面子，也哄得堂堂亲王放下身段陪他逛街啊！你我素不相识，一见面就整这死出，好，这么玩是吧？沈星洛迅速从原主的记忆里找有关于贺婉婉这个人，虽然原主从没见过，但是京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事迹。贺婉婉对户部尚书家的嫡长子裴玉是一见钟情，可是那裴玉又不喜欢他，但贺婉婉也不顾公主的高贵身份，疯狂的追求，整整攻略了1年。但是这活爹的进度条依旧是个0。你快闭嘴吧！别的公主金口玉言，你是真的招人嫌。胡同口卜卦算命的都没你话多，看把你没出息的，竟然对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死缠烂打1年。沈星洛，你一个出身低微的冲喜王妃，是怎么敢这样说本公主的？皇嫂如母，你妈我当然就说的。贺婉婉气急败坏，皇兄，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沈星洛也看着贺云婷，他倒是想看看他为了一个妹妹会如何来讨伐他。你皇嫂说的对，皇嫂如母，他就说的。贺婉婉气疯了，正当他准备再次发作时，却见沈星洛柔弱无骨地靠近着贺云婷的怀中。王爷对我真好，我好喜欢王爷。贺云婷明知道他这口中那句喜欢不过就是逢场作戏罢了，但是这心里面仍旧是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兴奋和甜意。就在他紧张的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的时候，沈星洛眨眼间换上了一副黯然神伤的柔弱模样。王爷，公主方才说我出身低微，弦外之音是嫌我配不上王爷呢。人家好伤心呢。主打一个你告状我也告，绝不忍气吞声，看谁更胜一筹。星洛，你是本王的王妃，也是这世间唯一配得上本王的人，所以本王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一句。婉婉，向你皇嫂道歉。不是，同样是告状，怎么就如此区别对待呀？他才嫁进肃王府几天，我可是跟在你屁股后面长大的妹妹呀。贺婉婉不情不愿地向沈星洛说了句对不起。对不起若是有用，还要王爷干嘛？赔我100两银子，这事儿才算接过。以后遇到辈分比你大的，别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给自己积点口德。皇兄，你看看他，仗着你的3分宠爱，就敢伸手向我要钱。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敲诈公主的。对呀，不然呢？我就是恃宠而骄，怎么了？我若只是一个不受宠的王妃，而不敢跟你正面刚，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是王爷的心尖宠，如果还继续忍气吞声，那就是有病。天下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贺婉婉恶狠狠地瞪着沈星洛。嗨，你别那样看着我，我也老大不小了。如果碰到讨厌的人再藏着掖着，而不直接开怼，
就太不礼貌了。就在贺婉婉气得深呼吸之时，贺云婷冰冷冷地吐出了几个字：婉婉，你记住，王妃她不是仗着本王的3分宠爱，她倚仗的是本王的10分宠爱。这个世界这么玄幻吗？你他妈肯定是被他下降头了。见贺云婷对沈星洛言听计从，贺婉婉也不敢造次。春桃赔王妃100两。若影，这100两你们影卫们拿去分了吧。他们今天帮着刘云在沈家又搬库房又清理战场的，辛苦了。若影怔愣一瞬，为主子披肝沥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可是王妃却说他们辛苦了，谁懂这3个字对于下人的杀伤力呀？他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也誓死追随王妃。沈星洛在 KO 了贺婉婉之后，转眸看向了一直跟在贺婉婉身旁的女子。自打他和贺婉婉进了这家铺子以后，他的视线就一直粘在贺云婷的身上，从没离开过。此时的沈星洛心中莫名其妙地生出了几分占有欲。王爷，我饿了，要吃糕点，王爷亲自去给我买。沈星洛这此时此刻一副有点吃味的模样，倒是让贺云婷莫名的愉悦。好，本王这就去给夫人买。沈星洛嗯了一声，率先就转身走出了铺子。贺云婷旋即抬脚跟上了走在前面的沈星洛。经过2人今天这一出，沈星洛的妖妃形象，贺云婷的宠妻人设彻底在坊间炸开了。马车内，沈星洛直接问道：皇室中有好几位公主，王爷与永乐公主的关系很好。她的母妃与本王的母妃是手帕之交，婉婉她从小到大也爱跟着本王，所以本王待她稍微亲近了一些。那今日和永乐公主一起逛街的那女子是谁啊？刑部尚书的嫡女楚梦瑶。那楚梦瑶看王爷的眼神热烈缱绻，一定是爱惨了王爷的。本王对她无感。是吗？那京都就多了一个伤心人喽。这厢贺婉婉对着结伴而行的楚梦瑶道：楚梦瑶，今天就先逛到这里吧，本公主去肃王府有要事。说罢，贺婉婉抬脚就要上马车，楚梦瑶则是紧紧地拽着贺婉婉的衣袖。公主殿下，臣女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肃王殿下的，你能不能看在臣女对您言听计从的份上，试着为臣女和肃王殿下制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你今天也亲眼看见了，皇兄对那个冲喜王妃宠爱有加，甚至为了她让本公主当众失了颜面。本公主现在先到肃王府摸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语罢，他上了马车向肃王府驶去。贺云婷和沈星洛刚回到肃王府，管家立即迎了上来。王爷，方才霓裳阁的掌柜将为王妃量身定制的50套华服尽数送到了府上。贺云婷摆了摆手，管家恭敬地退下。与此同时，贺婉婉小跑而来。皇兄等等我。何事？贺婉婉将抱在怀中的锦盒一股脑地塞给了贺云婷。听闻冲喜成功，但皇兄的身体气血两虚，依旧需要慢慢静养，所以我今日特意带了许多药材来看望皇兄。这些药材一部分是我从母妃那里拿的，一部分是我今天专门到仁和堂买的。语罢，贺婉婉目光如炬地看着沈星洛。皇嫂，开个班吧，我要好好学。这就跑到我这里取经来了，666啊！我的感觉果然没错，你他娘的果然是个老六啊！皇嫂才加入肃王府寥寥数日，就将我皇兄这种不近女色的千年冰块都给征服了。这说明啥？说明皇嫂内秀啊！请皇嫂教我几招，我一定要拿下那个裴玉。你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公主说笑了，我只是个出身低微的冲喜王妃而已。哎呀，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皇嫂，还请皇嫂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要与我一般见识呢。公主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不能扬，我觉得自己的这段感情还能再抢救一下。有意思，但我对你没意思。能短短几日拿下皇兄，皇嫂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让我来猜猜看，皇嫂身形曼妙，体态绰约，我猜皇嫂的舞姿一定是掌上飞燕的水平。说出来不怕皇嫂笑话，我听闻那裴玉酷爱乐舞，可我只擅长刺绣作画，乐舞偏偏是我的短板，所以我是诚心想向皇嫂学习一二的。无事可做，想找点乐子的沈星洛顿时玩心大起。没错，我的舞技的确登峰造极。我就知道，皇嫂快展示一小段，让我开开眼，顺便让我感受一下你我
之间的差距，并且学习你的武技，然后继续去勾引裴玉。那我就献丑了。语罢，沈星洛走到了院中央，先是摇了一个花手，然后就开嗓了：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不是，你管这叫登峰造极？你果然是撑不起我呀，还真是献丑了。贺云亭一捂脸，差点笑出声来。沈星洛则是无视众人的反应，在金碧辉煌的肃王府蹦起了迪。沈星洛自嗨了好一会儿以后，洋洋得意地看向了贺婉婉。怎么样，前所未见吧？你那心上人会喜欢这个调调吗？看在你是王爷妹妹的份上，你要是诚心学的话，我也可以教你。贺婉婉一副无了个大雨的表情。谁他娘的会诚心想学这玩意儿？你是咋好意思说教我的？我闭着眼睛跳的都比你好。你欣赏不来我的武技没关系，你不是说乐舞都是你的短板吗？这不是还有乐呢？跟我来，我弹琴给你听。贺婉婉一边半信半疑，一边鬼使神差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沈星洛总该有一技之长啊，不然皇兄爱他啥？总不能爱他穷，爱他闹，爱他跳舞想上吊吧？行至花厅，沈星洛伸出了艺术品一般的纤纤玉手，摆出了琴艺大师一般的动作和架势，然后难以言语的琴音撕破了空气，说难听都是抬举他了。他的舞都跳成那个鬼样子，我是怎么敢期待他的琴的？贺云亭看着把自己演得一无是处的沈星洛，眼角拉出了愉悦的弧度。肃王府的线人们是真的泪目了，因为太他娘的难听了。这奶奶的，肃王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沈星洛独奏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看向贺婉婉：怎么样，想学吗？哎呀，学啥学？我是真服了，我他妈用脚趾头弹的都比你好。哎，不是，你是怎么好意思丢人现眼的呢？他稳了稳心绪，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沈星洛一定是在演他。因为贺婉婉坚决不信君子六样样样都出类拔萃的贺云亭会喜欢如此一无是处的沈星洛啊。我喜欢看画本子，也听闻了不少红袖添香的故事。普天之下，没有哪个男子会不喜欢女子伴其左右红袖添香的浪漫。我皇兄酷爱读书，所以皇嫂是不是有柳絮之才，靠着红袖添香征服了皇兄？我倒是可以屈尊降贵的去为裴玉红袖添香。诗诗，皇嫂，你在红袖添香时有没有什么勾人的小技巧？王爷是威武的狮，镇山的虎，敏捷的豹，领头的羊，嗜血的鲨，凌厉的鸠，翱翔的鹰。而我胸无点墨，是害群的马，划水的鱼，看门的狗，进喉的鸡，缩头的龟，出头的鸟，退头的果，外加装饭的桶，墙头的草。所以啊，我这水平添不了一点香。玩呢，别的女子都恨不得把最好的词语往自己身上堆，哪有女子这般形容自己的呀？皇嫂有没有读过书啊？除了读过不少医书之外，没读过任何正经书。意料中的回答让贺云亭嘴角的弧度疯狂的上扬，他就喜欢看他在外人面前不按常理出牌颠儿颠儿的样子。不是，你娶了这么个玩意儿，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而无了个大雨的贺婉婉不信他是真的才疏学浅，我才不信呢。皇嫂来说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什么意思？把3个人狠狠暴打一顿，必定会有一个拜我为师。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我很喜欢钱，所以我把你的钱拿走是很有道理的。请皇嫂说说对心静自然凉的理解。沈星洛做出思考的样子。心静止不跳了，人自然也就凉了。不是，你思考了半天就说了个这，那温故而知新呢？温习学过的知识，发现和新的一样。怎么样，我解释的没错吧？他没接沈星洛的话，而是转头看向贺云亭。皇兄，这你都不合理吗？
此话一出，贺云亭瞬间变得冷厉。你该回宫了。你若再口无遮拦的冒犯本王的妻，以后就不必再来肃王府了。这种水平，你还如此的走心？看着贺婉婉那怀疑人生的模样，沈星洛自己又给自己补了一刀。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头，有长板有短板，那么所有人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都得惊叹呀，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呢？我准确无误的做到了，在所有短板一应俱全的同时，每一块都还短的那么歇斯底里。这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贺婉婉眼里充满了困惑，她是怎么做到如此普通却又非常自信的？看着贺云亭此时寒气逼人的模样，贺婉婉也只能乖乖的离开了。这皇兄虽然身体上是冲洗成功了，但是这脑子肯定冲洗毛病了。回主院的路上，沈星洛忍不住的夸赞：王爷，您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无时无刻都在扮演着恋爱脑，我真是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嘿，经我们两个这几天的完美配合，这共敌分敌的策略算是出战告捷，接下来就可以隔岸观火，以逸待劳了。到了主院，沈星洛看到50套流光溢彩的华服，言笑晏晏。不错不错，这每一套都价值不菲。这男人多金又大方，和他合作很愉快。晚膳过后，沈星洛喜滋滋的沐浴完毕之后，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楚梦瑶看贺云亭时那灼热爱恋的视线，突然他就很不爽。在贺云亭没几天可活的时候，是我救了他的命，如今他却被别的女人惦记着，咋的呀？我就喜欢干那种功成身退的活呗。就算我和他之间现在只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就算目前还不知道和他之间的合作何时结束，但在分道扬镳之前，他这事无其二的完美皮囊也得先让老娘采撷了再说，总不能自己救他一命，最后却便宜别的妖艳贱货，那我岂不是亏死？思及此，沈星洛他二话不说搭上了贺云亭的脉象表明他很行。王爷，你天人之姿，岂止贴着性情暴力杀人如麻的标签，京中女子对你趋之若鹜者也大有人在，你就真的从未喜欢过女人吗？从未。那王爷该不会真的是喜欢男人吧？本王没有那个癖好。既如此，明人不说暗话，我馋王爷的身子，想要王爷的身子，就今晚。贺云亭还在震惊中，沈星洛一个翻身就坐在了他的身上，并附上了他性感的薄唇，薄唇传来的温热酥麻感瞬间就麻痹了全身。沈星洛退了自己的亵衣之后，小手挑开了他的亵衣衣襟，贺云亭倏地抓住他的小手。本王身上伤疤无数，怕会吓到你。我在加入肃王府的当天就拔了你的上衣，看过了你的上身，那些伤疤是你保家卫国的英雄证明，每一条伤疤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功勋，没有你的浴血沙场，就没有龙腾帝国今日的四海升平，所以我不仅不怕，还觉得很带感。他的这几句话就好似一束暖阳，照进了贺云亭贫瘠荒芜的内心。燥热难耐的他很快就热烈回应，反守为攻。这话分两头，肃王府这边呢是春色满室，可是东宫、景王府还有燕王府的这3个主子却在这醉人的夜晚无了个大雨。那肃王妃真的就如你说的那般一无是处却不自知？千真万确呀，主子，就他那夺人性命一般的乐舞水平，还舔着个大脸问永乐公主要不要跟他学呢？还有他那对成语典故的解释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今天这事儿，肃王府前院的下人们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这肃王妃呀就是个空有绝色美貌的草包一个。还有那个永乐公主不过是实话实说的点评了一下肃王妃，竟惹得肃王当场就变了脸，还警告永乐公主若是再冒犯他的妻，以后不准再踏入肃王府半步。主子，这肃王常年不近女色，第一个女人就是个国色天香的，他被美色所惑，迷了心智也是正常的。挥退了些人之后，太子、景王、燕王最终他们都把心思和精力从贺云亭的身上转移到了对付其他政敌身上。而肃王府这边，贺云亭的难得实在是太好了，许是舍不得沈星洛疼，他全程都是温柔似水，可偏偏这种温柔却更加的让沈星洛欲仙欲死，一直到了天色大亮，两人才分开了。
我也记得帮我沐浴啊。贺云婷看了看床单上醒目的落红，顿时生出了一种此生无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待她熟睡之后，贺云婷轻柔地抱着沈星洛去了汉白玉池子为她沐浴。说出去谁敢相信啊？过去的一晚上，贺云婷是下面的那一个。为沈星洛沐浴完之后，轻柔地将他放至榻上。贺云婷拿着换下来的床单起身出了寝殿。一炷香后，她再次回到寝殿，不过此刻的她手里却多了一盒药膏。贺云婷压着内心的躁动给沈星洛上完药之后，她转身到汉白浴池内用冷水泡了许久，才又上榻抱住了沈星洛。某处持续的凉爽让沈星洛迷迷糊糊的睁开了朦胧的睡眼。他瞥了一眼床头的药膏盒子，王爷给我上药膏了。再温柔也持续了一整晚，星洛完璧之身肯定会颇感不适。况且本王后半夜其实并不温柔。沈星洛眉眼弯弯地靠在贺云婷的怀里继续补觉。待沈星洛睡熟后，贺云婷才小心翼翼地穿衣下榻，推门而出。她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打了个手势，隐在暗处的尹一立即现身跟上。书房内，贺云婷从暗格里取出了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匣子。尹一将匣子交给醉仙楼的掌柜，告诉他即刻联络肃王党的人，开始暗中行动。尹一拿起大桌上的匣子，随即身影一闪，消失不见。醉仙楼是京城规格最高的酒楼，是贺云婷情报据点之一。演了这么久的戏，也该先收一张小网了。星洛，你想背以肃王府这棵树乘凉，那本王这次就把水搅得浑一些。语罢，他将那张带着他落红的床单铺在了宽大的书桌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抹落红，跟个二傻子似的坐在那傻乐。那疯狂上扬的嘴角怎么压都压不下来。旋即，贺云婷对着床单就洋洋洒洒地做起了画。收了笔之后，他起身推门而出，整个人神清气爽，这嘴角还噙着着浓浓的笑意。我一直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王爷笑，可是自打王妃进府之后，王爷他从此有了表情，不再是始终如一的面无表情。你说咱们跟着王爷这么多年，王爷为什么从来没对我们笑过？因为你没有王妃那绝色盖世的美貌和袅袅婷婷的身材。有道理，你还别说，咱们王爷这如沐春风的笑容简直好看到让人移不开眼。别说女子看见了会心脏狂跳，这我看了也迷糊啊。你恶不恶心？死一边去。回到寝殿，依旧是兴奋不已的贺云婷毫无困意。她端坐在大桌前，开始在纸上作画，一连画上了几幅之后，才放下了画笔，轻手轻脚的上榻，珍而重之的搂着睡得香甜的沈星洛，就这么定定的望着他，目光缱绻痴迷。许久之后，才在他殷红的唇上印上了一吻。贺云婷眼中笑意更浓，搂着他不再有半分动作。话分两头，这厢楚梦瑶一大早在茶楼雅间约见贺婉婉。公主殿下昨日说是到肃王府看看情况，臣女为此一夜未眠。公主啊，那肃王妃除了样貌是无其二之外，可是有什么不得了的过人之处啊？放弃吧。公主殿下，您也有爱慕之人，知道这滋味有多难受，心若能自控，妖心有何用？臣女是真心爱慕肃王殿下的，臣女知道肃王殿下对肃王妃宠得紧，所以臣女也没敢想着能撼动王妃在殿下心中的位置。臣女爱慕肃王殿下多年，若是能给殿下当个侧妃，得他个3两句软语，就此生无憾了。求公主帮帮臣女吧。你我之间本就没有什么交集，正因为本公主与你同病相怜，而你又几次三番苦苦哀求本公主很久，本公主才会试着去帮你牵这根线的。但本公主今天明确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早点死心，早点放过自己。看着楚梦瑶这瞬间就梨花带雨的模样，大抵是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其实也不是二皇嫂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你太正常了，我皇兄都不喜欢正常的。你要不要听听啊？自己在说什么？贺婉婉起身又补充道，而且一般颠的他估计不喜欢，他只喜欢像皇嫂那样颠到极致的。我想二皇兄大概是喜欢猎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谁知道呢？也许裴玉不喜欢本公主，正是因为本公主优秀又正常。行了，你以后若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再来寻本公主了。语罢，贺婉婉带着贴身宫女离开了雅间。
楚梦瑶擦了擦眼泪，一脸的不甘和恶毒。沈星洛，你真是好手段呐！仅仅接触了永乐公主半日，就哄得公主不再与我往来。你一个6品小官家的妾女，凭什么得苏王殿下这般盛宠？我堂堂尚书府嫡女，若连你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妾女都斗不过，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待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暮色四合之时。王爷，我饿了，要吃饭。好。贺云亭有些难为情的将大手放在了沈星洛的腰间。王爷是还要来吗？可是我还没吃饭呢。星洛初尝人事，本王知道累着你了。哦，嘿，我以为你还要来呢。倒是我以小黄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又道：不过要是这么说的话，王爷应该比我累，毕竟卖力了一晚上的是你。贺云亭深呼吸一口，沈星洛这寥寥几句又让他的反应有点大。本王昨晚后半夜有点疯狂，想必星洛一定腰酸不已。本王是想给星洛揉揉腰。沈星洛讶然，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的一个外冷内热。那就多谢王爷了，我很喜欢王爷的风，毕竟有谁会不喜欢这个呀？贺云亭莫名的红了耳尖，见他耳尖血红，沈星洛突然就生出了几分想逗逗他的意思。的确是累得很了，我现在手不能提的，待会儿王爷给我布菜好不好？好。他轻柔地为他揉着腰，他舒服地眯着眼睛，如猫咪一般。见他一脸享受的小表情，贺云亭的唇角都不由自控地疯狂上扬，纠结再三，他问了一个令他害怕的问题：星洛，你是谁？来自哪里？你还会回去吗？沈星洛微愣一瞬，脑海中旋即将一切串联了起来。所以王爷早就对我有所察觉。我回门那天，王爷一直跟在我后面，并且看见了我将张婉之和沈微微所有之前的私人物品收入空间的操作，对吗？对，本王中的毒阴损刁酸，在你幸福之前本就没有多少天可活了，但你一出手就救活了本王，再到后来你随随便便就治好了这个时代任何医者都医不了的病，本王就心有疑虑的想了很多。进宫敬茶那天，你背后并无靠山，却敢让太后当众难堪，以本王对你的分析判断，你并非冲动无脑的人，你定是有出人意料的后手，才敢这般所作所为。直到回门那天，亲眼看到了你能让任何东西瞬间不翼而飞，本王才确定你不是他。思虑再三后，本王分析出你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王爷还真是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是一个来自25世纪的医毒双绝特种军医，在研究敌国向我军投放的生化病毒时，不幸被感染，不治身亡。我也叫沈星洛，这大概就是我穿越到这里的原因吧。一旦感染了这种生化病毒身亡，就必须得用高温焚烧尸体。25世纪的那个我已经灰飞烟灭，所以我十有八九是回不去了。听到他十有八九回不去的贺云亭不着痕迹的松了一口气。既然被他主动问起，沈星洛也没打算隐瞒，于是沈星洛小手一挥，带着他进入了自己的万能空间。我是军队最出色的特种军医，所以有一个集战略物资补给空间和最先进的医疗空间为一体的万能空间，就是王爷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只有我能随意自如的带人进出和存取物品。王爷你看，那边整齐排列的分别叫狙击枪、散弹枪、坦克、轰炸机等。王爷能10步之外取敌方将领首级，我也能千米之外一枪爆了敌方将领的头。这万能空间就是我明明无依无靠却敢和太后叫板的底气。不瞒你说啊，若是进宫敬茶那天王爷没站出来护我，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反正在我这里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宁愿同归于尽，也不要受一点委屈。无论是谁，若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大不了我直接引爆地球，然后大家一起死。就算在这个世界死了，无法再穿越也无所屌味，大不了就正常投胎，反正下辈子不一定是个啥呢。贺云亭惊诧，他说话总是这样的让人猝不及防。有这东西，星洛可以轻轻松松改朝换代。当皇帝太惨了，每天睁眼是正事，闭眼是正事，简直比996的牛马干的都多，太没人性了，我可当不了一点。本王其实也无心地位，只是敌国入侵我国边境，杀我百姓，本王不得不挂帅出征保卫国家。随着军功越来越多，父皇越来越倚重本王，终究还是让政敌坐立不安，痛下杀手。
手。本王与他们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也的确累了，天天不是提防这个，就是小心那个，神经没有一天不是绷紧的。其实此番被人投毒暗害后，本王就已经做好复仇计划，原本计划着在临死前一天大开杀戒，将那幕后黑手一起拉下马，没想到遇到了你。经此一遭，本王也打算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路线。沈星洛拿起一支针剂扎住自己体内。虽然我与王爷接触不过寥寥数日，但我能感觉到王爷绝不是泛泛之辈。单单凭王爷不过几日时间，就能判断出我不是原本的沈星洛。这可怕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没有几个人能企及的。你方才对自己干了什么？我方才给自己注射了第9代贝塔病毒，以后百毒不侵。王爷要注射吗？看在王爷昨晚卖力一晚的份上，我也可以给王爷注射一支。要。沈星洛干净利索的为贺云婷注射了一支。其实我那个时代也不好，虽然科技高度发达，但是生态环境极差，疾病的多样化和年轻化让从医人员越来越忙碌。我上辈子本来是个军医，但因为自己太优秀，除了在部队上岗之外，还时常被派到国家医药研发中心去，没日没夜的搞医学研发，真的太累了。所以这一世我要本着能力越小责任越小的理念好好享受。王爷，我们现在呢，一个气血两虚的病娇恋爱脑，一个出身低微且恃宠而骄疯癫女的人设组合，足以让任何一方势力不在我们身上浪费精力。咱们就木藏于林，水隐于海，看他们斗法吧。人人都说你高攀了本王，谁能料到其实是本王高攀了你？星洛，你会离开肃王府吗？府里若只有我一个女主人，我肯定不会离开啊。我之所以想留在肃王府，就是为了享清福的。王爷若再娶几个回来，3个女人一台戏，人均800个心眼子不说，每天不仅要查来查去，你争我斗，还要时时提防明枪暗箭，这和我这一世的生活理念不符。哎，王爷可别给我画饼啊！不管本王娶多少女人，那都是政治需要，在本王心中分量最重的那个人永远是你。我牙口不好，只吃专属软饭，吃不了一点大锅饼的。到时候王爷老板画的饼，侧妃贵妾同时给的瓜，自己带薪摸的鱼，太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我这么勤俭节约的人，过不了这么浪费奢侈的生活。贺云婷无语。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沈星洛也打算直接说个明白。王爷，我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我身为冲喜王妃，就没幻想过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王爷，抬人进府之日，就是你我合离之时。不过我离开的时候呢，王爷得给我一笔高额的费用补偿我，毕竟我这完璧之身可是给了你，况且我对王爷还有救命之恩。我的第一次也给了你啊，我的身子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星洛，本王只要你一个，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当然可以，王爷与我打配合打得多好呀，和王爷这种聪明人合作很愉快，所以我不会轻易挪窝的。封建王朝再有钱不如有点权，王爷是亲王，是最适合我乘凉的大树。听到他肯定的回答，贺云婷冷若冰霜的脸上如沐春风。星洛，你喜欢本王吗？挺喜欢你的身体和体力活的，王爷是真行，我后面都精疲力尽了，王爷依然生龙活虎，这年头找个活好的也不容易啊。星洛就单单只喜欢本王的身体，可那楚梦瑶盯着本王看的时候，本王分明从你脸上看到了吃味儿。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我们2个是夫妻，我都还没吃到的肉就被外人目不转睛的盯着，搁谁不有脾气啊？别说那楚梦瑶是盯着王爷看了，他那天就算是盯着那一盒糕点一直看，我都会不舒服。我的糕点我都还没吃一口呢，他却盯着我的东西看，并想咬上一口，他是哪位呀？他贺云婷微怔，他的妻先把自己比喻成肉，再把自己比喻成糕点。是星洛在原来的那个世界有喜欢的人，还是本王哪里不如别人？我上一世天天忙得脚不沾地，觉都睡不够，别说没时间谈恋爱了。说到这个呀，我就满心遗憾，因为我上辈子辛苦劳动赚的巨款都没时间花就嘎了。王爷知道生而为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人死了钱没花呀。所以我这辈子要及时享受，及时行乐。王爷很完美，要长相有地位，要钱财有身材，要难得有城府，尤其是那宽肩窄腰大长腿，带感得很。哥哥的腿呀，不是腿，塞纳湖畔的春水，多适合做走肾的搭档啊！即使未来某一天你往府里抬人，我离开之前也要把你推倒在床上，狠狠的吃饱喝足再走。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星洛，本王喜欢你，想与你共度余生，本王此生只要星洛一个。王爷这是扮伉俪情深入戏太深了。
爱情都是刚开始红着脸，结束时红着眼。王爷没接触过女人，所以现在对雪肤花貌的我是有那么点上头。别看王爷现在信誓旦旦，过不了几年就相看两生厌了，所以咱们还是只走肾不走心的好。不过呢，虽然纯爱打动不了我，但是纯金可以。王爷可以趁着对我上头的这段时间，用纯金来讨我开心的。本王不会相看两生厌，本王若认定了谁，会10年如一日。本王要的是你永远在身边。其实你只是喜欢本王的身体，不喜欢本王这个人。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灵魂、经历、性格、思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停变化。喜欢一个人不难，一直爱一个人太难了，何况你还是天皇贵胄。所以王爷，咱们不谈感情，哈。你就这么不相信本王？这是三妻四妾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不是吗？这世道本就允许男人见一个爱一个，所以初心不改，始终如一的爱一个女子，对男人来说太难了，何况你还是身份尊贵的亲王。贺云亭拥她入怀，誓言苍白无力，本王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本王是真的喜欢你。他堂堂亲王，竟然如此没有安全感。他想了想，好像有点明白他这么多年不近女色的原因了，因为他怕失去，而从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失去。我虽然不是男人，但也一言九鼎，说王爷只有我一个人，并真心待我，不算计我，我肯定不会离开。毕竟王爷很好用啊，这么高质量的男人简直千载难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万一下一个是秒男可咋办？下一个？哎呀，王爷，我好饿啊，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出了空间，用过晚膳，沈星洛坐在寝殿的大桌前，想看看他平时都看什么书呢。只见书桌正中间赫然放着几张画，画中的女子锦绣华服，娇艳四溢。此刻沈星洛看着画中的自己，就好像是照镜子似的，他看得入神，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多了一个人。等他感受到熟悉的冷香，转身回眸，便直直地撞入了贺云亭的明眸。王爷的画工登峰造极，星洛喜欢就好。沈星洛刚勾上他的脖子，余光便瞥见了他身后那书架上放着的长方形锦盒。他绕过贺云亭，拿起了锦盒。王爷，这里面放的是什么？贺云亭肉眼可见的变了脸色。画。见他并没有阻拦自己，沈星洛打开锦盒，并拿出了里面的画。画中是一个女子，一个美若天仙都形容不出她的美的女子。看着贺云亭的五官，与画中的女子有着7分相像。沈星洛知道了她的身份，她是贺云亭的生母，她那闭口不提的生母。将画卷卷了起来，放入锦盒，并放回了原位。做完这一切，沈星洛勾上了她的脖子。王爷，夜色很美，我们坐吧。沐浴过后的沈星洛面颊微粉，说不出的俏皮兼妩媚。贺云亭举目凝望着他，眼里的疼痛逐渐消散，热烈凶猛的吻当即照下，急切又缱绻。他扣住他的后脑勺，让他动弹不得，喘息着与他缠吻。王爷太行了，今晚就一次。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走过春风白衣着衫是一个浓，笑看他人折流，又是为谁相思愁，红尘蹉跎不如大梦随我西楼。2个时辰后，沈星洛软绵绵地趴在了贺云亭的怀中。在他快睡着之时，贺云亭蛊惑的嗓音在头顶响起：母妃是被父皇抢进宫的。那年母妃16岁，与一男子情投意合，外祖也十分看好那男子，并同意这门亲事，也收了那男子的聘礼。那男子是京东富商，本王，我的外祖家是皇上，两人门当户对。作为商人，要经常出门在外，所以母妃在出嫁前几天到灵隐寺为未婚夫求平安符，岂料遇到了微服私访的父皇。太子自出生就体弱多病，寻遍名医都束手无策，而皇后因为多病的太子常年累月的黯然伤神，所以那天父皇是到灵隐寺为太子拜佛诵经的。父皇对母妃一见钟情，当天就差人把母妃带进了宫，并当晚宠幸了她。外祖父知道此事后，立刻将聘礼尽数退还给了那男子。由于母妃太过美艳，父皇3日不早朝，更是连续2个月宿在母妃那里。
还封母妃为纯贵妃。母妃一时间宠冠6宫，即使父皇给了母妃无限宠幸，但是母妃对父皇从始至终都是冷冷淡淡的。父皇知道母妃心里还装着那男子，便派人杀了那男子一家。母妃得知那男子的死讯后，伤心欲绝，本打算一死了之，可偏偏这个时候怀了身孕。我出生后，父皇很开心，因为宫中一直都有不少孩子，要么胎死腹中，要么意外夭折。我是父皇的第2个皇子，所以父皇不仅大肆封赏了外族一家，还在学业上给我安排了最优秀的大儒。父皇本以为母妃生下了皇子之后就会回心转意，但是母妃不仅对父皇越发冷淡，还不喜欢我。在我的记忆里，母妃从没有抱过我，我也从没在母妃的眼里看到过母爱。直到7岁那年，我亲眼看着母妃在自己面前将一把匕首刺进了心口。临死前，母妃对我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说她虽然对不起我，但她也的确从未爱过我。父皇得知母妃的死讯后，大发雷霆，不仅褫夺了她贵妃的封号，还差点杀了外祖一家。因为与母妃的眉眼很像，所以自此以后，父皇也就再也没有关心过我。听出他声线里的颤抖，沈星洛蹭了蹭他的胸膛，打断了他。王爷，不说了，我们睡吧，好不好？贺云婷紧了紧怀中的人。好，方才累着星洛了，睡吧。其实我在上一世也是个弃女，我一出生就被遗弃。我的养父母在收养我3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全部的爱都给了他们的孩子。没想到死过一次重新来过，依旧不是爹疼娘爱的家庭。王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错，我们也是受害者，所以王爷你不必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贺云婷嗯了一声，只是搂着他的手臂愈发收紧，像是怕极了他会跑了一般。沈星洛第2天是被清醒的，既然贺云婷昨晚明确表示对他动了心，他自然也不会去拒绝他以后的各种示好。于是沈星洛与他缠吻了好大一会儿以后，轻轻地推开他。王爷，腰酸，给我揉腰。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虽然娇气不是他原本的性格，但是他在夫妻相处这块嘛，还是能增添无限的情趣的。星洛受累了。语罢，他熟练地为沈星洛揉起了腰。午膳过后，管家抱着账册、钥匙、印章，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沈星洛。这些账册呢，是王府各处产业的账册，这一串是王府各处库房的钥匙，这是印章。在管家还在不断的往外掏东西之时，被沈星洛制止了，并且他3言2语的就将管家打发走了。不是，我给你的可都是肃王府最重要的东西，我都还没掏完你就直接撵人了，这王妃还真是与众不同啊。管家走后，沈星洛瞥了一眼贺云婷。王爷，这是什么意思？贺云婷以为他是因为自己有所保留而不开心，于是牵着他的手回了房。星洛别误会，我不是防着你，管家方才给你的那些是整个肃王府的，封地上的那些账目不是我不放心交给你，而是怕你累着。我知道你喜欢享受，而封地上的那些账目涉及封地税收，管理起来会费些心思，一直都由王府专门的属官在负责。若是星洛想管，我明天就差人将封地账目也送到你手中。再者，我有不少暗产，这些收益不能过肃王府的明账，也有专门的人在管。星洛若是也想接管，我都让你管。哼，王爷，我不过是睡了你几回，你却想让我当牛马？将全部的家当交给他来管，他不是应当10分感动万分高兴才对吗？星洛昨晚不是说纯爱打动不了你，但纯金可以吗？所以我今天就将全部身家交到星洛手里。肃王府的库房里金银珠宝、古董字画应有尽有，都是这些年立军功父皇赏的。我把这些交到星洛手里，就是让星洛随便挥霍的，即使全部造完了也没事，我那些暗产也赚不少。沈星洛心头一暖，他竟然将自己的每句话都当了真，并放到了心上。可是人家只想要钱，不想管家。王府后院就我一个女人，那些下人们只用伺候好我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一切照旧吧。管家这么多年不是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吗？我既不想操那个心，也不想抢了人家的活。依星洛的，
吃饱喝足的沈星洛刚准备午休，贺婉婉再次找来。星洛这2天累着了，我这就去将他打发走，让他过几天再来。来都来了，去看看他，找我干什么？当姗姗来迟的沈星洛出现在会客厅时，贺婉婉立刻上前。可算见到皇嫂了，找我何事？皇嫂，这是我一大早亲自去飘香斋里买的糕点，和皇兄那天买的一样。公主有话直说。恕我直言，我觉得我样样都比皇嫂好，可那裴玉怎么就不喜欢我呢？皇嫂都能拿下这冰山皇兄，快给我也支2招呗！不是你帮别的女子谋我的男人，我还要帮着你追你的心上人，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皇嫂，你听我解释啊，是那楚梦瑶上赶着接近讨好我的，我说话不好听，加上疯狂倒追裴玉1年，心中的高门贵女都对我避而远之，其他人都讨厌我，只有楚梦瑶肯往我身边凑，所以我才……听到这里，沈星洛毫不藏私的向他传授了人生真谛。嗨，多大点事儿啊！一个人不喜欢你，那是他的问题；一群人不喜欢你，那是他们串通好的。所以能怨别人的，坚决不要怨自己，少精神内耗责备自己，多发疯发癫骂他人。皇嫂是太与众不同了，你先等我一下，我掏出本子记下来。贺婉婉掏出本子，开始飞快地记录着。一旁的贺云婷扶额，怎么还记上？准备贯彻落实吗？贺婉婉继续道：加上楚梦瑶也是单相思，本着同病相怜的想法，我才会想着试着帮他牵线的。但是自从我前天亲眼目睹了皇兄有多娇宠皇嫂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想法和打算了。昨天那楚梦瑶来找我，我也跟他明确说了，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公主不和楚梦瑶那多才多艺的高门贵女一起玩，怎么会想和我这小门小户的草包一起玩？不瞒你说，一般颠的我会避之不及，但是像皇嫂这般颠的，我想多多接触，因为还怪有趣的。贺云婷无语，别的公主都是高岭之花，你真是一朵大奇葩呀！而且我总觉得楚梦瑶不似外表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我性子直率，喜欢和光明磊落的人玩，而皇嫂说话不过大脑，肯定没什么心急城府。你个缺心眼的还嫌你皇嫂没城府，她把你吃了都不吐骨头。恕我直言，皇嫂是怎么做到明明样样都拿不上台面，却又迷之自信的呢？我回去想了一宿都没想明白。昨天来找皇嫂，却被二皇兄拒之门外，所以今天再来找皇嫂取经，能让我皇兄沉沦疯狂。皇嫂一定有秘籍，还请皇嫂不吝赐教，因为我是真的很爱那个裴玉。你礼貌吗？你是怎么活这么大的？为什么女子都要活成一个模样，都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就是要做那清流界的一股污水，我就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怎么了？贺云婷心想，他的妻太可爱了。皇嫂，你是认真的吗？你说你很爱那裴玉，来，你现在来回答我3个问题：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变成丑八怪之间，你选哪个？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身患顽疾活不到下个月之间，你选哪个？在裴玉不爱你和让你下半辈子变成穷光蛋之间，你又选哪个？是不是都选裴玉不爱你？所以裴玉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根本没有，对吧？是不是好像挺难过，又好像没那么难过，对吧？你看，换个角度看待问题，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不要老纠结男人爱不爱你，对待男人你应该本着猪八戒摔耙子我还不伺候你这猴子了的心态。姐妹记住，咱们只为钱财夜不能寐，不能为男人流一滴眼泪，别再想着取悦男人了，风吹10里不如取悦自己，风吹哪页读哪页，哪页难读撕哪页，拒绝精神内耗，从爱自己开始。夫人太过清醒，自己还得努力，不得已之时还要以色诱之。虽离谱，但好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啊？贺婉婉仔细地复盘了沈星洛方才的那段话，瞬间茅塞顿开。皇嫂果然是个怪胎，另辟蹊径。你等一下，我先拿本子记下。原来皇兄喜欢与众不同这一款的，以后我就跟着皇嫂领悟新的人生。上一边玩去。见沈星洛转身离开，贺婉婉提步跟上。皇嫂方才说只为钱财夜不能寐，皇嫂很缺钱吗？是活物都现实，人手里要不攥把糠，你着急急都不来。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相公妻子还割到手呢。据我所知，你每个月的俸银不过才30两银子，怎么，你很有钱吗？啊，皇兄对皇嫂不是万般宠爱吗？皇兄没有把王府钟馗交给皇嫂吗？交了，但我没要，因为我只想花钱，不想处理事务和操心。各大世家里每个女人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拿到家中的钟馗，皇嫂竟然不屑一顾，我去，奇葩呀！哎呀，你个奇葩中的巨无霸，还好意思说我奇葩？与此同时，宫里来人了。若隐从太监的手中接过了一堆奏折，沈星洛笑意盈盈地看向贺云亭。宫里又送折子来了，王爷快去处理政务吧，我和公主在府里逛逛。兵分两路后，沈星洛和贺婉婉行至王府后花园。哎呀，看在你是王爷妹妹的份上，我就多几句嘴。在有关裴玉的问题上呢，你得这么想，这我不喜欢的人一定不是好人，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好人？既然他不是好人，你就早日放下吧。哎呀，你出生在那样的家庭，看的就是开呀！后花园内正中间有一大湖，湖边杨柳依依。沈星洛突然就想泛一叶扁舟，有湖吗？啊，有。好，你划船。啊？哦，贺婉婉忍不住问：我皇兄君子六艺，出类拔萃，往后余生，皇嫂就真的打算只知道吃喝玩乐，一点都不准备上进吗？唉，为什么要积极进取啊？当然是为了成就最好的自己啊！坐累了的沈星洛索性直接躺在了小舟上。于我而言，现在在肃王府无忧无虑的吃喝玩乐的我，就是最好的我。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坦。这世间哪里有终其一生爱一个人的男人呢？所以皇嫂不打算好好的学习琴棋书画，为以后争宠孤宠用吗？哎，太拼搏进去了，学不了一点，你怎么净说些想让人去死的话呀？无视贺婉婉的无语，沈星洛继续道：至于在男女感情方面，我有自己的理解。咱们有实力的女子，不要同流合污的走媚男路线，要拿得起放得下，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恕我直言，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东看西看，硬是没看出来皇嫂到底有啥实力。我再不济，不是也出生在医药世家吗？若真的出去闯荡，我这妙手回春的医术可是能挣到不少钱呢。可是皇嫂，对男人而言，女子会琴棋书画，可比会医术更让他们动心呢。真不知道皇兄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的女子。行至湖心，沈星洛折了一片荷叶盖在脸上。哎呀，但是王爷偏偏对我上瘾，这叫什么？这叫我虽然不正常，但王爷也瞎呀。哎，行了，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哇，他还真的是做到了人不好我，我不好人哦。可是他真的好鲜活，和高门贵女完全不一样。原来一个人也可以这样肆意的活。悠哉的在小船上躺了一会儿，沈星洛开了口：关于肃王的生母，你了解的多吗？我的母妃和二皇兄的母妃呢，是手帕之交，当然很了解啊。难不成皇兄他向你说起了纯贵妃？纯贵妃对他而言是禁忌，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的，他却愿意和你说起。看来皇兄真的是爱你入骨啊！展开说说。父皇和皇后少年夫妻，感情也很好。那时皇后还是太子妃，东宫虽然除了太子妃之外，还有良娣、良媛什么的，但是太子妃没顺利生出孩子之前，东宫的所有女子都要喝避子汤的。父皇登基不久，太子就出生了，但太子体弱多病的体质，上帝后的感情逐渐有了裂痕。后来父皇在皇后宫中留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后宫得宠的女子多了，怀孕的也就多了。只是那些怀孕的妃嫔，流产的流产，早夭的早夭，能平安无事活着的都是公主。这么一来，皇后的嫌疑最大。不管这其中有多少真的是皇后做的，又有多少是妃嫔栽赃给皇后的，都让父皇对皇后离了心。帝后离心离德期间，父皇到灵隐寺遇到了纯贵妃，父皇对这惊为天人的纯贵妃一见倾心，不仅让一直勤政的父皇罢朝3日，更是在他入宫的10日被封了贵妃。你想想啊，一个商女出身能在10日内坐上贵妃的宝座，是多大的恩宠啊！即使纯贵妃一点热情都没有给过父皇，但架不住父皇上赶着热情似火，这大概就是美人有毒吧。后宫呢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纯贵妃有孕后，父皇为了避免腹中胎儿有任何意外，整个孕期都派暗龙卫严防死守纯贵妃的寝宫，在吃穿用度上更是谨小慎
身为二皇兄出生后，父皇大喜，父皇为此大赦天下。即使纯贵妃对父皇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但这并不妨碍父皇对二皇兄的喜爱。而那时年幼的二皇兄以为纯贵妃不喜欢他，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为了得到生母的喜爱和认可，二皇兄拼命的学文又学武。直到二皇兄7岁那年，纯贵妃选择了自尽。自那天开始，二皇兄的人生急转直下。父皇不仅当天就褫夺了纯贵妃的封号，还当天封二皇兄为肃王，让他从此与皇位无缘。不仅如此，父皇震怒之下还差点杀了二皇兄外祖一家，是二皇兄把头都磕破了才阻止了父皇。可也是从那天开始，父皇对二皇兄的爱瞬间消失的荡然无存，从此对他也不闻不问。沈星洛听完，心中五味杂陈。喝完碗离开以后，沈星洛去书房找贺云亭。星洛怎么来了？沈星洛走到他的跟前，嘿，闲来无事，来看看王爷这张帅脸。贺云亭长臂轻轻一拉，将沈星洛拉入怀中。离得近一点才能看清楚，我坐着不动，让星洛看个够。哎呀，果然是天人之子，我很吃王爷的颜，对王爷的体力也很满意。贺云亭俯身附上了他的唇，沈星洛也没推辞，他喜欢贺云亭的身体，就不会欲拒还迎，惺惺作态。与此同时，恭立在殿外的刘云看到外出办事回来的若隐，刘云想起他家小姐成婚的第二天，若隐就抱着草席过来，准备给他家小姐收尸的场面，气就不打一处来。听到房内啧啧啧的接吻声，刘云小跑上前，若隐，王爷方才吩咐奴婢，若是见你外出办事回来，让你去找一下他。若隐这钢铁直男不疑有他，脚下生风的推门而入，正撞见贺云亭和沈星洛正吻得难舍难分。王爷您找属下滚。是。落荒而逃的若隐怒气冲冲地跑到刘云面前，你竟然敢骗我啊！王爷没有要找你吗？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语罢，他抬头望向天空，不再理他。若隐有苦说不出啊。不一会儿，幻影步履匆匆地推门而入，被贺云亭吻得一脸享受的沈星洛轻轻地推开他。王爷，有人来了。再一次被人打扰，贺云亭的眼神好似一条条冰凌扎在了幻影的身上，幻影即刻单膝跪地。属下刚刚按照王爷的吩咐将事情办妥后，就立即进来复命。对不起王爷，属下以为王妃这会儿还在后花园与公主游湖了，实在不是有意打扰王爷和王妃，属下这就滚。先别走啊，找你有事儿呢。幻影大为震惊，你们亲嘴，有我什么事啊？你方才说复命，复什么命？回王妃的话，王爷方才让属下将一箱金锭搬到寝殿。呀，王爷真的准备用纯金打动我呢？居你所喜，避你所恶。一箱金元宝，那是多少呀？1000两黄金。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给星洛一箱金锭，平时星洛出门在外的一切花销我另出。哇，王爷这么有钱呐！王爷15岁挂帅出征，征战多年，立下无数军功，得到陛下不少赏赐，加上庄子、店铺和封地的收益和税收，每年都有不少钱。别的皇子妻妾成群开销大，而我们王爷孑然一身多年，不上战场的时候更是深居简出，可是攒了很多钱呢。王妃是没去萧王府的库房里看过，里面金银财帛、古董字画多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您是真的命好，遇到王爷这般后宅干净且有钱有权的夫君。王妃别看陛下面上挺偏心那太子的，其实在陛下心中对王爷的喜爱可比起太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我们王爷可是众多皇子中最优秀的，陛下除了让王爷挂帅出征御敌之外再无人选。而且每次王爷旗开得胜，陛下都会赏赐给王爷无数金银财帛。若是陛下心中真的不喜欢王爷，每次赏赐点到为止就行，怎么回回如此大手笔的赏赐呢？再说说这萧王府，王妃知道为何这萧王府如此金碧辉煌吗？那是王爷第一次挂帅出征时，陛下派内务府来专门设计改造的。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萧王府的舒适度比起东宫不遑多让。而且我们影卫也是陛下派给王爷的，陛下培养的人可都是最优秀的。属下和若隐自王爷3岁起就跟着王爷，那时我和影若10岁，当时影卫只有15人，后来王爷不断的招揽奇人异士，影卫逐渐发展到了今天的52人。王妃，属下跟您讲，滚出去！你话真密，密到本王想和夫人说句话都插不上嘴。是。哎呀，我的男人不仅在床上厉害，在战场上也用兵如神呢。若是没有我男人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这龙腾帝国迟早得散呢。怪不得我男人明明凶名在外，却依旧让不少闺中女子倾慕。他的几句我的男人听得贺云亭腰腹一紧，一把将他扯入怀中，并低头附上了他的樱桃唇。我今天用纯金打动星洛了吗？打
动了，打动了，谁会不喜欢金子呀？那星落有没有对我动心？哪怕只是一点点？没有，我铁石心肠，王爷还需再接再厉呢。我会再接再厉的。语毕，他又吻上了她的粉唇，两人越吻越烈，气氛旖旎之时，沈星洛轻轻地推开了他。不亲了，不亲了，我想去看看店外那绝望的若隐。贺云婷一脸的意犹未尽，但是他还是帮沈星洛理了理发饰。片刻之后，贺云婷黑着脸从店内出来，他望着若隐，连续1周，每日加练2个时辰。是。沈星洛笑意盈盈的从屋内走了出来，对着刘云摆了摆手。刘云小跑上前，小姐。知道若隐定是被刘云坑了的沈星洛笑得格外明媚。哎呀，我的丫头呀，累了一天了，这边没什么事了吧？快回房歇着吧。对了，自明日起，你去跟着府医学医术，自己有个一技之长之外，以后还能帮到我。在主院伺候的活儿，就先让府里的其他下人来。小姐，奴婢不累。你这丫头跟着我在沈家那样的环境里，一天福都没享过不说，还遭了不少罪。以后我的刘云苦尽甘来了，谁也不能欺负半分。你想吃什么，到厨房让厨子做给你吃，吃完回房歇着吧。听话，小姐就你这么一个贴身丫头，以后用到你的地方还多着呢。刘云感动的当即就捂着脸嚎啕大哭，一旁的若隐也泪目了。同样是下人，怎么就天壤之别？对上目光如刀的贺云婷，若隐慌不择路的跑去练武场训练去了。晚膳过后，沈星洛闲逛在练武场，只见若隐举着大刀，正在挥舞着招式。哎，若隐，你这刀不错呀，一看就不是凡品。回王妃的话，它叫血影刀，是王爷赏赐的，属下从不离身。哦，来，让我耍2下。这是王爷赏赐，属下把她当成妻子看待。王妃这柔弱无骨、手不能提的，还是别。哦，那让我耍耍你的妻子。你礼貌吗？虽然极其的不情愿，也只能毕恭毕敬的将血影刀递上。好沉呐喂！于是他一把又将血影刀放在了若隐的手中。你这妻子有点肥啊！若隐倏地握紧拳头，一瞬间想的是砍死王妃以后怎么逃出升天。回了房，无所事事的沈星洛在偌大的寝殿内随心所欲地走着，端坐在椅子上的贺云婷目光灼灼地望着他。笑是笑得差不多了，我先去沐浴了，等会儿我有话对王爷说。贺云婷望着沈星洛婀娜多姿的背影，勾了勾唇。她喜欢看他怼人发癫的样子，喜欢看他慵懒随意的姿态，更喜欢看他对自己滔滔不绝的样子。这是他从不曾拥有的鲜活。沐浴过后，沈星洛走上前，贺云婷正在作画，画上的是他。王爷很喜欢看书作画。在被人投毒暗害之前，我每天下了朝就到演武场练至中午。现在要装病，空闲的时间就用读书作画来打发。贺婉婉说：“王爷君子6艺，出类拔萃，改天王爷弹琴给我听。”好。贺云婷起身去了浴室，沈星洛则闭目养神。就在他昏昏欲睡之时，星洛，沈星洛睁开水眸，面前的男人面容俊艳，衣衫松松微长，健硕的胸肌若隐若现，半披的乌发还沾着一丝水汽。哎呀，王爷这露的这么多，是在诱惑我？既然星洛喜欢我的身子，那我就充分利用。谁能想到啊，传闻中杀人如麻的肃王殿下竟然会用色相勾引女子，这对外人的冲击力不亚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沈星洛一边说，一边用指尖敲开了他系了一半的衣襟。我呢，有件事儿要与王爷说。我前几天回沈家时，不是把原主母亲的陪嫁铺子要回来了吗？明天我打算到铺子里看看，顺便到街上采买些物品，走个亲戚。因为原主能活这么大，全靠舅家时常接济，所以过2天我想带点礼物去舅家看看。好，本王我与你一同去。王爷当初中的毒极其猛烈，对身体损害也是蛮大的，所以还是在家多养养的好。女子爱逛，明天上街巡视铺子和采买，王爷就不要去了，我带着刘云就行。等我到舅家看望的时候，王爷再和我一起。贺云婷捉起他纤细的皓腕，放在薄唇边，落下温热的一吻。都依星洛的，我明日让若隐和幻影护你周全，为你结账。沈星洛伸出玉指去摸男人颜色辉丽的唇。既然王爷豁出脸面又男色幼稚，我若是不上钩，岂不是要让王爷用一次勇敢的尝试换来一辈子的内向？况且我可不是什么经得起诱惑的好东西。王爷这冷玉般的身体甚是迷人，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快点共赴巫山吧。贺云婷声音暗哑，与他耳鬓厮磨，他的亲吻实在是太过于美轮美奂，
还深情且炙热，令他瞬间失去了招架之力。一吻毕，沈星洛勾着他的脖子，灿然一笑。王爷白天的时候不是说以后会再接再厉，做得更好吗？那王爷就屈尊降贵一下，以后在我面前再也不要用本王自称了。好，我已经在改了，只不过偶尔还会习惯成自然的开口就是本王，不过不会再有下次了。好的好的，只要王爷肯屈尊降贵，以后在我面前就有屈不完的尊，降不完的贵。我乐在其中。语罢，贺云婷动情地吻着他，越发亢奋起来。星洛，我们要个孩子吧？你可以把手腕上那细小的手环摘了吗？王爷的明察秋毫和分析能力真是吓人呢！这么不起眼的手环都能被你察觉到，并且猜出它的作用。以我对星洛的分析了解，星洛在爱上一个男人之前是不会与他生孩子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前些日子星洛将我推倒在榻上之后，凭空变出的那个细小手环。我猜想那手环是婢子的。不宅，王爷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是别人都在玩，就我有了孩子。就算有了孩子也不用你带啊，说到底还是不爱。他无奈轻叹了一声，直接托起了他的腰肢，将他放在了大桌上。我坚信终有一天星洛会爱上我，并摘下婢子手环的。语罢，他俯身径直含住了殷红的唇瓣，辗转展吻许久，进而一路向下，然后天色大亮，累狠了的沈星洛枕着他的手臂睡了过去。翌日早朝之上，御史大夫弹劾景王贪没军饷，数额高达几千万银两，并且呈上了物证。皇帝可以不怕失去民心，但没有不怕失去军心的，毕竟有权才有话语权。所以皇帝当朝就停了景王的俸禄，并将他禁足在了景王府。睡醒后得知此事的沈星洛笑若桃花地看向贺云婷。王爷，景王被弹劾落得此下场，是出自你的手笔吧？他就是向你投毒的幕后主使，对吗？贺云婷毫不遮掩眸中的赞赏，并轻车熟路地给他揉着腰。星洛果然玲珑剔透，虽然这铁证是出自我手，但我却祸水东引，将矛头引向了太子和燕王那边。这只是开胃小菜，我之所以没把景王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是想把水搅得更浑一些。他们三方马上就要为此事斗得天昏地暗了。王爷真是心智如妖，腹黑如狐，城府比18层地狱都深呢。星洛比起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刚推门而入，恰好就看到贺云婷一边笑着灿烂，一边给沈星洛揉着腰的若隐，一副被雷劈的模样。谁允许你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寝殿的？若隐神情茫然了片刻，在王妃入府之前，隐卫们若有事汇报，不都是这样吗？属下该死，再不会有第二次。禀王妃，看门的府兵方才前来通传，说是有位叫钟芊芊的女子来找王妃，她自称是王妃的表姐。那还等什么？快请表姐到前厅，便好茶招待。若隐看向贺云婷，王爷，王什么王？没听到王妃方才所言。好，我嘴贱，我就多余问。本以为你说自己剧内是演的，没想到是真剧内啊。好，以后我只听王妃的准没错。退出寝殿的若隐久久不能平静，幻影见他这副鬼样子，问道：你什么情况？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王爷竟然小心翼翼地给王妃揉腰，手法娴熟，一看就是熟练工。幻影脑补了一下主子一脸谄媚的为王妃揉腰的画面，太他妈的惊悚了吧！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屋内，沈星洛看向贺云婷，王爷，既然我占用了人家的身体，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原主从小被继母搓磨，若不是舅家时常接济他，估计早就死了。所以我得替原主感恩舅家和经常来给他送食物的钟芊芊。我同你一起去。钟芊芊在看到款款走来的沈星洛，满心的欢喜，但是在他看到与沈星洛同行的贺云婷后，目光闪躲，惧意横生。民女拜见肃王殿下，拜见肃王妃。沈星洛亲昵的上前牵住了钟芊芊的手。表姐快起身，你待我如同亲姐妹，以后无需行大礼，也不要叫我王妃，一如既往的叫我星洛就好。王妃，星洛，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声，我再有7天就出嫁了，嫁给荣安伯府的嫡子杜奕川。见贺云婷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气，吓得钟芊芊直打颤。表姐莫怕，其实夫君他并不似传闻中的那般残暴不仁，他还挺好相处的。此言一出，贺云婷突然就开怀大笑，肃王府全体成员个个一副震惊我全家的模样。沈星洛很快的明白了贺云婷为何突然发笑，他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夫君竟然能让贺云婷这么开心，而贺云婷突然的开怀大笑更是让钟芊芊觉得他这个人阴晴不定，疯批有病。星洛，我
听闻他手起刀落就杀了你的继母和妹妹，你就真的不怕他吗？夫君护我无虞，杀的都是该杀之人，我何以拒之？表姐若是觉得肃王府冷飕飕的，我与你到街上逛逛，给你添置点嫁妆，顺便给舅舅舅娘也买些礼物。我比你年长，怎能收你的礼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要嫁人了，以后要侍奉公婆，无法时常见面了。这些年若不是得表姐照顾，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所以表姐莫要与我客套。表姐出嫁，我必须有所表示，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表姐就不要再三推辞了。语毕，他转头看向贺云亭，夫君政务繁忙，我就不在府中扰你心绪了，我陪表姐上街逛逛。夫人早点回来，若隐幻影，你们带几个府兵保护王妃的安全，并且结账。两人刚出肃王府的大门，便撞见了迎面而来的贺婉婉。皇嫂准备去哪里？皇嫂带我一个。钟芊芊听闻对方一口一个皇嫂，立刻紧张的行礼。民女见过公主殿下。见他和沈星洛亲密无间，贺婉婉立即就猜出了他的身份。免礼。几人结伴而行，先是去了原主生母给他留下的酒楼逛了一圈，然后又去茶楼看了看。刚从茶楼出来，就与燕王贺思成迎面撞上。婉婉，好巧哦，四皇兄。婉婉出来逛街，今天怎么没和那楚梦瑶一起啊？没和楚梦瑶一起，我和二皇嫂还有事，就先走了。听到他说二皇嫂，贺思成开始打量起这一旁的沈星洛，果然是艳色绝世啊！沈星洛被他这打量的目光盯得有些反感，于是看了过去。我靠，好疯的一张脸啊！颜控的沈星洛并不想和他有任何交集，于是率先提步离开。岂料贺思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哟，这就是传说中让萧王当做眼珠子的萧王妃呀！萧王那么宝贝你，前些天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说自己惧内，今日怎么没和你一起逛街呀？怎么，他是身体不舒服，不能久逛吗？燕王，你脸部发黑，眼睑浮肿，面色晦暗，脚步虚浮，这是典型的床上小旋风，办事几息间呢？你府上的那些女人可真惨呢，常年累月守活寡。贺思成面颊发烫，感觉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他，箭步就冲到了沈星洛的面前，并一把捂住了他的嘴。一脸嫌弃的沈星洛一巴掌就盖在了他的脸上。哎，燕王，我看出了你身体的隐疾，好心好意的提醒你，你怎么恩将仇报，对我动手动脚呢？见他被自己气得姹紫嫣红，沈星洛对着他又来了个对二。燕王这么动怒，很容易晕倒的。如果哪天你因火气太大而晕倒的话，可不能什么都不干的死等医者来啊！因为这样会偏瘫，一定得让人给你耳垂上扎个洞，放一些血才行啊！语毕，他歪着嘴，斜着身子，半偏瘫，来了一个当场的示范。大庭广众之下，可真豁得出去呀！你可是顶着萧王妃的身份呀！围观的众人齐刷刷的倒抽冷气，而方才跟在后方保持适当距离的若隐和幻影，压根儿就没想到贺思成去捂他们王妃的嘴，他们赶紧箭步冲上前去。燕王殿下是要对王妃动手吗？属下方才看得很清楚，是殿下故意挡了王妃的路在先。沈星洛看着贺思成握紧了拳头，抻着脑袋对已经张开双臂护在他身前的刘云耳边耳语了几句。特别上道的刘云闻言迅速开始琢磨了一会儿，用哪种姿势躺下会好看点呢？与此同时，贺婉婉怒气冲冲地开了口：四皇兄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二皇嫂动手动脚呢？这不是有损二皇嫂的名声吗？这能怪本王吗？这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事儿，本王难道还不能制止他了吗？是你先对二皇嫂阴阳怪气，并拦着他去路的，而且有病还不让说了吗？你有病去治不就好了吗？怎么，你方才轻薄无礼了二皇嫂，现在又要打他吗？且不论你们双方的身份，无论什么原因，一个男人动手打女人都是令人不耻的事情。就在两方嘴战正酣之时，只见刘云赶紧摆了一个自以为好看的姿势，躺在了地上。他怎么就躺下了？不会是准备讹堂堂亲王的钱吧？牛逼啊！看着若隐和幻影那变异一般的目光，沈星洛悠悠道：喂，你们两个往边上稍稍，挡着我讹钱了。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谁讹钱这么明目张胆啊？若隐和幻影赶紧就往边上挪了几步。现在讹人都这么一点不被人了吗？我的丫头呢，以前被继母打怕了，一看到别人气势汹汹的伸拳头，就会不可自控的晕倒。呵，你人还怪好嘞，讹我之前还即兴编个理由。唉，
刘云这丫头可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我可宝贝得很。燕王把我的丫头吓得倒地不起，要么赔1000两，要么你把素王喊来，让素王评评理。开口就是1000两，今天这一套还真值啊！幸好我今天来找你了，就喜欢和你这种颠成这样的人玩。你没事吧？因为一个卑贱的丫鬟让我赔1000两，她那条贱命都不值1000两，你是真敢漫天要价呀！与此同时，一道女音响起：燕王殿下，女子的名声比性命更重要。您方才已经轻薄了素王妃，若是被素王殿下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的。现在素王妃得提起丫鬟倒地不起，你若是再动手打素王妃，素王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明显听出楚梦瑶在拿女子名声挑事儿，好让素王因此事对自己心生隔阂的沈星洛顿时肃然起敬。哼，第一次见你这种色儿的莲花呀，竟然能出淤泥而全染，不着青莲都发骚。素王妃，臣女好心好意替你说话，你不领情就算了，怎能如此说臣女？你谁啊你？我需要你虚情假意的替我说话吗？咋就那么爱管闲事儿呢？是不是收粪车从你面前路过，你都要拿着勺子尝尝咸淡呀？爱管闲事就算了，还他娘的爱避重就轻，扭曲事实。是不是我随口说句我吃饱了，你就会见人就说我跟人跑了？男女授受不亲，素王妃，臣女知道您被燕王殿下轻薄了，心里不舒服，而且您也怕素王殿下因此对您心生隔阂，但你也不能把气撒在臣女的身上。是狼磨好你的牙，是狗管好你的嘴。楚梦瑶闻言，晶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哎呦呦呦，别拿这种幽怨的眼神看着我，也别搞鳄鱼眼泪那一套，因为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咸。有本事你倒是卸下伪装和我硬刚啊！不过我劝你不要和我硬碰硬，因为我受的是伤，你丢的却是命。由于这是他和沈星洛第一次交锋，而沈星洛又颠出了他的认知，被骂得抬不起头的楚梦瑶擦着眼泪跑了。楚梦瑶跑开之后，沈星洛看向贺思成。燕王想好选啥了吗？贺思成既不愿惹上素王，也不愿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因为这是大街上，他丢不起这个人好吗？于是他对着侍卫道：给他1000两。哎，那是刚才的价格，现在1800两了，因为我的丫头口吐白沫了。躺在地上的刘云闻言赶紧开始向外吹唾沫。他娘的，谁家的白沫听指令行事啊？贺思成刚想和他理论几句，但是隐隐觉得自己10有8九说不过他那张颠嘴，于是怕他继续加价的贺思成赶紧一锤定音，给他1800两。沈星洛喜逐颜开的接过银票。燕王还真是安图所寄，张冠李戴，恶贯满盈，离经叛道啊！没人跟你说过成语不是这么乱用的吗？说了，但是那人没说过我。你才疏学浅，怎么还很骄傲啊？被宰了一顿的贺思成气呼呼地转身离去。呀，燕王这就走了呀？你别走呀，你应该跑起来。贺思成猛地回头，准备恶狠狠地剜他一眼，却撞进了一抹如春日暖阳般的明媚笑容中。他粉黛玉眉，酒窝凝露，甚是迷人。不得不说，微姿艳逸的他笑起来是真好看呢。他顿感心跳加速，多么芳桃屁李的美人啊，偏偏长了这嘴。哎，他要是个哑巴该多好啊！沈星洛这一顿操作猛如虎，惊呆了同行的所有人。见过白手起家的，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见白嘴起家的。仅仅靠一张嘴就怒赚了1800两雪花银。皇嫂，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跟班。这就叫做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颠人无所畏惧。我可不是好惹的，说几句1800。哎呀，赶紧拿本子记下。走吧，逛街去，我今日每人送你们一份礼物。一行人在京都繁华的街道上逛了一个下午，若隐和幻影被迫做起了拎包达人，跃上柳梢头。吃饱喝足的一行人从醉仙楼出来，沈星洛看向贺婉婉，这天色已晚，我们兵分2路，你领着你的随从侍卫回宫，我亲自将表姐送到家。宫里没有人和我玩，好无趣的，我和皇嫂一起。还未等沈星洛开口，一道魅影一闪而过，几个黑衣人紧随其后的追赶着他。起开，不长眼的狗东西！沈星洛踉跄几步，但他当即炸毛。若影，给我追上他们！
若隐拔刀追去，快成了一道残影，几息之间就追上了前面的黑衣人，并与其缠斗了起来。不过几十招，若隐就将6个黑衣人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的几个黑衣人捂着涓涓流血的伤口，火速的逃离。哎呀，身手矫健，招式漂亮，以1敌6却不费吹灰之力，你也很强啊！王妃过誉了，属下这身手不及王爷的1/10啊！这么漂亮的身手却不及贺云亭的1/10，那贺云亭岂不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境界？改天高低得让他露2招让我瞧瞧。而黑衣人追踪的目标此刻正以长剑支撑着身体，然后一个踉跄昏死过去。沈星洛慢慢悠悠的上前打量了红衣男子几眼，从他的穿衣打扮上能判断出此人应该还挺富有的，既然给得起医药费，那就顺便赚个外快吧。于是他缓缓蹲下，开始对着红衣男子望闻问切。片刻之后，他倒出了2粒药丸塞入了他的口中，最后沈星洛摸出一枚医针扎了几下他的人中。做完这一切，沈星洛看向一行人，你们谁带水了？一府兵恭敬上前递上水壶，沈星洛接过水壶浇了红衣男子一脸。红衣男子刚恢复意识，只听沈星洛道：行啦，你本次一共消费2000两雪花银，请结一下账。这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非得出手救我一下。他想了想，两眼一闭，开始装晕。他欠我诊金没给，你们几个谁的尿黄，上去给我滋紧他。红衣男子被气得连闭着眼睛都咳嗽不止。喂，你靠这个营生啊？那你可救错人了。我没钱。你怕是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你被人下了蛊，那蛊不是个好对付的。而我的手下分分钟就能将你打得螺旋升天。识相的话，交了诊金，我给你2瓶能抑制蛊虫发作的药物，否则一边去！我没钱，我让你出手相救了吗？啊，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啊，你自己爱管闲事，你怨得了谁？我的人帮你打退了追兵在先，而我救你性命在后，你却跟我玩白嫖这一套。既然你真的无畏生死，那仇家追你，你倒是别跑啊！既然不怕死，你运着轻功跑那么欢干啥？你直接2手一摊，让追杀你的人砍死你多好呀！好，既然你这么玩，那我现在就亲自送你这个丑东西上路。什么？他竟然说我丑？哦，对呀，我还易着容呢。他从腰间摸出5两银子扔在地上，喏，我就这么多钱，下次多管闲事之前，先仔细看看对方到底有没有钱。我看你穿着讲究，气度不凡，料定你非富即贵才出手相救的。你若穷鬼一个，谁稀罕救你？可是我又没让你救啊！呀，我本来也没打算管闲事来着，谁让追杀你的那些黑衣人不仅撞了我一下，还对我出言不逊。我什么都吃，但就是不吃亏。这不是报了仇后刚好看到你躺相难看的晕在地上吗？所以我才本着医者仁心的理念，顺便救了你一下。行了，你好难看，快别把脸别过来。也别再盯着我看，不然我晚上得做噩梦。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你一开口就说我好难看，你是想要气死我吗？你好难看是不争的事实，何来气死一说？难道你这么多年还没有习惯别人这么评价你吗？一口气没上来，他又吐了一口血。哎呀，看看又吐血了吧？你这蛊若不用药物压制，很折磨人的。既然你这丑东西铁了心的要赖账，那我只好自认倒霉喽。算了，剁你一根手指抵债好了。你管剁我一根手指叫做自认倒霉？不然呢？我又不是什么品性纯良的好东西，做不到做好事不求回报呀。我一般不做好事，但凡做了好事，就要立马要求回报。不是，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是医者仁心吗？对呀，有点人心，但不多。丑东西，给钱和手指抵债，你选哪个？红衣男子被气得又吐了一口老血。哎，别叫我丑东西。急了你！一凭本事长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说了呀？你不会是易了容吧？不然你怎么这么在意别人评价你这个长相呢？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他虚弱无比。别说了，你别再说了，我给钱啊，只是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银钱。喏，先用这个玉扳指做抵押吧。不知姑娘姓甚名谁？改日我登门还银钱，并赎回玉扳指。沈星洛接过玉扳指，哎呀，好说，我是素王妃，赎玉扳指随时到素王府找我。你这蛊啊，可是很折磨人的。你才刚开始经历，所以不以为然，但是被他折磨几天后，就会痛不欲生。别看你现在叫得挺欢，觉得亏钱了，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求我给你治病的。丑东西，你今天若是遇不到我，10有8九会变成废人。说罢，他转身离去。贺云亭的妻子，有意思啊。
将钟芊芊安全的送到家后，马车原路返回。穿过闹市时，马车突然停下。王爷，沈星洛看向来人，哎，王爷怎么来了？来接夫人回家。此言一出，无数人驻足观望。夫君真好。马车内单身的贺婉婉心道：哎呀，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马车颠得慌，夫君亲自背我回家好不好？好。贺云亭转过身，沈星洛毫不客气地跳到了他的背上。夫君回家。短短的4个字，让贺云亭的心倏地收紧。夫人回家。此番举动令所有围观女子皆是夜幕。贺云亭拖住他的娇臀，在万众瞩目中向肃王府走去，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幻影，恶趣味骤起。若影亲自背我回家好不好？你死不死啊？滚一边去！天色不早了，你我赶紧护送公主回宫。回到寝殿，贺云亭轻柔地将她放至床榻，先让流云伺候星洛洗漱，我用了膳就来。啊，这么晚了，王爷还没用膳吗？我一直在等星洛回来一起用膳，只是没等到。沈星洛笑了，他真的在努力地细致入微，做到极致。星洛出府1天，我魂不守舍1天。沈星洛勾上他的脖子，让王爷饿肚子这么久，这是补偿。贺云亭心头一悸，唇角扬起好看的弧度，然后转身离去。待贺云亭用过晚膳并沐浴完毕以后，才发现逛了1天的沈星洛早已梦周公了。他的妻聊完了，却又不等他。轻叹一声后，贺云亭在他的额间落下一个轻似羽毛却真而重之的吻后，动作轻柔地拥他入眠。晨光微熹，沈星洛罕见的早醒一次，他像个想要恶作剧的小孩，眼带着笑意在他的睫毛上撩拨了一下。在他打量自己时就醒了的贺云亭继续假寐，来来回回几遍，见他还没有醒，沈星洛小手探入了他的衣襟，摸着他的胸肌。沈星洛的指尖撩着火，灼遍了他的全身，让他燥热难耐。贺云亭眉心一跳，再也装睡不了一点了。星洛想干嘛？哦，没什么，就是见你睡着了，想让你起来重睡。星洛昨天让我独守空房1天，难道不打算补偿我吗？沈星洛吧唧一口，补偿，这就是补偿。贺云亭立即会意，快速凑了上去，小狗啃骨头一样，热乎乎的缱绻而贪婪的舔舐着他的嘴唇。等他忍不住回应时，无师自通的吻进了更深的地方。2个时辰后，他抱他进了浴室。王爷，我昨天遇到了贺思成，便随地大小掂了一下，讹了他1800两。我知道燕王的生母妍妃是太后的侄女，有着雄厚背景的她，可从没如此气急败坏过。沈星洛慵慵懒懒地靠在贺云亭的身上。我当众说他不举，他情急之下捂了我的嘴，王爷介意吗？昨晚我在用膳时，若影和幻影事无巨细地将此事禀告给了我。这件事从头到尾，星洛都没有任何错处。况且幻影说燕王在捂上星洛嘴巴的一瞬间，星洛立马就给了他一耳光。他的脸太方了，看得人心慌。我颜控，只能和龙章凤姿的王爷近距离接触。听出他言辞间带着解释的意思，贺云亭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眸光看到他脖颈相间处那殷红且新的斑斑红痕，让他瞬间腰腹发紧。于是午膳过后，沈星洛和贺云亭刚出肃王府的大门，就碰到了贺婉婉，然后贺婉婉也跟着他们夫妻2人去了钟家。当钟家全体上下在近距离接触肃王时，无一不胆战心惊，只因他那生人勿近的气场太过于强大了。而沈星洛则一边热情地和旧家人唠起了家常，一边和贺云亭互动着，其目的就是让他周身的煞气逐渐消散。钟家人见堂堂亲王竟会亲自为沈星洛剥荔枝壳，并且为他擦嘴，心中对于他的惧意也逐渐的消弱了些。落日融金，暮云合璧，沈星洛准备起身回家，和他唠了一下午嗑的钟芊芊一脸的依依不舍。表妹，我这一出嫁，不知是否还能与你如此畅快淋漓的见面聊天。会的，以后表姐若不方便出门，我就多设些宴会，邀请表姐参宴。钟芊芊一脸女儿家的娇羞。钟芊芊的父亲钟湛道：钟家几代从商，芊芊能嫁入伯府已是高攀，如今婚期已定，芊芊会幸福的。见钟芊芊甚是中意那男子，原主的舅舅对这桩婚事也甚是满意。沈星洛没再多说什么。目送沈星洛、贺云亭、贺婉婉离开后，钟家人忍不住感慨：整个下午，肃王殿下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他全程温柔似水地凝望着星洛，并服务着星洛。他明明不喜欢这样场合，
但星落不说离开，他竟半句都不催促。京都都传素王殿下娇宠星落，今日亲眼所见，才知所言非虚啊。星落这丫头终于苦尽甘来了，希望伯府那个郎君也会像素王殿下对待星落那般对待咱们芊芊吧。钟芊芊看着素王对沈星落如此的体贴入微，马上就要嫁为人妇的她，对婚姻也抱起了无限的希望。月光皎洁，沐浴过后的夫妻二人躺在床上，贺云婷如往常一般搂着他。我今天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吧？挺好的。那星落有没有对我动心，哪怕是一点点？智者不入爱河，我还能再当一段时间的智者。无妨，余生漫漫，我百计千方的宠着，我笃定终有一日可以焐热你。虽然王爷今天表现得很好，但是今晚不来了。男女体力本就悬殊，你又是久经沙场的战神，太猛了，太猛了，我得缓一缓。语罢，他原地开睡。翌日用过午膳，贺云婷正经微坐在书桌前处理政务，闲得无聊的沈星落在旁边的小榻上开始奋笔疾书起来。两人就这样共处一室，各忙各的。虽然没有红袖添香，但是他时不时的抬眸看他一会儿，因为他在而心安。暮色四合之时，贺云婷批完最后一本折子，他放下狼毫，起身上前。星落写什么呢？沈星落转了转发酸的手腕，将册子递给了贺云婷。只见素白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被禁欲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了，笔名大郎。贺云婷震惊，妻子在写画本子。他翻开第一页是书籍简介，看完简介，贺云婷翻开了正文。疼死了！你谁啊你？要弄死人了！赶紧从我身上滚下来！贺云婷一下子从耳朵红到了脖子，这是一本纯风月啊！星落喜欢看这个。我喜欢写，闲来无事，我准备贯穿落实。我在古代写画本，发家致富。星落若想要银子，我给你。这不是纯风月画本，故事跌宕起伏，我的文笔很有趣的。王爷往后再看看。贺云婷将信将疑的继续往后看。沈星落的文学功底无可挑剔，故事的起承转合设计的也相当完美。贺云婷一会儿就看进去了，见他一页一页的翻，沈星落就知道他上头了。这故事通篇是以女性视角在写，题材也是别出心裁，闻所未闻。那是，这个时代的画本子都是千篇一律的故事，像什么状元和公主、书生和狐妖，而且这些都是以男性视角在写。可是画本子的受众群体是女性啊，以女性视角来写会更深得他们的心。我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想法，所以我有一事想请王爷帮忙。等我把画本子写完之后，王爷找人帮我拿到书肆里去拓印贩卖，我准备靠卖画本子一本万利。星落是觉得我每月给的金子太少了，所以才会想写画本子赚钱。王爷给的不少了，这不是无所事事吗？就想做点喜欢的。怎么，王爷是觉得我这样有失身份？星落做什么我都不会觉得有失身份，只是我见你坐在小榻上，一边苦思冥想，一边写字，实在辛苦。我想让星落享受当下。我闲来无事打发时间，自己赚钱也算是享受生活啊。这画本子我想写了就写，不想写就去逛街消费，多好呀！王爷的大富大贵是这么多年浴血沙场靠军功挣来的，是用身上无数大小伤疤换来的。王爷已经管我衣食住行和各种开销了，而且我想要的不是3、5千两，而是金山银山。王爷且等着看吧，我能靠卖画本子赚得钵满盆满。静，沈星落一长串话说完，书房内八方寂静。素王从不会不接他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被感动到了。我不过就说了句王爷的荣华富贵来之不易，就把王爷感动到了。贺云婷拥他入怀，感动了。星落都开始心疼我征战沙场不容易了，大抵心里多少也是有点爱我的吧。那你感动早了，因为心疼男人是不幸的开始。星落想做什么我都依你，待星落写完这册画本子，我安排人找书肆拓印宣传。贺云婷捉住了沈星落纤细的皓腕，温热的唇附在他银白滑腻的手背上亲吻，一触即离。接下来的3天，贺云婷每天在书房里处理政务，沈星落则在旁边舒适的小榻上写着画本子。处理完政务的贺云婷每天都会一手将他抱在腿上，一手捧着他的画本子，追更到他写的最新章。两人白天在一起各忙各的，晚上贺云婷则扯掉他的衣带，深入交流一番。日子过
过得惬意无比。这晚累坏了的沈星洛正准备翻个身就准备睡，贺云婷与他耳鬓厮磨。星洛，后天是父皇的生辰，届时朝中4品以上的官员会携家眷到宫中参宴，明晚我不会像这几天一样那么疯狂。沈星洛皎洁一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后孟州宫去了。第二天，处理完政务的贺云婷像往常一样过来追读他的画本子，却被沈星洛给拒绝了。今晚我将今天新写的内容读给王爷听，可好？好。沐浴过后，贺云婷斜倚在榻上，津津有味地听着坐在里侧的沈星洛娇媚绵柔的嗓音，读着自己写的画本子。听到精彩之时，沈星洛倏地合上了画本子。今天就读到这里了，明天还要早起梳妆打扮，然后出席父皇的寿宴呢，我就先睡了。贺云婷内心无法平静，你都读到男主千辛万苦地找到女主，并把女主带到了房间准备，你叫我睡觉，我都准备好听完这段和你好好一番了，你叫我睡觉，感觉如此强烈，怎么睡得着啊？贺云婷看着已经睡熟了的沈星洛，无奈摇头。他的妻在夫妻房事上永远占据着主动权，他若不想，自己就只能看，不能在闺房之乐上，他若想天天得好好的表现，上赶着求他。翌日，皇帝寿宴，京中4品及以上官员皆列会出席，皇帝也一派亲和，群臣同乐。由于皇帝身体不太好，他在宴会过半的时候与群臣举觞共饮。朕的身子不太爽利，先行一步，诸位爱卿继续宴饮。语毕，皇帝迈着4方步离开。皇帝离开以后，众人在皇后的主持下继续推杯换盏。好几天没有看到沈星洛的贺婉婉快速地溜到了沈星洛的身旁。皇嫂，我想死你了。怪恶心的。皇嫂，今天的宫宴可是正规严肃的大场合呢，你想做什么就想啊。好，低情商，少动少说话，高情商，想做什么就想。公主，我今天来这里本就是纯吃席不说话的，貌似一直在说话的是你吧？1刻钟后，殿内大部分的人都已离开。太后望向太子妃道：太子妃，你嫁入东宫已经3年有余了，却不能为太子生个儿子出来，肚子这么不争气，对得起太子吗？还有你肃王妃，哀家的所有孙媳妇中，就你出身最低。你嫁进肃王府1月有余了吧？肃王那么娇宠你，你的肚子怎么没一点动静？既然这么不争气，就早点让御医瞧瞧。回皇祖母的话，孙媳自知出身低微，怕自己生的孩子被皇祖母瞧不起，所以孙媳打算等到你死，耳根清净了再生。大胆！你方才说什么？沈星洛是个孝顺的，满足太后的要求，同时还要担心太后听不听得懂人话。他连忙起身，浅浅一礼，把该有的礼数走到位。孙媳方才说等耳根子清净了再生。太后气得肝疼，肃王刚想开口护妻，却被端太妃抢了先。太后啊，你可给自己积点口德吧。这么多年来，你除了妍妃和燕王妃，其余的哪个儿媳妇、孙媳妇不被你冷嘲热讽？东宫中的那么多女人，没一个生出了儿子，怎么就一定是太子妃的问题呢？都是女人，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眼前歌舞升平，和亲海晏，不都是肃王这些年浴血沙场换来的吗？这肃王妃冲洗成功，救了肃王一命，与皇室来说是立了功的。加上肃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个喜欢的女子，你咋就这么恶毒，非得给人家小两口挑散了才好受？端太妃，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这将死之人的嘴怎么就这么的恶毒呢？先帝在的时候，你斗不过哀家，如今哀家是太后，你就更斗不过哀家了。太后，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斗不过你，我是不屑与你们这种已被先帝睡了为荣的女人们斗。还有，你是怎么好意思说我嘴毒的？这普天之下有比你这张嘴还要令人讨厌的吗？人家肃王妃进宫敬茶那日，你是怎么羞辱人家的？我可是听说了。肃王把肃王妃当作眼珠子，人家肃王妃也几次恭恭敬敬地喊你皇祖母向你敬茶，可你不仅说人家出
身低微，还说人家狐媚手段上不了台面。你当年在后宫争宠的时候使的狐媚手段不比谁多，现在咋好意思端着架子说小辈呢？人家出身高啊低啊的，与你何干？又不跟你过，素王他们小两口和和美美不就行了？人素王妃乐乐呵呵的来给你敬茶，你一言不发的端着喝了不就得了？非得冷嘲热讽羞辱几句，咋的？可显着你了，老太后啊老太后，你这张嘴还是和年轻时一样令人讨厌。端太妃，你不要以为你没几日可活了就敢对哀家大放厥词。怎么着，受了你一辈子的气，临死前还不能痛快痛快了？我就要说，怎么了？你不仅嘴毒，长得也不好看，真不知道先皇对着你咋还能生出孩子的。幸好当今陛下他长得像先皇啊，要是样貌随了你，他得内向一辈子。你自己不仅长得不好看，还把自己那同样不好看的侄女安排进宫来伴嫁，就你侄女那长相，连进宫当宫女都不够格。当今陛下可是你亲生儿子啊，你这人为了权力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霍霍。哎呀，这妍妃也真是的，还真的就进宫来给人当妾来了。妍妃呀，以你这家世背景，随随便便嫁进簪缨世家做当家主母多好，你咋就那么喜欢给人当妾呀？怎么你给人当妾有瘾啊？太后的侄女妍妃闻言气得脸都黑了。端太妃，你这是要在死之前把人都得罪光了是吧？对呀，反正我没几天可活了，现在是谁也不怕，啥都敢说。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场合，既替小辈们讨伐你，也替自己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出口恶气。老太后啊，你快别生气了，你本来长得就不好看，你这一生气可就更丑了。够了，你信不信哀家不让你寿终正寝？这么多年你受伤的人命还少吗？我无所谓呀，今天死和过几天再死对我来说都一个样。太后年纪大了，礼佛多年的她根本不想在年迈的时候再双手染上血，所以她站起身子，捂着被气疼的胸口离开了。太后走后，当了好大一会儿茶的沈星洛坐到了端太妃的边上，并搭上了她的手腕，为她号脉。端太妃，您这是高血压加哮喘，我能治，您死不了。不是，丫头，能治你咋不早说？我指着太后骂痛快了，你才跟我说能治。不瞒您说，我又不是圣母，光辉照耀大地。要不是您方才发自内心的骂太后，我才不给您望闻问切呢。我把太后和妍妃得罪成那样，自己却没死，那跟死了没什么两样。丫头啊，你别救我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我方才那般骂太后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这么多年受的委屈而做的最后的发声。您真的放弃治疗了？谁会真的想死啊？况且我还有好多钱没花完啊。丫头，你有没有那种药，让太后吃了可以变得心地善良、大度容忍？您直接找瓶毒药毒死太后，可能要比找到这种药容易得多。此时的端太妃慌的一批，起身就往太后的方向追去。哎呦，太后啊，我的老姐姐呀，你等等你的老妹妹呀！老姐姐呀，正所谓诸佛大事者，所为救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你就放过身为众生的老妹妹吧。端太妃走远后，皇后优雅地起身走向了沈星洛。眼下天色还早，星洛也难得进宫一趟，陪本宫到寝宫说说话吧。皇后主动开口，沈星洛自然不会情商低到直接拒绝，让皇后失了颜面。他看向贺云亭，王爷，我和母后说些体己话去。我在这里等夫人。贺云亭知道他不是个吃亏的，就答应了。况且如今的太子还要靠着他的心头血来治病呢。甜甜的应了一声后，沈星洛跟着皇后离开娇兰宫。皇后命宫人上了上好的茶水。太子这病啊，非常棘手，御医就不说了，这些年来但凡稍微有点名气的医者都被本宫寻来给太子诊治，但无一人能改善太子。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来太子这病压得本宫心中喘不过气。星洛用心头血治疗太子一事啊，本宫听说了，本宫对星洛的付出啊不胜感激。来人，
赏素王妃黄金1000两，赤金蕾丝梅花样式，攒珠头面19件是一套，绫罗绸缎20匹。哎，母妃不必破费赏儿媳。太子殿下前几日派人往肃王府送了好多东西，说是为答谢儿媳为他整治。那是太子应该给的，这是本宫的一番心意，星落就不必推辞了。儿媳多谢母后赏赐。皇后抿了口茶，说起了今天的第2个目的。肃王这孩子天资聪颖，还十分要强，打小每门课业都出类拔萃，君子六艺更是卓尔不群。而你自幼丧母，从小就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去学习一技之长。本宫宫里有个绣工十分了得的嬷嬷，打算派给你，教你学刺绣。星落，别误会，本宫没有恶意，也都是在为你着想。本宫年轻时与陛下浓情蜜意，新婚燕尔那几年，陛下也把本宫当眼珠子一般娇宠着。可随着时光荏苒，陛下盛宠了一个又一个，也逐渐和本宫离心离德。这世上哪里会有始终如一的爱情？所以咱们女子要未雨绸缪的好。肃王他推拳独步，星落也有个一技之长傍身才好。对于沈星落在肃王府弹琴跳舞的事迹，皇后听线人说了，皇后是真心希望沈星落能学个一技之长，好尽可能的长时间讨肃王开心。如此一来，肃王就无法撼动太子之位了。对于皇后的算计，沈星落也能粗略的猜出一二。这3妻4妾的世道，谁敢奢求夫君能独宠自己一辈子？所以儿媳谢母后关怀。见沈星落上进且领情，皇后心情不错，又客气寒暄了一会儿后，沈星落出了娇兰宫。这厢已经盯了肃王看了半天的楚梦瑶鼓起了勇气上前搭讪。肃王殿下的身子是否好了些？臣女听闻肃王殿下的身子需要好好静养呢。贺云亭连个眼神都没给他，更没有回应他。此时的楚梦瑶尴尬的脸颊烧得通红，而此时的贺云亭内心慌的一批呀。若是待会儿被妻子撞见了自己被其他的女子搭讪的场景，这搞不好要连着好长时间没法亲近啊。思及此，贺云亭果断选择起身离开。若影，你派个宫女去皇后宫中告诉王妃一声，本王到御花园等她。见肃王要走，楚梦瑶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此时，楚梦瑶的脑海中突然想起贺婉婉对她说的那句话：皇嫂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皇兄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正常人。在他又将沈星落几次不顾形象、不在乎名声的发癫、怼人、讹钱的事情回想一遍后，楚梦瑶当即就冲上前去，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趴在地上来了一个阴暗扭曲爬行。贺云亭无语，楚梦瑶的生父当场蒙圈。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扶了扶被气疼的胸口，两眼一黑，差点就晕过去了。与此同时，沈香洛已经返回了宴厅。当他看到楚梦瑶神态癫狂、四肢返祖的爬行时，他一个没忍住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人一般不会笑场，除非真的忍不住。没错，楚梦瑶，我就是在嘲笑你。首先我没家教，其次你很搞笑。看到突然出现的妻子，贺云亭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正要去御花园等夫人，奈何这楚家女突然拦住了我的去路。听到沈星洛肆无忌惮的嘲笑声和肃王迫不及待的解释声，趴在地上准备靠发癫吸引肃王注意的楚梦瑶火速起身，掩面而泣的跑开了。夫君，我们回家吧。贺云亭牵上他的手，回家。在场所有皇子，他是真惧内呀！哎呀，肃王啊，他废了呀！只有燕王贺思成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想的是，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鲜活有趣的人，和自己府中那些所有只会一板一眼、唯唯诺诺迎合自己的女人都不同。贺思成捂着跳得极快的心口，开始盘算着该如何多多的接触沈星洛呢。马车内，贺云亭将他抱在自己的腿上。皇后与星洛说了什么？皇后怕你有新欢，让我学个一技之长，好尽可能的多得点你的宠爱。应该是我怕星洛跑了吧。皇后还派了个心腹嬷嬷来教我学刺绣，人估计明天就到肃王府报道了。以我对星洛的了解，星洛是不可能学的。
学不了一点儿。不过这嬷嬷除了来教我学刺绣，也是半个探子。她来都来了，就陪我玩一玩吧。贺云亭知道这个嬷嬷要遭老罪了，见他无语，沈星洛抬手敲了敲车壁道：“去趟圣祥街街口。”1刻钟后，马车停下，沈星洛道：“王爷不必下了，我买几个茯苓饼，去就来。”他下了马车，走了几步，在一个小摊面前停下，来10个茯苓饼。来喽，客官，您要的饼。沈星洛接过饼，哎，小兄弟生得挺俊，可有娶妻？客官谬赞，我已经有意中人了。哦，沈星洛回到马车上，车内耳力极佳的贺云亭，宽袖下的双拳紧握。星洛为何突然来买这家的茯苓饼？哦，前几天出门逛街之时，刘云在这家买了几个，我尝着味道还不错。今天既然出了府，就顺便来买几个。哎，这大鱼大肉吃多了，也会想吃几口街上的特色小吃。哎，王爷要吃吗？味道真的不烂呢。贺云亭极力压制自己心中的醋意。我不吃。翌日一早，刘云找到沈星洛道：“小姐，奴婢今早去圣祥街街口那家老字号买茯苓饼，发现已经不出摊了。好奇怪啊！那男子的父亲就在那里摆了一辈子摊，那男子子承父业，在那里摆摊也好多年了，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沈星洛知道这其中十有八九是贺云亭的手笔。没过一会儿，皇后派来的范嬷嬷来苏王府报道，恭敬行礼，并自我介绍完，他就开始准备授课。王妃，这会儿若是没什么事，那老奴就教您开始学刺绣。行，他把为沈星洛准备好的针线递给他，然后一边自己实际操作，一边十分详细的讲解。沈星洛一脸的严肃认真。几分钟以后，哎呀，刘云，好疼啊！快去传府医，要快，慢了他就愈合了。刘云闻言撒丫子就跑。范嬷嬷眉心直跳，不过是被针扎了一下，还值当传府医。与此同时，贺云亭大步流星地赶了过来。夫人怎么了？那学刺绣把手扎破了，好疼。夫人不学了，若是夫人闲得无聊，可以去逛街花钱。可是我与王爷一来门不当户不对，二来我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所以我要学一门手艺来讨王爷欢心。我不会嫌弃夫人，也永远不会纳妾。真的吗？可是京都的达官显贵们，无论哪个都是三妻四妾，何况是堂堂亲王？除非王爷发誓我才行。贺云亭二话不说，举手发誓道：“我这辈子只会有星洛这一个女人，绝不纳妾。如违此事，不得好死。”既如此，那我不学了。不是你堂堂的亲王，这就发誓了，我真是服了。我他娘的就好像是个笑话呀！与此同时，府医提着药箱匆匆赶来，快给王妃包扎。看着被绣花针扎破手指的府医腹诽啊！不是，那刘云哭天抢地的来喊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我看他那架势，我还以为王妃快不行了呢。真是。府医飞快地为沈星洛包扎起来，缠了一圈又一圈，也不敢停手，因为冷面王爷没喊他停。就在他内心煎熬无比之时，沈星洛喊了停，于是他提着药箱火速逃离现场。而范嬷嬷看着沈星洛那被缠成粽子的手指，不就是被绣花针刺破了手指而已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苏王这哪是娶妻呀，他简直是娶了个爹，哦不，娶了个祖宗嘛！我是真该死啊！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要想不开学刺绣啊？现在跑人家家里来遭这个罪。夫人快回房躺着休息吧，我叫厨房做点大补的，好好给夫人补补。沈星洛随即看向范嬷嬷。范嬷嬷，王爷他不让我学刺绣了，虽然我学不会刺绣，但我很喜欢成品的。王爷书房里有一面价值不菲的双面绣屏风，我很喜欢，原本就想着过段时间在秦店也置办一个来着。母后说你的手艺不输宫里的顶尖绣娘，范嬷嬷既然来都来了，就帮我好好的绣一面双面绣屏风吧。语罢，他迈着莲步回了主院。什么大补？大补什么？哎呀，绣花针扎破了手指头而已，有什么可补的呀？由于他是带着顾宠任务来的，加上他也充当了眼线一职，所以他准备再教沈星洛一点别的什么。毕竟他也怕这疯癫草包美人得宠不了几年。回到主院后，沈星洛问王爷：“你不会把街口卖茯苓饼的小贩杀了吧？”星洛很在意他。看着他这么大的醋劲儿，沈星洛勾了勾唇。
刘云那天跟我说，他家的茯苓饼不仅好吃，卖饼的小贩长得也是他喜欢的类型，所以我昨天才问那小贩是否娶妻。王爷天人之姿，所到之处衬得其他人黯淡无光，我哪会对别的男人感兴趣啊？贺云亭闻言，眼角拉出愉悦的弧度。我从不会滥杀无辜，我让人给了他200两，让他以后到西郊摆摊，不许他再出现在肃王府方圆5里。沈星洛无语，贺云亭的大掌摩挲着他的柳腰。星洛，我都连续2天没和你亲热了。可是我想消停几天。星洛可是因为茯苓饼一事不开心了，我不知是你的丫鬟看上他了，我明天派人再把他找回来。既然他有意中人了，那就不必了。我的丫鬟可不会给人做妾。那星洛是因为昨日那楚家女拦在我面前而心中烦躁，他也陪乱我心绪。哎，我主要是怕日久生情。那我得好好试试日久到底会不会生情。语毕，他附上他的娇唇啄吻起来，并熟练地褪去了沈星洛的衣衫。几个时辰后，贺云亭抱他沐浴。星洛，我今天发的那2句誓言并非演给外人看，而是肺腑之言。在遇见你之前，我的人生是灰黑色的，直到鲜活的你出现，我荒芜的世界才又开始长出嫩芽。不管星洛信不信，我此生定不负星洛。王爷本来就丰神俊美，加上军功赫赫，肃王府也是财大气粗，敌国狼子野心，那群废物皇子没一个敢挂帅出征保家卫国的，所以陛下很是倚重王爷的。如今王爷宠妻狂魔的人设立又立起来了，京都不知道有多少高门贵女想嫁进来得亲王圣宠呢。至于那一生为一人的承诺，他太过虚无缥缈了。帝后年轻时不也如胶似漆，如今不也离心离德？再往近了说，沈毅当年也疯狂求娶原主的母亲，可原主母亲尸骨未寒之时，那沈毅就迫不及待地续了弦，所以我才不信王爷口中的终一生为一人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还是只为银子夜不能寐，不为男人掉一滴泪的稳妥。贺云亭紧了紧怀中的人。星洛，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知道你不信，因为我很认真地换位思考了一下，的确很难令人信服。不过没关系，我会用往后余生让你相信。星洛，我欠你一个盛大婚礼，以后会给你补上。沈星洛想了想道：好呀，对我而言，王爷的恋爱脑是最好的聘礼。我愿以性命为聘，交到星洛手中。星洛总是不相信天皇贵胄会一生一世一双人，那我就做这第一人。星洛还说过，我抬人进府之时，就是星洛离开之日。那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如果以后天妃纳妾，星洛不必委屈自己离开，而是直接拔刀杀了我，像你进府那天杀拜堂鸡一样。哎，王爷别这样，我怕自己会当真。星洛尽管放心的当真，因为我可以用方才的话立字据。够了，真的。沈星洛现在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乱了的心跳。那我先观察1年，再考虑要不要动心。第2天，范嬷嬷又找到了沈星洛。王妃，恕老奴多句嘴啊，老奴在深宫中看了一辈子的人情冷暖，见过盛宠一时的，却从没见过盛宠一世的，所以老奴觉得女子还得是有个能拿得出手的本事。俗话说，要想拴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拴住他的胃。老奴虽然厨艺不精，但也会几道拿手菜，不如老奴教您烧菜吧。范嬷嬷说的对，走，咱们这就上厨房学做菜。范嬷嬷高兴的老脸都笑成了菊花。她跟着沈星洛去了厨房，然后十分详细的说着每一个步骤。1刻钟后，沈星洛成功的把厨房给点了。范嬷嬷望着沈星洛端出来的一盘焦黑的东西，流下了2行清泪。与此同时，听到动静的贺云亭也步履匆匆的赶了过来。夫人这是又在学做饭吗？动静这么大，有没有伤着？没有伤着，就是火太大了，烟太浓了。贺云亭替他擦拭小花猫一般的脸。夫人什么都不必学，每天只需吃好睡好玩好就行。点了那么大的火，冒了那么大的烟，一定吓着夫人了吧？夫人快回寝殿泡个花瓣浴，平复一下心情。好吧，也的确是吓着我了呢。看着夫妻2人渐行渐远的范嬷嬷满脸错愕。我的头发都快被你干焦了，被吓着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吧？这届王妃根本带不动啊，这届王爷他也一点都不上道啊！别的男人恨不得自己的女人样样精通，好带出去有面儿。这肃王倒好，从不关心她飞得高不高、优不优秀，只关心她伤没伤到、吃好没吃好。哎呀，这俩人呢，还真是绝配呀！果然，月老的红线可能会慢，但绝不会错呀。
到房后，沈星洛向贺云亭打听端太妃，心中有数之后，他取出了几个瓷瓶，递给贺云亭。王爷，这是能治端太妃病的药，你派个人给他送过去。这端太妃人脉不错，咱们以后能用得到。次日，贺婉婉一早就来到肃王府找沈星洛，好久没来的他，一见面就开始跟沈星洛滔滔不绝。两人相谈甚欢之时，屡战屡败的范嬷嬷重拾信心，又来劝导沈星洛学手艺。王妃，皇后娘娘酷爱喝茶，所以老奴在茶道这方面也略懂一二。不如今天老奴就教您学习学习茶道。这个不用学，我在茶里茶气和茶言茶语上已经登峰造极了，就不劳范嬷嬷费心了。范嬷嬷表示，她不仅听不懂，还感觉怪怪的。若是这样，老奴也不会别的了，只剩会修剪盆景了。可是这也不能教啊。王妃还是再尝试一下和老奴学刺绣吧。范嬷嬷希望我变得更好，而一心想让我学刺绣，但王爷因心疼我而不让我学刺绣。哎呀，好难选择呀。这样吧，咱们抛铜板来决定，这刺绣到底是学还是不学。哎我去呀，明明你是草包，按道理该是你上赶着让我教你才对，怎么到你这里我还得求着教你手艺呀？你知道像我这种水平，外面有多少达官显贵家的愿意花大价钱让我教他们的女儿刺绣吗？是抛到正面就学，抛到后面就不学吗？不是抛出去铜板变成金子就学，变不成就不学。什么玩意儿？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范嬷嬷这颗见惯了后宫腥风血雨的坚不可摧的心，当即就破防了。贺婉婉听着范嬷嬷的哭嚎，第一次生出了特别强烈的求生欲望，因为这哭得太难听了。贺婉婉起身上前一巴掌拍在了范嬷嬷的脑袋上。嬷嬷，你快别哭呀！猪叫的都没有你哭的难听。苏王妃，老奴不仅不才，教不了您这高人，老奴还哭得比猪叫还难听。老奴这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留在苏王府里让您心烦了。王妃放心，您前几天跟老奴说的那双面绣屏风，待老奴修好之后亲自给您送过来。行，看在你这几天真的是尽心尽力教我的份上，我就不问你要住宿费了。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以后别出发了，因为别人都是宝藏女孩，而我是个保障女孩。麻烦范嬷嬷回去后跟皇后娘娘说一声，她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只是一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是我辜负了皇后娘娘的厚望。范嬷嬷心中直呼有病，有大病。她是一路哭着跑回了娇兰宫的。皇后娘娘，若是老奴有过错，您可以将老奴乱棍打死，或者赐老奴一丈红，而不是用让老奴去伺候一个颠婆的方式来惩罚老奴。苏王妃是个听劝的，本宫那日也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上进的火苗。她的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继母又从小搓磨她，根基自是和京都其他高门贵女差之千里，她毫无底子，学起来是会费劲，你且多耐点心去教她就是了。皇帝天天暗毒劳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这几年又是谋大业的关键时期，肃王气血两虚，需要静养，她又是新婚燕尔，往后的几年，他只要娇宠着那草包肃王妃，就基本上与大业无缘了。所以咱们现在的劲敌是景王和燕王。娘娘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这肃王的脑子不是冲喜冲坏了，就是被肃王妃那颠婆传染的不正常了。混账，你怎么敢如此议论当朝亲王？周边藩邦国虎视眈眈，就算以后太子登基了，这肃王也杀不得。远儿的江山还需要他抛头颅洒热血的去卖命。远儿登基之后，燕王和景王必须死，但肃王夫妇得以礼相待，他们一个用来守护远儿的江山，一个是远儿的人形血袋，他们二人可比任何人有价值的多。所以范嬷嬷不要仗着是本宫的陪嫁嬷嬷就能妄议亲王。
范嬷嬷一通磕头认错后，一股脑的将这几天在肃王府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皇后。皇后闻言，一向端庄的她露出了一个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你今天晚上安排人去给本宫这些年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递个消息，让他这几天找个能让肃王府的人将他赶出去的错犯一下，顺便给太子安插在肃王府的线人也递这样的消息，让他们也撤回来。咱们得把线人安插在景王和燕王那里，没必要浪费资源在一个病一个癫的夫妻身上。明月高悬，懒洋洋的倚在小榻上的沈星洛在等贺云婷沐浴完。奇怪，往常都是他先沐浴的，今天贺云婷怎么破天荒的先去浴室了？又百无聊赖的等了好大一会儿，却依旧不见他出来，又等了好久，都快等睡着的沈星洛决定起身去一探究竟。拨开厚重的垂帘，映入他眼帘的是他赤裸的上身，线条分明，纹理清晰。知道他来了，贺云婷转身侧眸，露出了极为迷人的侧脸。星洛来了。不好，他这是在以色诱我，这勾引的味道也太冲了吧！王爷，这是在勾引我？我得以身入局，亲自去实践，日久生情。哎天哪，越来越会了啊！我可不是什么端庄矜持的好东西啊！语罢，他下了水，刚跳进白浴池，贺云婷就将他抱了个满怀。他饱满的柔润红唇被他封住，汲取甜意。在肃王的不断引诱下，夫妻唇舌共舞，尽情的所求彼此，水花四溅。几个时辰后，贺云婷将他抱上床榻。自景王被父皇禁足在府中，朝中暗流涌动，三方势力也斗得如火如荼。尤其是身体明显好转的太子，他让他的旧家失望太久了，所以这些日子他挖空心思的去策反景王党和燕王党的人，并不断的在寻找能除掉他们的把柄。可那太子忙活了大半个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昨天派人给太子送去了一些实证。太子党里有王爷的人？明天早朝又要热闹了。王爷有不少暗中势力吧？哇，我男人这么强啊！那我以后出门在外就更颠一点。好。妻子的脑回路永远那么清奇。第二天，沈星洛一觉就睡到酉时3刻才醒，这就导致他用过膳以后就天黑了。今日早朝燕王倒了什么霉？快说出来，让我乐呵乐呵吧。贺云婷将他捞进怀抱。2年前，岭南一带闹洪灾，颗粒无收，民不聊生。燕王毛遂自荐去赈灾，但是却贪没了一大半的赈灾款，导致饿殍遍地，死了很多人。他凭着燕王党和太后母族的权力运作，谎报那些百姓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瘟疫。天高皇帝远，燕王还杀了当地不配合他上报的官员，并谎称他们也是死于瘟疫感染。我暗中派人将此事的很多实质性的证据给了太子。太子今日早朝参了燕王一本，父皇一气之下对燕王罚俸5年。这废物三巨头明明都想让对方死，却连个实质性的证据都弄不到手，还是我男人厉害，手里攥着所有人的把柄。王爷，你这些把柄从何而来的？我的外祖家是皇商，业务繁多，全国各地都有生意和人脉。母妃得圣宠之时，外祖家水涨船高；母妃生下我之时，外祖更觉得光宗耀祖了。外祖足智多谋，在我7岁之前，趁着风生水起，结交了很多人脉，拓展了很多资源。现在这些资源和人脉都在我的手上。原来王爷在实力上深藏不露，在财富上富可敌国。星洛若是想听，我就将这些势力和财产事无巨细地说给星洛听。沈星洛从空间里取出了一个护眼台灯。不听了，今天睡了一天，现在不困。我这些天每天写一会儿画本子打发时间，现在我的第1本画本子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准备今晚把这第1本画本子收尾。贺云婷进过他的私人空间，所以对于他取出什么稀罕物品波澜不惊。这东西倒是个宝贝，不像烛火一般来回跳跃，也比顶级的夜明珠亮得多。这叫护眼台灯，其工作原理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所以它只需晒晒太阳就可以亮。星洛原来的那个世界的繁华遥遥领先于这里。繁华的代价是破坏了生态环境，这就导致人类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和多样化，所以什么病都见过的我在这里能包治百病。好了，不说了，我喜欢原生态的这里，王爷先去睡吧，我要开始码字了。贺云婷并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奋笔疾书，许是写到情动。他精致的小脸上飘起了一抹绯红，横波眉，晚霞飞，看得贺云婷竟生出了几分醉意。1个时辰后，他放下了笔。
王爷的画工登峰造极，帮我的画本子画个封面图呗。好。一刻钟后，一窈窕女子牵着一粉雕玉琢的男童跃然于纸上。这是我根据画本子的内容，并以女性视角画的封面，星洛可还满意？不错不错，符合我这本带球跑的内容。王爷真好，画工也好得不得了。哼。这是给王爷的奖励。语毕，他附上了他的唇，两唇分离时，两人的唇都泛着浅浅的水光。我明天就安排人到书肆大批拓印。这画本子的原版我可不卖，王爷亲手画的封面可是极具收藏价值的。翌日，沈星洛睡醒后，贺云亭将皇后和太子把安插在府上线人撤走一事告诉了他。我也没咋颠呢，他们这就把线人撤走了。既如此，我过几天再颠一下，让其余的政敌把他们的线人也撤走。等他们都走了，我准备在府里搞点事情。贺云亭虽好奇，但也只是勾了勾唇，应了他的话。下午时分，沈星洛收到一份请帖，是永嘉公主发来的，要他后天到公主府参加赏荷宴。永嘉公主是皇后嫡出，太子的亲妹妹，有自己的公主府。王爷，明天给我一本印好的画本子，我的画本子受众目标是女子，后天我刚好去宴会上宣传一下我的画本子。话分两头，这厢燕王贺思成也找上了贺婉婉。婉婉，雨欣后天在府上办赏荷宴，到时你能不能帮皇兄去问问萧王妃，本王这肾虚的病他能不能治？贺婉婉立马就嗅到了商机，准备亲自实践一下从沈星洛那里学到的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的感悟。我跟你很熟吗？不去。好婉婉，这对皇兄来说可是事关幸福呀，你就帮帮皇兄吧。事成之后，皇兄帮你那陪王约出来可好？不去，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培育嘛，我戒了。那婉婉要怎样才肯帮皇兄？你那天对皇嫂阴阳怪气在先，动手捂嘴在后，皇嫂可不像别的女子会顾及对方的身份和颜面，此事太棘手了，我才不去替你挨骂呢。所以皇兄，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以我对皇嫂的了解，她十有八九都会趁你病要你命的。贺思成心想，若不先治好自己的不举，怎么敢谋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没有比治好这病更重要的事情了。好婉婉，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对钱感兴趣啊，给钱。贺思成抿了一口茶水。婉婉要多少？你那天惹得二皇嫂很不开心，现在又让我去做中间人，去说好话，一口价1000两。贺思成一口茶喷了出去。你怎么不爱培育，开始爱强了？还打算这样赚钱？这种赚钱的路子多少有点不正经且缺德呀！这么快就学到了沈星洛的精髓。行，先给1半定金，我才办事儿。你还真是有样学样啊！收了500两定金后，我只是一个传话筒，只向皇嫂传达你求他治病一事。即使皇嫂不给你治病，这定金我不仅不退，你还得把尾款给我结了。那是自然，皇兄怎么会亏待婉婉？若是那萧王妃不愿给皇兄治病，还麻烦婉婉到时候为皇兄美言几句。行，到时候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具体情况。贺思成无语，他这话怎么落里落气的？2日后，赏荷宴，公主府后庭有一人造壶，沈星洛刚落座，贺婉婉就迫不及待地凑到他身边。皇嫂，我帮你揽了个复仇又赚钱的活儿。那方块脸托你找我治肾虚。对，四皇兄备以太后母族，可有钱了。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心态，沈星洛开了个价格。皇嫂果然还是那个皇嫂。那个皇嫂，你开价这么高，钱到手之后能不能手指缝漏一点给我呀？行，那就在我刚才出的价格上再加1000两，到时候这1000两给你。皇嫂永远都这么出其不意的。皇嫂，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今天想和你好好说说。不，你不想。记住一句话，不管你遇到了什么烦恼，都不要去烦恼，而是直接停止思考。因为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思考。有什么事儿当时想不通，那就放空脑袋，不要去想，后面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哼。你看这莲花开得多漂亮，啥也不要想，就喝茶吃糕点赏莲。贺婉婉默默地掏出了本子，开始记录，但凡有沈星洛的地方，她必会随身带着本子。不一会儿，永嘉公主贺雨欣款款而来，她径直走向沈星洛。二皇嫂今日能来，我很开心。哎呀，公主果然艺高人胆大，竟不怕我在你的宴会上随意大小颠。久仰皇嫂大名，今日若能亲眼所见皇嫂发个癫，也就不枉我花费心思办这场宴啊！卧龙凤雏，失敬失敬啊！
简单交流几句之后，贺允熙开始主持赏荷宴。贺允熙喜欢吟诗作对，他立了个议之后，来赴宴的世家女子们纷纷开始作诗。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彩头落入了苏黎这个作诗做得最好的客人手里。作诗结束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提议切磋才艺。贺允熙欣然应允。张御史家的嫡女走到场地中央，开始翩翩起舞。她体态婀娜，青丝随着舞姿飞舞。正当大家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优美的舞姿之时，参见肃王殿下。来人负手敬礼，通身气度优雅风流，贵气逼人。他知道沈星洛今日穿的是月白色襦裙，所以特意与他穿了同色系的。王爷怎么来了？时辰不早了，来接夫人回家。宴会现在刚好进行到了跳舞阶段，不如王爷陪我一起欣赏一会儿。见他暂时还不打算离开，贺云婷猜测到他今日参宴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好。贺云婷刚挨着沈星洛坐下，一女子起身到了场地中央，舞步轻移，曼妙的舞姿如蝴蝶一般一路献舞到贺云婷面前。那轻柔的袖子仿似无意般归到了贺云婷的茶盏。我还坐在这里呢，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明目张胆的勾引肃王的？我只是没爹娘，不是上不了墙。茫茫人海，你遇到了我这样善妒的对手，也算一场报应。所以趁早啊，还是歇了不该有的心思吧。在场众人彻底呆住了，谁会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是个善妒的呀？那女子当即就红了眼眶。你可以难过，但也不要那么难过，因为我这番话看似让你当众难堪了，但实际上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看，你这才刚有苗头，我就掐灭了，这叫什么？这叫输在起跑线上，总比输在终点好啊，省得一顿瞎折腾不是？求生欲极强的贺云婷当即抽刀斩断了舞到自己茶盏上的水袖。下次若再不长眼，本王就把你的眼睛挖了。那女子急忙不跪于地。王爷恕罪。贺云婷并没有让他平身，而是讨好般的拿起沈星洛的茶盏递到他嘴边。夫人喝茶，我来这里寻夫人之前，已将夫人平时爱吃的糕点全买齐了。沈星洛喝了一口他递在嘴边的茶水。有劳夫君了。哦，二皇兄娶了妻后，不能说是脱胎换骨，简直是和从前判若两人啊。贺雨欣刚让那女子平身，那女子就又到场地中央舞了起来。她舞着舞着就望到了沈星洛面前，这一次她不仅媚眼如丝地看着沈星洛，那水袖也一下又一下地拂过沈星洛的手臂。不会又是个卧龙凤雏吧？一旁的贺云婷一整个大无语，而其余众人也是一脸的疑惑，这是个啥情况？女子用水袖拂过几下沈星洛之后，回到场地中央谢了幕。与此同时，有一女子开了口：既然苏王妃喜欢看歌舞，想必也会跳吧，不如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让大家开开眼。感受到了让她跳舞那女子的不怀好意，沈星洛云淡风轻的开口：生活中呢，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比如你以为我会举个例子，但我偏不举；再比如你以为我会跳舞，但我偏不跳。所以如果你想开开眼，那你就想呗。那女子闻言一脸菜色：他终究还是变成了我想象中的样子。沈星洛刚刚起身准备离去，长袖中的画本子按计划甩在了地上，他刚要装模作样的去捡，挨着他坐的贺婉婉抢先一步。皇嫂，这是什么呀？从书寺买来的画本子，新颖独特，甚是有趣。由于太好看，我爱不释手，随身携带。贺婉婉当即被精美的封面吸引了。当真那么好看？皇嫂，你借我看一天呗。与此同时，见他今日参宴的目的已达到，贺云婷也起了身。夫人出来良久，该回家了。沈星洛看向贺雨欣：公主，我走了，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贺雨欣起身：皇嫂皇兄慢走。夫妻二人刚走几步，方才那个先舞到贺云婷面前，然后又舞到沈星洛面前的女子小跑追来。苏王妃请留步。沈星洛驻足：何事？那女子先行了礼。苏王妃可否借一步说话？沈星洛兴致勃勃，并往左侧走了几步，那女子紧跟其后。苏王妃，臣女想为自己方才的行为特地解释一下。臣女林婉，家父林征担任从六品翰林院修撰一职。自臣女收到永嘉公主的帖子后，家父结合肃王殿下对您的娇宠程度，料到肃王殿下大概率会来亲自见您，所以家父命臣女今天务必在肃王殿下面前露个脸。方才肃王殿下冷脸拔刀斩断臣女衣袖之时，臣女的魂差点吓没了。臣女知道自己驾驭不了肃王殿下，所以从今以后臣女打算将王妃当作目标，
哎呀，还真是个卧龙凤雏啊！耳力极佳的贺云亭听到此话，喉间滚过一声未出口的嗤笑。家父官品低，在看到苏王妃飞上枝头变凤凰之后，也打起了让臣女嫁进苏王府的主意。可臣女今天奉父命勇于尝试一下，发现此路根本行不通。父亲有6房妾室，而且宠妾灭妻，母亲常年郁郁寡欢，所以臣女本就对婚姻很排斥。现在好了，臣女今天既被苏王殿下吓着了，也被王妃训斥了，接下来准备装出一副被刺激到了的模样来逃避吓人。苏王妃，今天谢谢你。没事，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你挂心上就行了。而且你今天虽然折腾了一通，但也不算白折腾，起码吓着自己也累着自己了，不是？林婉崇拜地看着沈星洛离去的背影，他那样的出身都能恣意的活，那自己也得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呀？夫妻2人离开之后，贺婉婉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画本，单单是看了简介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翻开正文，再然后他上头了。看了一半的贺婉婉一脸的回味无穷，他准备回到自己的寝宫慢慢的看。环姐，我也回宫了，你们继续。贺婉婉和沈星洛对一个画本子都爱不释手的模样，引起了永嘉公主强烈的好奇心。婉婉，你手上的画本子让我也看2眼。贺婉婉将画本子递上去。你知道的，我向来就爱看画本子打发时间，所以你看几眼就还给我哈，我看完了还要还给皇嫂呢。贺允熙也是被简介吸引，然后逐渐上头。贺婉婉见他被内容吸引了，赶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的手中抽回了画本子。你若想看，自己去买，这本是我跟皇嫂借的，我看完之后也物归原主的，况且我还没看呢。瞬间吸引了当朝2个公主的画本子，也引起了在场其他高门贵女的好奇心。公主啊，这画本子就这么好看？我之前看的市面上那些状元和公主、秀才和女鬼之类的画本子，都是以男人的角度出发的，但是这本被世子强取豪夺后，我带球跑，完完全全是从女子的视角出发，而且故事新颖，笔锋诙谐幽默，趣味性极强，是我看过所有画本子里面最好看的了。语罢，他拿着画本子离开了公主府。贺婉婉走后，贺允熙摆摆手，招来了不远处的工人。你去苏王府上问问皇嫂，他这画本子是在哪家书肆买的，问清楚之后也给本公主买一本回来。俗话说好奇心害死猫，在场的高门贵女见状，也纷纷吩咐自己带来的丫鬟也跟着婢女去买一本回来。这厢沈香洛上马车后就被贺云亭抱到了大腿上。累吗？一个人呀，他一定要多出去走走，不然根本不知道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多舒服。星洛不在，我一个人在府上魂不守舍的。越来越粘人了。经过今天的反向宣传画本子，我估计今明2天大家印我画本子的书肆都要卖脱销了。大郎这个笔名打响之后，以后每出一本画本子都会畅销，所以以后我不用再参加宴会去宣传了。翌日下午，沈香洛坐在小榻上，开始写着第2本书的简介。门扉轻叩，得到首肯的尹十五推门而入。王爷，礼部侍郎派人来了，说是大郎写的那画本子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被疯抢一空，他特地来问一下还需不需要继续拓印。印就完了，卖完就印，按王妃说的办。尹十五离开后，沈星洛浅笑嫣然。那礼部侍郎是萧王党的？他有一间书肆，以后星洛的画本子由他的人来拓印出售。新的画本子我准备写个甜虐交织的，让那些世家女们边看边哭，边哭边看。等星洛的新书写完，我给你配封面。于是同处一室的2人虽然各忙各的，但也别有一番情趣。夕阳西下之时，出门办事的贺伯远在回东宫的路上遇刺了。沈星洛沐浴过后，贺云亭一边帮他擦拭头发，一边将此事告知了他。他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便没了下文。因为只要不是舞到他的面前，沈星洛是真的不爱管任何人的闲事。沈星洛身上迷人的幽香直往贺云亭心口里钻，他高挺的鼻梁骨不断地蹭着他的脸颊，明显在无声索吻。得到回应后，他流转美人粉唇，或亲或吻或舔食，缠绵悱恻，令沈星洛招架不住。一番情动后，我明天出府会见2人。王爷这是在向我汇报行踪？
星洛有没有想吃的？我明天忙完亲自给你买回来。沈星洛皎洁一笑，想吃那家被你赶走的老字号的茯苓饼，王爷能去帮我买来吗？贺云婷捏了捏他腰间的软肉，引得他一阵战栗。我买。第二天，睡得正香的沈星洛被刘云摇醒。小姐，那晚您救的那个红衣男子现在在府门口等着呢，说是来赎回他的玉扳指的。沈星洛翻了个身，那就让他等着。半个时辰后，行至府门口，沈星洛言笑晏晏，来啦，丑东西。别叫我丑东西。来犯玉扳指，你这么多天不来犯，我还以为自己被骗了呢。不瞒你说，你那玉扳指猛一看像西周的，仔细看又像上周的，气质太过于错综复杂。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360度无死角的看，感觉连2两银子都不值。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被你骗了。不气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那玉扳指是罕见的冰花芙蓉玉而制，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废话少说，你把枕巾给我，我把抵押物物归原主，从此永不相见。还有啊，不是我想叫你丑东西，你这张脸我连看都不想多看。我种了一种阴损无比的蛊，此蛊名为血蛊。血蛊顾名思义，则是一种以血液为食的蛊虫，它寄生在我的体内，通过吸取我的血液来维持它的生命。下蛊者想让我变成一具干尸。你看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你与我这个外男就这样聊太多，会有损你的名声。不知你可否赏脸到一品轩茶楼雅间细说？我没别的意思，我这次前来代购了银子，其目的就是想让你帮我解掉我体内的蛊。当然，你若是提出除了银子外的其他要求，我若可以做到的话，也会尽数答应，只要你能够帮我解了蛊。找我治病啊？若我狮子大开口，那你带的银钱不够支付诊费，你这边能打欠条吗？男子深呼吸几口，能。既如此，2刻钟后一品轩见。另一边，京都某天字1号房，贺云婷大把金刀坐在上手，听着下手的两人逐一汇报。西陵太子秘密入境，有趣。一品轩雅间，若隐和幻影怀抱大刀，恭立在沈星洛的身后。你怕我会拒不赴约，所以约我到我的茶楼中谈事情。由此可见，你是有备而来的。不瞒你说，我之所以迟迟不来赎回玉扳指，是在不停的寻医问诊。我体内的血蛊每发作都会变得异常的狂暴，痛苦不堪，只有服下你给的药丸才能得以缓解。所以要怎样才肯帮我解了体内的蛊，你就开个价吧。沈星洛抿了口茶，开始狮子大开口。我呀，不过是一个被父亲拿来换权力财富的弃女，娘家倚靠不住，而我的夫君又是皇室亲王，在这个3妻4妾的世道，我这出生也不敢幻想着能得夫君一世荣宠，总得为自己谋个后路不是？所以我不管你是什么家世背景，你以后誓死效忠于我。你若觉得没问题，我这就出手杀了你体内的血蛊。狮子大开口啊你！我这丑样子会让你做噩梦，所以你换个条件，比如你可以多要点钱。不换，让你听命效忠于我，又不是让你做我的贴身侍卫。有事的时候我一声令下，你豁出性命往前冲就行了。平时没事儿，我又不和你对影对意，你丑不丑的又不碍着我什么事。你为自己谋划后路，我能理解。虽然我做不到誓死效忠于你，但你若有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人力和物力。你未来某天若是圣宠不在了，我也可以保你荣华富贵。除了你誓死效忠于我，其他免谈。哼，你爱治不治，因为过了这个村还有下个店。红衣男子哑口又无言。虽然从遇到他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颠言颠语，但他隐隐觉得这个女人是大智若愚的，并非传闻中的那般草包一个。但眼下他又拿不出证据，见他死活不答应，沈星洛脑海里再次分析猜测起他的身份。越是手握大权的人就越惜命，他在生死攸关面前都不屈服，绝不是一般的勋贵世家。得了，既然咱们谈不拢，那就到此为止吧。上次的枕巾拿来，你的玉扳指还你。他话音刚落，恭立在沈星洛一旁的刘云掏出玉扳指放置桌上，男子也摸出银票放置桌上。收了银票后，沈星洛起身准备离去。苏王妃请留步，一锤子的买卖做不成，还可以做成细水长流的买卖吗？你那能压制血蛊的药再卖我2瓶。沈星洛从腰间摸出2个瓷瓶。也行，有钱不赚王八蛋。那给6000两，这2瓶药给你。上次2瓶药不是2000两吗？对啊，我今天坐地起价呀。上次都说了，你体内的蛊不是个好对付的，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怎么样，现在还觉得我上回讹你的钱了吗？我怎么永
远都猜不到你下一步要干什么。我数3声，你要是不掏银票，我就把药收走不卖了。价格上能不能再谈一下？就算家底儿再厚，也经不起这么造啊。3。不是1和2呢？1和2，我在心中默念的呀。沈星洛伸手就去收桌上的白瓷瓶。莫生气，莫生气，急火攻心，血鼓噪。眼见他就要收了药，男子掏出银币拍在了桌上，并眼疾手快的试图去抓他的手腕。且慢，我买。沈星洛刚一个潘周丹走位，躲开他骨节分明的手，门却戛然而开，一个身影迅速如电的袭向红衣男子。男子迅速躲避，却又被强劲的罡风划伤了侧脸。欧阳彻，你乔装易容秘密入境，实在是有失一国太子的身份。怪不得在生死攸关面前，你都不愿誓死效忠于我，原来是别国太子啊！欧阳彻也不猛，伸手揭开了附在脸上的人皮面具，面具之下的那张脸俊美不可方物，眼角那一颗泪痣无边的魅惑。素王，好久不见。贺云亭没有接他的话，既是敌国太子，那这药以后可就不能卖给你了呀！真羡慕你啊，年纪轻轻的就要死了。素王，你当初是真的冲洗成功了，还是被他给气活了呀？单凭你秘密潜入我国京都，本王现在就可以割掉你的头颅。哼，孤现在可是带病之躯，素王向来光明磊落，是绝不会趁人之危的，对吧？再者说了，孤只是远道而来的，来感受一下贵国的风土人情，怎么着也罪不至死吧？除非素王是觉得边关这2年太过安稳了些，想挑起战事。本王征战多年，还从未打过败仗，战事四起又如何？不过是再添几道伤疤罢了。别人不知道就罢了，孤曾经可是亲眼所见素王将自己的食物全部分给了受战火摧残的边关百姓，自己饿着肚子上阵杀敌的。对素王而言，自己添几道心伤无关痛痒，但那些因战火殒命的无辜百姓会让你黯然伤神的。他话音刚落，沈星洛从腰间摸出一个瓷瓶递过去。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欧阳彻快速接过。这是什么？是能彻底解决血骨的药吗？你方才对我夫君说的那几句话我不喜欢，所以我决定毒死你。用爱民如子来拿捏对方的人，没必要继续治疗。你这种就算治好了，也是流口水的料。欧阳彻愣住，他那当时冲入太阳穴的血液让他明白他破防了。沈星洛拿起桌上的银票，困了，王爷，我要回去睡回笼觉。贺云亭压下冷气，牵着他的手离开了雅间。刚上马车，贺云亭一个用力让沈星洛坐到了自己的腿上，随即炙热的吻当头照下。他贪婪地熟悉着他的粉唇，他吻得很急，霸道地撬开他的樱桃唇，如狂风过境般横中抱领着他，直到2人氧气全无，他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星洛怎么会和欧阳彻有交集？见他吃醋到不行的模样，沈星洛详细的和他说了遇到欧阳彻的经过。那天遇到他纯粹是个意外，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人虽然易了容，但一身金贵之气，十有八九是个勋贵世家，就本着既然碰到了就顺便赚个钱的想法，卖给了他2瓶药。直到今天，我又让他死忠于我来试探他，在生死攸关面前，他竟然都不同意为我所用，我才确定他不是普通的勋贵世家，才往更高的层面上去想。关于今日之事，我原本也没打算隐瞒什么，本就打算回府之后事无巨细的说给王爷听，并问一下王爷有关他的身份呢。星洛为何会萌生出想自己招揽人马的想法？是我哪里不够体贴入微，还是星洛想离开了？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想试探他一下嘛。王爷有钱有权还有颜，我怎么会挪窝呢？贺云亭抿了抿唇，像是做了什么思想斗争。是吗？那欧阳彻在露出真容的时候，我分明在星洛眼中看到了惊艳。我那眼神纯属是因为他那2张脸反差太大的本能反应而已。贺云亭薄唇紧抿，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和我比，孰好看？各有各的风格，都挺好看的。贺云亭再一次感觉天塌了。沈星洛见他的脸黑如墨，他扑哧的一声笑出来了。王爷身高9尺有余，好看的跟朵高岭之花一样。他比起王爷还差点火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王爷体力活好呀，这世间无人能及。我现在说的都是肺腑之言，王爷相信我吗？他娇媚的嗓音透着无限的魅意，听得人骨头发酥。这一刻，贺云亭切身明白了什么叫美人有毒，变屁入里。星洛以后可不可以莫要再和他见面了？
可以的，王爷。对于他的撩拨，他从来是毫无抵抗力，他只想赶快回府，让他在殿内狠狠地叫。回到府里的贺云亭抱着他径直地回了主院。到了寝殿门前，贺云亭驻足。那晚王妃被黑衣人撞倒了，你们不仅没有就地杀之，还瞒报王妃救了一个陌生人一事。你们两个今天加练一个通宵。语罢，他进殿关门。若隐和幻影以为只是简单的救人给钱呢，谁会想到那西陵太子打扮的那么其貌不扬的混入京都啊！明明自己错的不行，却让他们加练。贺云亭轻柔地将沈星洛放在了床榻。星洛，你是我的妻，那就做点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呗。他滚烫的嘴唇热热地包裹住他的樱桃唇，狠狠地数弄了2下，然后难以抵抗地磨了又磨。王爷，贺云亭搂着他的腰，一个侧身直接欺身而上。星洛是我的妻。沈星洛再一睁眼已是落日融金。王爷啊，我没有私会万难，也没有离开的想法，更没有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我带着若隐和幻影呢，他们全程都近距离的护着我。偶遇欧阳彻那晚，我见识过了若隐和幻影的身手，而且我身上还藏着许多毒药和迷药防身呢。另外，我有万能空间，只有我伤别人的份，没有人能伤得了我。贺云亭身子一僵，他竟然在向自己解释。我相信星洛，我只是不相信欧阳彻。他什么档次，竟然让宛如天神般的王爷都产生了危机感。自父皇登基以后，对外并不好战，即使我国是这片大陆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周边还有几个面积不大不小的国家，一旦狼烟四起，苦不堪言的是百姓。所以父皇向来主张和平共处。5年前，与我国西边接壤的西陵国皇帝，竟然趁着南边2个小国联合攻打我国南部时，带兵深夜突袭我国西部边境城池，企图趁火打劫，攻城略地。可惜他运气实在不算好，因为当时挂帅出征去南方平定战乱的不是我，所以父皇派我到西部平定战乱。在我差点将西陵皇帝斩于马下之时，是欧阳彻带着2000铁骑救了西陵皇帝。我与欧阳彻交手100余招，都没能取他首级，眼睁睁地看着他带领2000铁骑救走了西陵皇帝。由于南部战乱在先，我出征西陵时带的人马并不多，所以并没有冒险追击。不过自那以后，西陵国就彻底老实了，再也没有犯过我国边境。那时我国南部和西部同时被入侵，而王爷带的人马又不够。若是那一仗王爷带足了人马，那西陵国早就被咱们吞并了。王爷可是战神，所向披靡，无人能敌。贺云亭被他这寥寥几句取悦了，他俊眸里瞬间就染上了缱绻和笑意。星洛，我会努力做得更加体贴入微。王爷，你做的已经很好了。那星洛对我有没有动心，哪怕是一点点？看着他紧张的样子，沈星洛勾了勾唇。呀，原来日久是真的可以生一点情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感受到他真的在努力的做到极致，那么发展一下真情实感也不是不可以。至于2人的结果是好是坏，以后再说。贺云亭闻言大笑出声，愉悦到了极致。沈星洛一个用力，将哪都长在他审美点上的贺云亭扑倒在他。既然是王爷先勾搭我的，那王爷这辈子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若王爷天非纳妾，我就将王爷的心生生挖出来。啊，怎么我要挖你的心，你还一副爽到了的模样？事实的确如此，他笑够了，搂着他的柳腰，一个用力将他压在了身下，用唇为他做唇部按摩。沈星洛被他攻势猛烈的吻亲得不知天地为何物，两唇分离，沈星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真的越来越会亲了。王爷，那欧阳彻潜入京都来是找谁呢？燕王。那他体内的蛊是燕王给他下的？10有8九。那太子遇刺一事出自谁手？景王。哼，皇子们为了皇位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景王先对王爷你投毒，又在太子刚参完燕王时派人刺杀太子，好让燕王成为最大的嫌疑人。这燕王也是毫无底线，竟然会为了皇位引狼入室，和西陵太子去谋合作。不过他们双方的合作应该并未达成，否则燕王也不会使阴招给他下那么损的蛊。太子也是个剑走偏锋的，我的人最近监测到太子派人往与我国南部接壤的周边列国传递消息，他病了多年，现在过于急功近利了。哼，都想着与虎谋皮，一个个的上赶着花样作死。我今早让线人将西陵太子秘密入境，并已与燕王私下搭上了线这一消息传递给了太子，太子马上就会有大动作。为了野心弃百姓于不顾，且让他们先头破血流的斗着，火候到了之时，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哼，知道王爷有颠覆他们的实力，但在手刃他们之前，我们先让他们身败名裂，然后遗臭万年才有意思。贺云亭勾了勾唇，他很喜欢切面的他。哎，王爷，明天距离上次让太子喝血就1个月了，你得陪我去东宫一趟。他爽快的应下后，拥他而眠。这厢，欧阳彻在京都某天字1号房内辗转难眠。他一闭上眼睛，沈星洛的一颦一笑就不可自控地浮现在眼前。欧阳彻深呼吸一口，怎么就从未发现自己还有这么贱的一面？翌日一早，夫妻2人去了东宫，并如上次那般故技重施一番。另一边，贺思成一大早就去找贺婉婉。当贺婉婉将沈星洛开的价格说给他时，11000两，他怎么不去抢啊？皇嫂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了，所以她让我告诉你，她现在这样就是在抢。贺思成张了张嘴，喉咙又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哎呀，得了这种病呢，想必皇兄早就私底下把御医们都找了一遍了吧？皇嫂把价格开得这么高，说明什么？说明御医他根本就治不好他能治的病。皇兄只要能治好，贵一点也是情理之中啊。本王刚被父皇罚俸5年。贺思成一阵气短，要不就继续肾虚着吧，这兴许虚着虚着他就好了呢。都是自己的女人，又不是外人。皇嫂呢还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你这方块脸能投胎投到皇家，娶到这么多美人，是祖宗在地下疯狂花钱找关系的结果。她建议你呢不要太缺德，早点把自己治好，让他们少守些活寡。贺婉婉把沈星洛那天跟他说的话尽数转达后，转身就走。皇兄托我办的事儿我办妥了，你自己选择不治，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喽，这中介费我可是不退的。见贺婉婉要走，燕王咬了咬牙，我治啊，不就是11000两雪花银吗？行，皇嫂说了，你若选择治的话，带上银票到苏王府去找他治病。还非要上赶着去找他治病，花了那么多钱，应该是他亲自来燕王府给我治吗？这个贱就非犯不可吗？思索一瞬后，他把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当天下午，贺思成来到肃王府登门拜访，刘云一听是带着银票来的，当即就去请殿轻叩门扉。哎呦，刚眯着，让他等半个时辰。小姐就是与众不同，在爱才和视金钱如粪土之间反复横跳。会客厅内，贺思成的茶水喝了一盏又一盏。当他看到心心念念的那抹倩影连步走来时，瞬间心跳加速。但是他连起了所有的情绪，先是语气无波的对着与他同行的贺云亭喊了声皇兄。贺云亭淡淡的嗯了一声。沈星洛让刘云将药放在桌上，4个瓷瓶，瓷瓶里面是2个月的量，每个瓷瓶里的药丸每次1粒，1日2次。虽然药是贵了点，但是有奇效，身体最重要。你还年轻，把钱给我，你自己再去赚。说的好像我是靠身体赚钱的一样。他咬咬牙，将银票放在了桌上。拿到银票的沈星洛转身就走，十分的干脆利落，主打一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见夫妻俩离开，收敛克制的贺思成才敢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看。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好像是大风刮走的。待沈星洛的背影消失不见，贺思成策马加鞭进了宫。到了妍妃的蔷薇宫内，贺思成屏退了所有宫人。母妃，景王被父皇禁足在府，咱们加快进度，联合旧家和皇祖母那边的势力，赶紧推翻太子。你以为母妃不想赶紧推翻皇后他们母子吗？那太子党和皇后母族根深蒂固多年，哪是说推翻就推翻的？太子前几天刚参了你一本，后脚就越了刺，你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这几天，母妃和你舅舅正在全力追查泼你脏水的幕后真凶。贺思成没有接妍妃的话，而是说出了今天的目的。那母妃尽量进度快点，因为儿臣想早点排除异己。儿臣看上萧王妃了，待儿臣扳倒几个兄弟，父皇将皇位传给儿臣后，儿臣就把萧王妃收入后宫。到时候她若想当皇后，儿臣就贬燕王妃为妾，让她做皇后。你看上那草包了？她不是草包，她的医术很厉害。医术厉害有什么用？她又不是能让你长生不老。你若生了病，有大把的御医。御医才是草包，他们治不好的病他能治。沈星洛那颠婆到底是给你治病了，还是给你灌迷魂汤了？那不能，他嫌儿臣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儿臣灌迷魂汤呢？他说儿臣这方块脸能娶到这么多老婆，是祖宗在底下疯狂花钱找关系的结果，不然就儿臣这长相，这辈子都没女人跟。他这般说你还很骄傲的跑到我这里说说。燕王
妃是太后给你挑选的，你若登基了，皇后只能是她，你趁早歇了对那颠簸草包动的那点心思。燕王妃不仅相貌远远不及那萧王妃，平时也跟个傀儡一般，无趣的很。反正等儿臣登基之后，是一定要得到那萧王妃的，只要能博美人一笑，她要什么儿臣就给她什么。混账！燕王妃是太后母族的人，岂是你说一脚踹开就一脚踹开的？儿臣当上了皇帝，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反正儿臣就要那萧王妃。燕王妃相貌并不出众，儿臣也不像其他皇子那般英俊潇洒。儿臣和燕王妃生的2个孩子长得都不太好看，可那萧王妃不一样啊，她长得美若天仙，还十分的鲜活有趣。等以后儿臣当了皇帝，她若给儿臣生个一儿半女，她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儿臣也给她摘。妍妃被气得浑身发抖。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亲生的，亲生的，就这一个儿子，就这一个儿子，滚！给本宫滚出去！母妃千万别这样动怒，那萧王妃说了，这般怒发冲冠，容易偏瘫。妍妃被气得两眼一黑。母妃，父皇寿宴那天，那端太妃说，皇祖母和咱们本来长得就不好看，如果一生气就更难看了，所以以后要少生气。妍妃闻言，只觉一口腥甜涌入喉间，滚！哟，母妃消消气啊！贺思成见劝不住，留下了这句话后转身离去。真不知道啊，我怀他的时候误吃了什么东西，生出这么个不长脑子的玩意儿。就你这脑子，就算机关算尽，替你谋得了皇位，你也难守住啊！儿啊，你若非要一意孤行，等你登基后啊，母妃只能把你毒哑，然后垂帘听政了。这边是母慈子笑了，而肃王府那边，此时的沈星洛正舒服地坐在小榻上，写着第2本画本子。正写得起劲之时，若隐敲响了书房的门。得到许可之后，进了门的若隐直奔主题：王妃，这是礼部侍郎刚刚派人送过来的银票，说是这几天卖画本子的钱，一共是1万两。我不是个小气的，人家帮忙拓印装订也费了不少劲儿，你抽空给那礼部侍郎带个话，以后卖画本子的利润让他拿去1成。回王妃的话，王爷说了，卖画本子的钱都是王妃您的，该给那礼部侍郎的好处，王爷会定期给他。沈星洛笑意更浓，我今天心情好，赏你们所有影卫每人5两银子，晚膳过后找刘英领。属下谢王妃赏赐。若隐离开后，沈星洛起身走向贺云亭。王爷真是面面俱到，为我打点好一切。贺云亭的手掌在左侧大腿上拍了拍。我还会不断的进步，星洛真是优秀，短短数日就赚了1万两。文人都有傲骨，他们不屑于去写画本子，当然也会有一些穷困潦倒的文人去写一些画本子，不过他们一贯以男性视角去写一些状元与公主、书生和狐妖这种故事，来满足他们自己愁苦的心。所以目前市面上的画本数量少，种类少，没有竞争力，很赚钱的。但是男子又不爱看这些画本子的市场是女性，我的画本子的定位是手里有点闲钱的女子，不管是待嫁闺中还是嫁为人妇的女子，都有大把的闲暇时光。画本对于被困于后院的他们来说，是用来排解寂寞的不错选择。不管星洛想做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无比自然的交换了一个缠绵悱恻的吻之后，沈星洛起了身。王爷，接着处理政务吧，我也去写我的画本子了。不仅赚了钱，自己写出的东西被万人空巷，也是蛮有成就感的。第2天下午，贺婉婉来找沈星洛还画本子。皇嫂，你说的这大郎是何许人也呀？写的这画本子也太好看了，简直碾压市面上现有的一切画本子了。我这几天找了好多人打听这大郎，竟然都没有打听出来。这么有才华的人，干嘛藏着掖着呀？对了，皇嫂，你是第一个发现这么有趣好看的画本子的，你可知道写着画本子的大郎是谁？据我所知，我一无所知。我就多余问，你没事打听人家干嘛？大郎写的画本子诙谐幽默，文笔也极佳，定是个满腹经纶的。若非生活所迫，大郎怎么会放下文人傲骨去写这些呢？你是不知道，京都好多女子都在打听大郎的身份呢。等我打听到了他的身份之后，就立刻招他做驸马，断了其他妖艳贱货的幻想。这就喜欢上那素未谋面的大郎了？你倒追那裴玉1年，这么快就释怀了？因为我觉得皇嫂说的对呀，我不住的杀，不如扬了他，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你这精神状态有点美丽啊。说到这个呢，我还得好好谢谢皇嫂呢。不瞒你说，在倒追裴玉的那一年，我不仅承受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带来的锥心之痛，还要遭受很多的冷眼嘲笑。在遇到皇嫂之前，我时常
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难过悲伤。简而言之，在倒追培育的1年里，我经常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每天过得都压抑难过。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黄嫂说的对，与其内耗责怪自己，不如发疯外耗他人。那培育不喜欢我，纯粹是他的眼瞎。黄嫂，别人笑你太疯癫，其实是他看不穿。做人果然不能太正常。当我开始走不正常路线之后，我发现周围的人都正常了许多。等我与大郎喜结连理了，黄嫂一定要给我随个份子钱呢。把手伸过来，我给你号号脉。黄嫂为什么突然给我号脉？无他，你的精神已经很变态了，身体一定要健康。哇，黄嫂的掂言掂语果真是张口就来呀！我果然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呢。黄嫂，虽然我暂时没打听到大郎到底是谁，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好的好的，没有人能让你放弃，你自己多试几次就会放弃了啊。黄嫂，你说他写个画本子搞这么神秘干啥呀？我去那家书肆里问了，书肆老板说是一个奴仆模样的男人来送的母本，那男人自称是替他主子来送的。由此可见，大郎要么是觉得写一些女子爱看的画本子不入流，要么就是家道中落，不愿被人知道自己在被迫写这个。这画本子写的甚得女子的喜爱追捧，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大郎其实是个女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个女子会这么变态，给自己笔名起个大郎啊？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哦，我忘了，黄嫂会这么变态，不过肯定不是黄嫂呀。就黄嫂你那学问水平，写不出这么行云流水的文，更用不出这么多成语。所以综上所述，大郎不可能是个女子。贺云亭无语，沈星洛无语。你向我学习走颠簸赛道也挺好，毕竟正常人的赛道的确不大适合你啊。他将承诺贺婉婉的1000两银票递给他，那这是上次你帮我揽活承诺给你的银子。思维跳跃的贺婉婉喜逐颜开的接过银票后，没有再继续讨论刚才的那个话题。黄嫂，我今天来一是把画板子还给你，二是想让你帮我挑一些胭脂水粉。有人质疑过你的精神状态，但从未有人质疑过你的审美。黄嫂的妆容永远和当日所穿的服饰相得益彰，美得不似凡人。自上次黄嫂在醉桃花胭脂铺买了胭脂水粉，黄嫂买的那几款胭脂水粉被贵女贵妇们争相购买，一度都卖到断货了。所以我今日特意来请黄嫂帮我挑选一些适合我的胭脂水粉，并传授给我一些穿搭这方面的技巧。嘿嘿，我得不断的变美，时刻为邂逅大郎准备着啊！当然了，今天最重要的是，等买完了胭脂水粉之后，我要请黄嫂好好吃一顿，以示感谢。感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人生启示。沈星洛没有拒绝，犯不犯的无所谓，主要是想帮他变美。王爷就在家处理政务吧，晚晚豁出脸面搞点钱也不容易。咱们夫妻俩若都去，容易给人家吃破防。大家都是亲戚，让人家热情大方一次，挂了一辈子的内向，那可就不好了。况且女子爱逛，王爷若是和我们一起去，你晚上得挑灯夜战处理政务呢。夫人这次早点回来啊，会的会的。贺婉婉是个爱逛的，她拉着沈星洛从衣服首饰逛到了胭脂水粉，买了一大堆以后，一行人进了一家酒楼。雅间内逛了一下午的二人正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美食，门却戛然而开。来人正是依旧易了容的欧阳彻。又来找我治病啊？苏王妃可否借一步说话？不可以，苏王若是知道我与外男独处，会不开心的。吃得正香的贺婉婉的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沈星洛救他的那晚，张口就问他要2000两。于是帮理不帮亲之间，尝到了甜头的贺婉婉果断选择帮沈星洛接这个活。皇嫂多虑了，就他这个长相，就算你和他手牵手的出现在二皇兄面前，二皇兄都不会吃一点醋的。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啊！那谁，你做的没错，有隐疾不怕，怕就怕忌医。我到雅间门口等你一会儿，你别藏着掖着，赶紧把自己的病症详细的说与我皇嫂听哈。虽然你好难看，但到底也是个外男，我就出去等一盏茶的时间。语罢，贺婉婉带着自己随行的宫女往门内走去。路过若隐幻影之时，贺婉婉吩咐道：他患了难以启齿的病，你们随我到门口，给他一点点时间阐述病情。你们放心，他丑成那样了，皇嫂是不可能有任何想法的。不气，不气，不给魔鬼留余地。
公主，王爷对属下下了死命令，出门在外要寸步不离的保护王妃。属下可以捂着耳朵不听，但绝不会让王妃离开视线。由于上次去茶楼赴约的时候，他们已然知道了欧阳彻的身份，所以在喝完碗出门之后，欧阳彻就立刻坐到了他的面前。孤是西林太子，所以上次你提的那誓死效忠于你的条件是肯定不可能的。不过孤的手里有一些对太子和燕王非常不利的证据，可以用这个和你谈解骨的事情。沈星洛大脑飞速运转，然后已读乱回。我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妇，哪里懂得和别人谈正事上的合作呀？这超乎我的能力范围太多了，所以谈不了一点儿。虽然我不懂政治，但我懂得最基本的立场。我是龙腾国的肃王妃，你是西陵太子，我们两个是对立面。我们之间的关系用一句古话概括，那就是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欧阳彻被他颠的竟然一时忘了这句话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肃王妃，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假，不过天下之大，美人多的是，而你又没有一技特长，这圣宠能做到哪天还是个未知数呢。但你若有了这些证据，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助肃王离大业更进一步，可以让你在他心中的位置也更上一层楼。人有千面，别太肤浅。谁说我没有特长的？我睡眠时间特别的长。欧阳彻听罢，眼底尽是错愕无语。他此番秘密入龙腾帝国的京都，是打算下一盘大棋的，包括今天来找他。他的心中早已谋算好了如何引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来，然后一边落子下棋，一边挑起他和肃王之间的矛盾，将他一步步的谋到手。可是面对他的不按套路出牌，此刻的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唉，眼下到饭点了，你吃了吗？他竟然关心我吃没吃饭。还没呢。正在他觉得他会邀请他一起享用美食时，岂料沈星洛起了身。虽然你没吃饭，但我吃饱喝足了。我先走一步，你待会儿记得帮我把账结一下。即使你我之间没有达成合作，但你今天专程来找我一趟，也不算一无所获，最起码亏了饭钱，吃了亏。不过没关系，你要想开点，人生在世，只要肯吃亏，就有吃不完的亏。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先别生气，因为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很倒霉了，比如我。所以你要想开点，并离我远点。语罢，沈星洛头也不回的翩跹而去。再一次被整破防的欧阳彻眉头紧蹙，所以自己到底是喜欢他什么？马车刚到肃王府的正门前停下，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拨开了车帘。夫人回来了。王爷在等我。王府占地极广，从大门到主院要走1刻钟。天黑了，怕在这1刻钟里，夫人会感到失落。站在车辕上的沈星洛笑了。要王爷背。贺云亭微微屈膝，沈星洛毫不客气地跳到了他的背上。回到主院，待沈星洛去了浴室，贺云亭推门出了寝殿，若隐和幻影立即跟上。书房内，吃一堑长一智的若隐和幻影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禀告给贺云亭。听完若隐和幻影的汇报后，贺云亭回到寝殿，沈星洛刚从浴室出来，便被贺云亭抱了个满怀。若隐和幻影向王爷汇报完了。语毕，他附上了他的唇，无比沉迷的一遍又一遍的亲吻着他，仿佛那是什么琼浆玉露一般。他放眼回应，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融化人的缠绵中，双唇分离。他说：等到10月金秋，王爷带我游山玩水去。好。沈星洛伸了个懒腰，好累啊，睡觉了。贺云亭抱他上榻。星洛，我觉得欧阳彻现在不单单只是想把龙腾皇室的水搅浑，难不成王爷觉得那欧阳彻除了想看龙腾皇室内乱之外，还想谋我？贺云亭薄唇微抿，一言不发。不能够吧，我已嫁为人妇，而且我在外都颠成那样了，他谋我干什么？是觉得他们西陵国太风调雨顺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太另类了吧。以前是丑八怪，现在是变态。贺云亭修长的手指勾开他白色的亵衣，长着薄茧的掌心在他光滑的肌肤上游走，颜色瑰丽的唇吻上佳人香肩，并一路向下。此时的贺云亭像领地意识非常强烈的庞大恶龙，试图把他整个人都印上自己的痕迹，沾染上自己的气息。情动后，贺云亭蛊惑低沉的嗓音响起：听闻嘉兰寺很灵验，星洛陪我去一趟可好？累狠了的沈星洛迷迷糊糊道：好啊，但是明天不行，因为王爷太行了，我觉得明天我的双腿走路都会打摆。星洛说什么时候去，咱们就什么时候去。好。对了，那嘉兰寺求什么灵验？姻缘。一
日，沈星洛不出意外的睡到了日上三竿。星洛可知如今外面有多少人惦记着你？啊！今日一早，礼部侍郎派人来问那大郎有没有出新的画本子，说是这2天京都不少女子天天去那致远书寺打听询问。面对千万女粉丝的期待，吃饱喝足以后，沈星洛被迫开始继续写他的第2本画本子了。连续写了1个时辰以后，沈星洛转了转发酸的手腕。他写画本子的初衷是打发时间的同时并暴富，但是现在他有一种上班的感觉，这明显违背了他享受生活的理念。王爷，粉丝们高涨的热情是对我能力和才华的认可，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满足不了供不应求的市场，所以我准备发展个下线，让婉婉这个大冤种替我上班。语罢，他向贺云婷解释粉丝大怨种上班的意思。听完了的贺云婷嘴角轻笑，然后学着他以往的颠言颠语逗逗他，向一心想招大郎为驸马的婉婉表明大郎的身份，多损啊！这星洛失去的不过是大把的时间，而婉婉失去的可是爱情啊！王爷也开始落里落气了。婉婉可以累着，但星洛不能累着。我明天一早就派人将婉婉喊来上班。有你是婉婉的福气。王爷不是想去迦兰寺吗？那等我们明天去了迦兰寺之后再喊他过来。第2日，风和日丽，云山脚下人头攒动。贺云婷率先下了马车，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沈星洛抱下了马车。抬眸望去，便见两峰矗立如旗，嵯峨对峙，半山腰雾气腾腾，好似人间仙境。迦兰寺位于云山半山腰，从山脚到迦兰寺大约有1000多级台阶。星洛若是怕累，我可以这般抱星洛上山。怕累的。贺云婷嘴角轻笑，抱着他向半山腰走去。行至半路，山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里面传来一妇人嚎啕大哭的声音。那里发生什么事了？贺云婷抬了抬手指，身后的若隐即刻走向前去。几息后，若隐返回，回禀王爷，是一妇人的女儿中了暑，严重到昏迷了。王爷，女子有难八方支援，况且我眼下刚好也需要一个宣传自己医术的机会，因为我的心中有一条歹毒的计划，去对付那曾经向王爷下毒暗害的景王。他那句去对付那曾经向王爷下毒暗害的景王，令他心情大好。好。若隐立刻上前开道：苏王妃会诊，都让一让。沈星洛上前望闻问切一番后说道：他这是中了阴暑，我施几针就好了。语毕，沈星洛行云流水的寻穴施针，一炷香后，小女孩活蹦乱跳。苏王妃救死扶伤，菩萨心肠，民妇谢谢苏王妃的救命之恩。只是民妇明明给孩子喂了解中暑的药丸，为何不管用啊？他呀，中的是阴暑，多半是喝凉水或是吃生冷食物导致的。你这解暑药对阳暑有效，对阴暑无效。姐姐说的对，天气炎热，我太爱喝冰冰凉凉的井水了。姐姐好厉害，没看见就知道我干了什么。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我会听姐姐的话的。不得无礼，你不仅要叫王妃，还要对王妃磕头答谢救命之恩呐！小女孩立即照做。无妨，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沈星洛瞥了一眼刘云后，转身离开。刘云上前将小女孩扶起，并跟了上来。此时正值盛夏，贺云婷从若隐的手中接过油纸伞，默默地为她撑在头顶。多谢王爷。贺云婷唇角止不住的上扬，俊眸含情绵绵无尽。到大殿内上了香后，贺云婷从住持的手中接过签筒，夫人摇一签。沈星洛接过签筒，利索地摇了一签。见他摇过，贺云婷从他的手中接过签筒，并开始摇签。当贺云婷看到竹签上的内容时，俊眸微凛，他又凑过来看了看沈星洛摇的竹签，然后煞气如波纹一般在他的周身漾开。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沈星洛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竹签是下签，而自己手中的竹签也是下签。沈星洛从他的手中抽走了竹签，递给住持。王爷，快晌午了，我们回家吧。望着他黛眉融融的模样，贺云婷与他一起转身离开。只是他不仅手心冒汗，与他十指相扣的手也止不住的颤抖。沈星洛讶然，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他的脆弱和害怕。走出大殿，贺云婷驻足。天气炎热，我背星洛下山。说完，他屈尊降贵的在他面前蹲了下来。沈星洛一点也不矫情，旋即趴在他的背上，勾住他的脖子。王爷，相逢已是上签，所以王爷莫要介意这个。你知道的，我是沈星洛，但也不是沈星洛，所以我不信这个，我只相信事在人为。贺云婷并未作答，只是拖着他的翘臀稳稳地向山下走去。